美丽女孩闪婚千亿总裁，直到看到了电视上记者采访霸道总裁宠妻狂魔，才得知闪婚丈夫的身份。我战水桶的老婆不是什么名门千金，不过她是我们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已经是豪门贵妇。她姓海，单名童。嘿嘿，一提及战大少奶奶，一向惜字如金的战少变成话痨了。战少，你太太叫海童，听说你和你太太是闪婚的，是吗？没错，是闪婚的。领证之前我都没有见过她，不过知道她的存在，因为她是我奶奶的救命恩人。战少娶她是因为老夫人吗？对，是因为我奶奶的原因，我才会和童童闪婚的。不过我现在很感激我奶奶，要不是我奶奶的坚持，我可能就会错过了童童。战少真的让我们想不到呀，像战少这样的男人都会闪婚。闪婚之初，战少可曾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宠妻狂魔？从没想过，谁能预知明天的事？我反正没有那个本事，不知道你们可有这个本事？有的话，帮我夫妻俩预知一下，我们第一胎是儿子还是女儿？今天战水桶答应接受了他的采访，主持人很兴奋，由他代替战水桶公开了战水桶已婚一事。与此同时，彤彤，我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？看错了，这个战少怎么是你家战先生呀？彤彤，此时的海童完全听不到沈小天的话，愣愣地看着战水桶的采访。接受采访的那个男人，被大家称为战少的男人，真的是他家战先生。那个传说中的千亿富豪战少，就是战水桶。从今以后咱们 AA 制，不管是生活费用还是房贷车贷都得 AA。你妹妹在我们家里住，也要叫她出一半。她一个月给2000块钱顶什么用？和白吃白住有什么区别？海童是我亲妹妹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我不管，这是我家，我说了算，不给就让她滚出去住。你小点声。怎么白吃白住还不让说啊？战奶奶，我接受您之前的提议，我愿意和你孙子结婚。战奶奶，海童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我的大孙子战水桶，一个30岁还消不出去的老剩男。他人虽冷漠了点，不过还是很细心体贴的。你救过我的命，咱们也认识了3个月，相信我，我不会把不好的孙子推销给你的。战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海童。战水桶锐利的眼神把海童从头削到脚，又从脚削到头。战水桶，我很忙，咱们速战速决。你们俩快进去办手续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。奶奶，你到车上去，外面热。战水桶边说着边扶着奶奶回车上去。海童看着他的举动，倒是相信战奶奶的话。战水桶为人是冷漠，但也细心体贴。海小姐，你要是不愿意，还可以反悔，不用在乎我奶奶怎么说。婚姻那是大事，不能儿戏法。他是希望海童反悔的，因为他根本不想和一个才见一次面的女人结婚。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反悔。两人迅速地走完了流程，前后只用了不到10分。我买的房子在明苑花园，听奶奶说你在管城中学门口开了一家书店。我的房子离你那里不算远，坐公车的话10几分钟便到。你有驾照吗？有驾照的话可以供一辆车，我可以帮你出首付，你每个月还车贷，有车方便你上下班。我有驾照，但暂时不用买车吧。我平时上下班都是骑着电瓶车的，电瓶车才刚换了新电池，不骑了就太可惜了。那个战先生，咱们需要 AA 制吗？我既然娶了你，就养得起你，养得起我们这个家，不需要 AA 制。我工作很忙，早出晚归，有时候也会出差，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，不用管我。家里的开支我每个月10号发工资后就会转给你。还有，为了不惹麻烦，咱俩暂时隐婚。海童愿意闪婚，是不想再让姐姐为了他和姐夫争吵。他需要结婚，从姐姐家里搬出来，这样姐姐才能放心。那就按你说的。我很忙，得先回公司。我的车可以暂时借你开着回家，或者你打车回去，我给你报销车费。我奶奶我会送到我弟那里去。对了，我们先互加好友，方便联系。我自己打车吧，你去忙你的。好，有事再联系。我孙媳妇呢？你们俩一起进去的，怎么没一起出来？你反悔还是海童反悔？证领到了，我公司里面忙得很，得赶回去开会，给了他200块钱，让他自己打车回去。奶奶，我送你到前方路口，就让保镖送你回家。你再忙也不能撇下海童一个人啊！你先别开车，等海童出来送他回去，你再去上班。奶奶，我已经答应你娶了她，其他事情你别再管了。即使我娶妻要过日子以后，也是我说了算。还有他人品好坏，我得慢慢考察。在他不过关之前，我也不会和他成为真正的夫妻。咱们战家男儿不离婚，那就要看奶奶给我挑的老婆是否值得我付出一生了。你个臭小子，有你这样当丈夫的吗？
刚领了结婚证就把新婚妻子丢下，自己开车走人的。蘸水桶由着奶奶骂，车行驶了10分钟左右，便在一个路口停下来，那里停着好几辆豪车。送老夫人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要跟你住，陪着我这孙媳妇。蘸奶奶抗争着，但她的宝贝大孙上了豪车，扬长而去。混小子心真狠，最好有一天你爱惨了海童，奶奶坐等你的打脸现场。海童呀，水桶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你别和他计较。蘸奶奶，我理解的，我不会介意，你也不用觉得内疚。他是给了我打车的车费的，我现在已经坐着车在回家的路上了。都领证了，还叫我蘸奶奶呀？嘿嘿，奶奶。海童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水桶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教训他。好的，奶奶。你要上班了吧？那奶奶不打扰你了。晚上我叫水桶去接你回家一起吃饭。奶奶，我晚上很晚才会关店门，可能不是很方便回去吃饭。周末行吗？也行，那周末再说，你先忙。漂亮女孩相亲当天就闪婚了千亿首富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看了千亿首富闪遍宠妻狂魔的采访，才惊讶地发现千亿首富竟然是自己的老公。彤彤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不开店吗？我中午再过去。洋洋还没有醒吗？还没呢，他要是醒了，家里也不能这般安静。彤彤，你姐夫不是要赶你走，他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我又没有收入。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你了。不是的，彤彤，你别这样想，爸妈走得早，姐就是你的依靠。姐，我嫁人了，刚领了结婚证回来跟你说一声，我等会儿就收拾一下就搬出去。什么？你嫁人了？海童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你不是连男朋友都没有吗？姐，我早就谈了男朋友，他叫蘸水桶，只是他工作太忙，一直抽不出时间跟我回来见见姐姐。他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他，然后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姐，他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对我也很好的，你放心，我婚后也一定会幸福的。海玲还是不能接受，从没听妹妹说有男朋友，现在却说嫁人了。想到昨晚夫妻俩吵架的事，妹妹肯定是听见了。海玲顿时难受的红了眼睛。彤彤，姐有跟你姐夫说你给了伙食费的，你可以放心的住下去，不必着急的嫁人，也不必搬出去。姐，真的与你无关，我和蘸水桶感情很好，我真的会幸福的。姐，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才对。他家里是什么情况？海童对蘸家其实并不了解，只知道蘸水桶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在管城数一数二的大集团上班，有房有车，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了姐姐。彤彤，能叫他在房产证上加你的名字吗？好歹有个保障。姐，我没有出1分钱，叫他在房产证上加我的名字说不过去，这事不用提。经过姐姐的好一番盘问后，海童才成功的从姐姐家里搬出来。他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到了之后，他才想起来忘记问蘸水桶他家住在几楼了，随后便打了语音电话给蘸水桶。另一边，蘸水桶正在开会，看到是不认识的，想都不想直接挂断电话。海童见蘸水桶不接他的语音电话，随即打电话给蘸奶奶。奶奶，我从我姐姐家里搬出来了，现在在明苑花园了，但我不知道蘸先生。就是我和蘸水桶的小家在几楼，奶奶你知道吗？海童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水桶。蘸水桶开会不到3分钟，然而手机屏幕又亮了，看到是奶奶的来电，他只得接听。奶奶，我在开会，有事可以等我回家再说。水桶，你新买的那套房在明苑花园几号楼第几层？海童搬过去了，但不知道在几楼，赶紧告诉他。蘸水桶瞬间想起自己刚刚闪婚的陌生女孩。奶奶，你告诉他就在 B 栋8楼808便是。也行，奶奶告诉他，你继续忙你的。蘸印沉默了一下后，还是打给了海童。真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忘记你是谁了。没事，奶奶刚刚和我说了你在开会，你先忙，我先搬东西上楼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就一个行李箱，自己可以搬上楼去，况且真要帮忙，你能回来帮我搬吗？不能。海童3个月前救过蘸奶奶，当初向海童道谢的是蘸奶奶的儿子儿媳，故而蘸水桶这种大忙人真的记不住海童是何许人。哎，累死我了，得赶紧回店里帮忙了。彤彤，你上午干什么去了？我姐姐和姐夫最近因为我的事情天天都吵，
我不想再让我姐为难，所以我上午就搬了出来。男人总喜欢说我养你，等真正要他们养的时候，却又嫌东嫌西，骂得半死。咱们女人一旦嫁了人，既要为这个家庭付出，还要承受各种误会，太不公平了。我觉得海玲姐还是要找份工作。咱们女人呀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着经济独立，有钱腰肢都能硬起来。对了，彤彤，你姐不愿意让你搬出来吧？我嫁人了。啥？你嫁人了？你男朋友都没有，你嫁给谁了？沈小军消化了海童这句话，确实吓了一跳。海童知道这些事情瞒不过他，只能老实的将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说好一起当单身贵族呢，你胆子还真够肥的。第一次见面就敢领证结婚，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地方住，大可以搬来我家里住，我家里多的是空房间。再说了，你要是想找人嫁了搬出来，好让海玲姐放心，你可以嫁给我堂哥啊。你堂哥有女朋友了，我找他做什么？彤彤，当初你救的那位老人家该不会是故意算计你，做出让你救他的这场戏，好让你嫁给他孙子吧？战奶奶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与战先生虽然不熟，但看得出来他的人品很不错。现在结婚证都领了，想反悔也来不及了。不过你要替我保密，别让我姐知道真相，免得我姐难过。这个你放心，这是我不会与第三个人说的。人家小说里的女主都是闪婚个亿万富翁，彤彤，你闪婚的那位也是吗？咱们店里的小说你都看了个遍吧？做着白日梦呢，随随便便就能闪婚个亿万富翁。你以为亿万富翁遍地都是？嘿嘿，你老公买的房子是哪个小区的？不远，就在明苑花园。哇，挺不错的嘛，那里的环境很好，交通方便，离咱们店也不算远。你老公在哪家公司高就呀？能在管城买房，还是在明苑花园那种高档小区？他的收入肯定很高，月供多少？需要你帮忙还房贷吗？彤彤，他要是让你帮忙还房贷，你得让他往房产证上加你的名，否则太吃亏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们俩感情不好，离婚的话，那房子是他婚前的，你分不到。你倒是和我姐想的差不多，房子是他全款买下来的，不用还房贷，我没有花一分钱。不好叫他往房产证上加我的名。夫妻感情好的话倒是无所谓。彤彤，你知道管城的千亿富翁吗？我认识最富有的便是你们家。关城有千亿富翁吗？就算有我也不知道。深夜，战水桶在保镖的簇拥下走出自家公司旗下的门。大少爷，是回庄园里还是山顶别墅？去明苑花园，我新买的那辆商务车记得给我开过去。对了，你们大少奶奶芳名是？大少奶奶姓海，单名头，今年25岁，大少爷可得记牢了。谁啊？半夜三更的不睡觉，敲我家门干什么？战先生，是你呀？那个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，见你不在家，以为你今晚不回来，才会把门反锁。家里就我一个女人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便拿了你一双拖鞋放在屋门口，那样别人看到咱们家有男人的鞋，知道屋里有男人，不敢做什么。我是说过让你不用管我，但这是我的家，你把我拒之门外，我很不爽。战先生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下次我会提前打电话问你回不回来，你不回来，我再把门反锁。我出差的话会提前告诉你，没有告诉你的话，我就会天天回家，不用打电话。我工作很忙，没那么多时间接你无聊的电话。哦，那个战先生，你要不要吃宵夜？我从不吃宵夜，会长胖。战先生的身材很好，很晚了，那我先回房睡觉。你去睡吧。上期说到，千亿总裁闪婚的第一天回家里被关在门外，美丽娇妻急忙解释：战先生，我打包了早餐回来，过来吃早餐吧。你不会自己做饭吗？会呀，我烧的菜还特别好吃。外面买的早餐，特别是路边的那种简易早餐店不太卫生，以后少吃，自己会烧菜做饭就自己在家里做着吃，卫生安全。你看过你自己家里的厨房吗？比你的脸上还干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就算是5星级酒店的大厨，没有厨具，没有食材，我也烧不出满汉全席来。你要不要吃？战水桶顿时哑口无言，肚子也是饿。为了不让老婆看出他的破绽来，便在餐桌前坐下。你都买回来了，我不吃便是浪费，偶尔吃上1次2次也吃不死人。昨天我搬过来时看到了这情况，就在网上下单买了不少厨具，等东西都收到了以后，我再买菜做饭，不会再让你吃路边摊的。我们家里也还缺很多东西，我能不能都按照我的计划去置办？咱们既然领了证，便是夫妻，这是你的家，
你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，只要不动我房间就行。好，对了，昨天奶奶说叫我周末跟你回你家里吃饭，见见长辈。周末再说吧，我得看看我有没有时间。没时间的话，我叫奶奶带着我爸妈过来，你们见见面，吃顿饭便是。你要买东西需要钱，这张银行卡就给你使用，以后这张卡里面的钱就给你当家用。我每个月发工资后就往里面打钱。不过你以后买了什么东西都记个账，我不介意你花多少钱，但我要知道你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。战先生，这个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也住在这里，房子是你买的，我住进来便省去了房租，这个小家的花费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全出了。家里要置办的东西所需要花的钱我出吧，除非是买超过2000元的家件，我会跟你商量一下，你看着给一点就行。我知道你开着店，自己还当着老板，那店能赚多少钱？既然你说这个家是咱们的家，你有份我也有份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一个家庭的所有开支？拿着吧，你不喜欢记账就不记账了。跟你说的买车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帮你首付买一辆？以你的收入，供一辆车是不成问题的。家里离我的店也不远，我骑电瓶车也是可以的。管城的交通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容易堵车，开着4个轮的车还不如我2个轮的呢。有车还是更方便一点。周末你还可以开着车带着你姐和外甥来个短暂的周末游。迟点再说吧，咱们刚结婚，彼此间都不熟悉，就花你那么多钱买一辆车，我浑身不自在。其实我自己的存款也够买车了，但我更想买房，有了房才有家。我不是你们男人，男人更喜欢买车。对了，我姐想见你，不过我跟我姐说你最近出差了，迟点再带你回去见我姐。战先生，我先去我姐家里看看，然后直接回店里。你今晚大概几点回来？给我发个信息，我给你留门。除了出差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回来，要是出差我会提前告诉你的。好的。海童，这张银行卡你拿着，刚才我说话的口吻不太好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海童看了他片刻，觉得他这次真诚了很多，这才接过了银行卡。我走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杨叔，等老夫人起来后，你跟老夫人说，这个周末带上几位先生和太太们来明月花园这里吃饭，老夫人会明白怎么回事的。姐，彤彤，你过来了，吃早饭了吗？我在下面条，顺便也给你下一碗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姐，你面条煮了吗？没有的话就别煮了，我给你和洋洋打包了早餐上来。还没有呢，早上起来得晚了。哎，洋洋昨天发烧了，我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。你姐夫都去外面吃早餐了，出去前还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我整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干，就是带孩子，也不知道早起给他做早餐。洋洋怎么会发烧的？退烧了吗？等会也要带他去看看医生。姐夫也真是的，孩子生病他不帮忙就算了，还要骂你。姐，我搬出去了，姐夫还坚持要跟你 AA 制吗？我等会儿就带洋洋去看看。你姐夫还是坚持要跟我 AA 制，说我天天只知道花钱，不知道赚钱，不知道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。既然是一家子，让我也要承担家庭的开支，这肯定是他姐教他的。我那个大姑姐嫁了人，还老是管着娘家的事。以前你姐夫对我可好了的，就是被他大姐教坏了。姐，要不就送洋洋上幼儿园，你重回职场赚到的钱不会比姐夫少。我也想去上班，可是你姐夫说要等洋洋3、4岁再送幼儿园。姐，你说我姐夫会不会在外头有人了？应该不会吧，他的收入我很清楚的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养小情人。可是姐夫对姐的态度越来越不好了。姐，你还是得为自己的以后打算，不能再在家里当个没有收入却不被理解体谅的全职妈妈了。再说吧，彤彤，你别担心，姐姐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你怎么样？我妹夫出差什么时候回来？还要一段时间，他是在大集团上班的，工作非常忙。海玲又细细地问了一遍，妹妹在新家的生活，确定妹妹过得挺好的，她才放下心来。彤彤，你来了，晚上有空吗？我每天就是2点一线，店里和家里，你有事吗？晚上有场宴会，就是上流社会的宴会，我有名额，你要不要一起去见见世面，开开眼界？那不是我该混的圈子，不想去。其实我也不想去，还不是我妈拜托我姑妈给我弄到了一张邀请函，每张邀请函都可以多带一个人，我就想到了你，彤彤。好，彤彤，你就陪我去见见世面吧，不是陪我去应付一下，免得被我妈念叨到耳朵都起茧了。
阿姨又催婚了。天底下的妈妈都是一个样的，女娃养大了就天天催婚，好像我在家里吃了她很多米似的。我自己也能赚钱，经济独立，日子过得潇潇洒洒的，干嘛要找个男人呀？自己过得不香吗？就算嫁也嫁同层次的，我才不想嫁豪门呢。虽说我姑姑现在在那个圈子里混得很开，那也是熬了几十年的。她刚嫁入我姑父家里时，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呢。以前她回娘家时，总是私底下跟我妈哭，其中滋味她最清楚。彤彤好不好？就今晚我们去应付一下，也算是开开眼界。我姑姑说，今晚这场宴会会有很多的青年才俊参加，都是管城数得上的商界大佬，富二代、富三代的。咱们不是去钓金龟婿，去见识见识也好呀。我告诉你，宴会上有很多好吃的。海童被沈小军软硬兼施磨了一个小事，打电话给姐姐，问过外甥没有什么大碍，最后才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上期说到，千亿总裁向海童道歉，海童才肯接受总裁给的银行卡。两姐妹长谈，海童发觉姐夫有出轨的迹象，好闺蜜约海童参加豪门宴会，这里面会发生什么？会偶遇战少吗？姑姑，小军来了，我带你们进去，等会儿进去了你们俩就多看，少说话，适当的时候我再介绍人跟你们认识。彤彤，你向来比小军稳重，你多看着小军，别让他闯出祸事来。关城大酒店是首富家众多酒店之一，他们家的少爷们今晚也有可能会在宴会上露面。小军，你要是能得到首富家少爷们的青睐，那真是我们沈家天大的福分了。首富家低调不说，家风又是极好的，没有那么多争权夺利之事，主要是他们家的男人都很靠谱，很少在外面养情人的。你表妹还小，还不可能嫁人，否则这等好事姑姑肯定是优先考虑你表妹的。姑姑，管城首富家的门槛比我还高呢，我就不做那等白日梦了。首富家姓什么？姓战的。姓战的挺特别的嘛。沈小军看了一下海童，海童知道好友的意思，笑了笑没说话。他家战先生虽然也姓战，感觉就是同姓而已。战家虽是首富，但人家门槛一点也不高，只要人品好，能得到他们家男儿的喜欢，长辈们都不会挑剔的，特别的开明。你们俩先进去，姑姑看到熟识的人了，去打声招呼。咱们跟那些太太小姐们不认识，去打招呼，人家也不会搭理咱们。彤彤，我们吃吧，咱们也就是来开开眼界，看看上流社会的宴会是什么样的。阿姨要是知道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吃的，能气嘎？就我这样的条件，我哪敢笑想今晚出现在这里的青年才俊。我姑姑简直就是做着白日梦，还妄想着我能被首富家的少爷们看上呢。彤彤，你看看我是国色天香还是风华绝代？就我这种小清秀就想入的首富家少爷们的眼，呵呵，亏得我姑姑敢想。咱们别管他们想什么，赶紧吃。管城大酒店诸多美食，我以往来这里吃过饭，不过有些菜都不敢叫的，太贵了。今晚正好都尝一尝。托你的福，我也能尝尝。忽然，满酒店的人都看向了门口，现场也变得安静了。小军，他们怎么都不说话了，全都看着门口，谁来了？不知道呢。海童与沈小军往酒店门口看去，可惜的是现场太多的人，两个吃货根本就看不清楚是谁进了酒店。战水普一身西装革服，在一帮保镖的簇拥下走进了自家的大酒店。不用看了，那么多人，咱们也看不到，还是继续吃吧。彤彤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找我姑姑问问刚才是谁来了。这么大阵仗，简直像皇帝驾临一样。大少爷，我好像看到大少奶奶了。他怎么在这里？盯着他，别让他看到我。还有他和谁一起来的？都与些什么人接触？偷偷的拍下来。在战水桶的心里，海童还没有脱离心机女的嫌疑。他猜测海童出现在这里是想攀高枝，爬得更高。怎么样，问到了吗？问到了，是战家的大少爷来了，就是战氏集团的当家人。不过我没见到战大少爷，人太多了，他身边又跟着一班保镖。我姑姑很可惜地告诉我，说战大少爷不喜欢异性接近他，每次参加宴会，保镖们都围在他的身边，挡住一切想与他搭讪的单身女性。哦，彤彤，你闪婚的对象也是姓战的，你说真的没有关系吗？这姓战的人并不多吧？首富家又是姓战的。你小说看得太多，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都多了去，更不要说同姓的。你看某首富姓里的呢，难道所有姓里的都是他家里的人？嘿嘿，也是。
我家那位就是纯粹的打工人，他开的车很普通，也就12、13万。你说战家少爷会开这种车吗？你呀，别老是乱猜测。话说战大少爷那样抗拒年轻女星靠近，他是不是个弯的呀？他结婚了吗？没听说他结婚的消息。虽说咱们是底层人，但战大少爷是战家的当家人，他要是结婚，婚礼肯定会轰动整个管城的，网上、报纸上都会有他大婚的消息。咱们都没有吃过他的瓜，想来还是未婚吧。你这样说，我也觉得他有可能是有点问题。那么优秀的男人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很不正常。有钱人的想法咱们猜不透，吃吧，咱们吃饱喝足了就溜了。君姐，念生，来坐。海彤姐，你不喝酒吗？我很少喝酒。海彤主要是酒量不好，不敢随便喝酒。那喝杯牛奶或者果汁，我帮海彤姐拿一杯过来。念生，不用去了，我已经吃饱喝足，再也喝不下去了。君姐，你和海彤姐就在这里坐了一个晚上吗？我妈的意思是介绍你认识几位不错的男人，结果每次转身想找君姐的时候，都发现君姐不在身边。我妈又和那些太太们一起，不好走开，便让我来找找君姐。念生，你君姐，我对那些青年才俊真不感兴趣。我和你海彤姐就是过来开开眼界，来品尝这里的美食。真不愧是号称7星级的酒店，这里的美食特别好吃。现在我们俩也吃饱喝足了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念生，我和你海彤姐先走，你跟我姑说一声。君姐，你这就走了吗？宴会才进行到一半，时间还早呢，起码的深夜11点才能结束。我们明天还得开门做生意呢，不能待到深夜11点才回家。其实迟点再开门也是可以的。那可不行，我们就是赚早中晚3次的生意，错过了早上少赚不少钱呢。念生，你好好玩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。虽说你还年轻，不过恋爱也是可以的了。君姐，我刚大学毕业呢，等我工作几年再考虑结婚的事。男孩子不用太着急，念生也才22岁吧，过2年再考虑也是可以的。认识念生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，转眼间就这么大了。君姐，你没有开车过来吗？姑姑安排了车子过去接我们俩来的，我们回去叫辆计程车就行。念生，你进去吧，跟我姑说一声，我们俩先走了，祝你玩得开心点。张念生目送2位姐走后，他才转身往酒店走。在酒店门口遇到了刚从酒店出来的禁足者，张念生本能地停下来让路给战水桶。张少爷，站上。张少爷刚刚是。海彤陪闺蜜参加豪门宴会，碰巧被老公保镖看见，却被老公误认为心机拜金女。最后战少发现，竟然有人喜欢自己的闪婚老婆。张少爷，站上。张少爷刚刚是。刚刚是我送我2位姐姐出去坐车，刚回来。战水桶嗯了一声，便从张念生面前走过，一副他就是出于礼貌和张念生打招呼的样子。大少爷，回哪里？去明苑花园吧。让战水桶意外的是，他竟然比海彤早到家。战水桶盯着一张相片，眼神也渐渐变得深沉冰冷。张念生偷看海彤的一幕被保镖拍下来了，他也看出来了，张念生喜欢海彤，他竟然有情敌。战先生，今晚不用加班吗？回来这么早？是的。我买了好吃的零食，你要不要吃？我不要，你自己吃吧。战先生，你今晚不用加班，那明天能否早一点起来？有事。我明天想让你开车送我去市场的花店买些盆栽花回来，放在阳台上养着，你有车方便点。几点？6点可以吗？顺便买些家里的日常用品回来。好，你们店今晚这么早关门？我今晚没有在店里，朋友要参加宴会，让我陪他一起。对了，战先生，我问你件事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？你说。今晚的宴会是在关城大酒店举行的，听说关城大酒店是首富家的，而且首富家的大少爷今晚还来了，听说也是姓战。战先生跟首富家没有关系吧？500年前是一家。我就知道你和首富家是不沾边的。你不想我和他们家有关系？现在是晚上了，别做白日梦。你要是和关城首富的战家有关系的，你会娶我这个陌生人吗？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，战家的门槛比我还高，哪怕你是旁支的旁支的旁支，我都觉得是高攀了你，相处起来就不自在。你们没关系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同一层次的人，没有心理压力。听奶奶说你是在大集团上班的，你听说过战少吗？就是首富家的大少爷，今晚他来了，就像帝皇驾临一样，众星捧月的，大家都围着他。
我和小军踮起脚都看不到他的样子。战水桶抿唇不语，就是看海童的眼神变得更加的深沉冰冷，而海童却没发觉战水桶异样。他们说战少身边总是带着一班保镖，不允许年轻的女性接近他。小军打听来的消息说，战少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传过绯闻，应该是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吧。战先生，你说战少一个老男人，一把年纪了还未婚，是不是有问题，或者性取向有问题？战水桶差点被他的话惊得咬到了自己的舌头，使劲地瞪着海童，竟然当着他的面质疑他性取向有问题。他的瞪视在海童看来就是惊讶，就他那排场，又不许年轻女性接近，他不就是不喜欢女人吗？不喜欢女人便是有问题了，怪不得一把年纪都还没有结婚。有钱人的世界，咱们小老百姓不懂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老男人，还一把年纪了？他不喜欢年轻女性接近就是有问题了。他是战家的当家人，能成为家族接班人，都是成熟沉稳的，至少都有35岁以上，已经人到中年。对于我这种年轻的女性来说，不是老男人是什么？你对战大少爷很感兴趣？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就是第一次近距离听到大总裁的八卦，心多嘴多猜测的多说了几句。沈姑姑倒是很希望小军能得到战少的青睐，不过小军也不想嫁入豪门，一入豪门深似海。好了，很晚了，我去洗澡。战先生，你也早点睡。隔天清晨6点，战印就被语音电话吵醒。战先生，你醒了吗？我们约好了6点去花店买花的。醒了。那我等你，你快点。好。昨晚答应了海童，现在就算还困着也要迅速的起来。战水桶一直看着他挑选，看着他和花店老板讲价，一盆50元的花能被他砍去1半的价，还有本事令老板觉得不卖给他就卖不出去的样子。战水桶看得新鲜极了。还需要买什么？车已经塞满了，要经营一个家也不是1天2天的事，我有空再慢慢购买布置。我们先回去，等会儿我得去我姐姐家里一趟。战先生，周末奶奶和你爸妈他们过来，我能不能跟我姐说一声，让我姐和姐夫也过来一起吃顿饭？我的家长就是我姐和姐夫了，咱们领了结婚证，甭管我们有没有感情，既然见家长，也得让双方的家长见见面吧。理应如此，你跟你姐说一声吧，就周6过来跟我爸妈他们见见面。好。怎么了？阳台太大，这点花摆不出我想要的效果。你想要怎样的效果？像个小花园吗？是的。你要去你姐家里了吧？你先过去，我再去花店买几车盆栽花回来。你不用上班吗？先去上班吧。我可以晚点去的。海童掏出那张银行卡递给战水桶，叮嘱他，你要跟老板讲价，砍1半价就差不多了。我这里还有钱。海童看了战水桶2眼，便也不跟他坚持了。海童走后，战水桶用手机对着阳台拍了个短视频，然后发给了战家庄园的花园管家辉伯。辉伯很快就打了电话过来。大少爷，辉伯，你看到视频了吧？把这个阳台布置成一个小花园，你看看需要多少盆花，然后你在花房里挑些便宜的，以开花的，开的花朵繁复又大的那种，给我送到明月花园，在今天傍晚之前送到。还有，记得开一张收费清单。上集说到，去参加宴会的海童回到家，与战水桶一起谈战少的事情，把战水桶气得不轻。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这对闪婚夫妻慢慢的有了爱情，一起布置起了小家。小姨，洋洋，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，快来看，小姨给你买了什么？车。彤彤，你又乱花钱了。我给我外甥买个玩具，怎么就是乱花钱了？姐，战水桶过2天就能回来，这个周6他爸妈过来，你和我姐夫也在那天去明苑花园一趟，跟他家长备见面。你跟姐夫说一声。妹夫出差回来了。他说周5晚上就能到家。为了给妹妹的婆家留个好印象，海玲买了身比较上档次的衣服，也帮丈夫买了一身。刚走出服装店，她就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。喂，老公，你又买了什么？一下子花了1000多，这个月的生活费都被你花掉了大半。我告诉你，生活费也是 AA 制的，你今天花掉了1000多就算你的，后面钱不够用了你自己想办法。彤彤说妹夫周5就能回来，周6两家的长辈聚一聚，见个面。我是彤彤的姐姐，总要给亲家留个好印象的，就买了套新衣服，也给你买了一套新的西装。红林，这个周末我们不回你妈家里了吧？见家长是要穿得好一点，你以前的衣服不能穿了吗？还乱花钱。周经理，
海玲，我先忙，你赶紧回去做饭，别等我下班回到家还没有饭吃，都不知道你一天天在家里做什么。周经理，这份文件你看看，没问题就签个名。叶子，我昨晚谈完生意后，回家的路上经过金店，就进去给你挑了一条金项链，你看看喜欢不？周经理，谢谢你，这条项链我很喜欢。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没人的时候就叫我红玲。周红玲又在叶嘉妮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悄悄话。你家里还有个娇妻，又有个爱子呢，咱们说好了，就是精神上恋爱，不做其他事情的。别老跟我提他，要不是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早就和他离婚了。海玲目前还不知道，其实丈夫早就和小秘书勾搭成奸了。她只知道丈夫有个秘书，就算在电话里听到了秘书甜美的声音，她也没有多想，只因为她没有留意路边，推着童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豪车。凑巧的是，车主回来了，看到这一幕，他快步走了过来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留下你的联系电话，等我的车重新补了漆后，喷漆花费了多少钱，我再找你报销。先生，对不起。事情已经发生，说对不起也是于事无补，以后走路小心点。刮花我的车你要赔偿，万一撞上你的宝宝，你就是心疼了。是我的错，我以后会小心的。先生，你说你的号码我打给你，等你的车修好了，花了多少钱我都会赔偿给你的。男人报了他的号码，海玲打过去，等响铃后，海玲才挂断电话。你贵姓？免贵姓海，我叫海玲。行了，你先走吧。海玲再次道歉，就赶紧推着儿子离开了现场。这个时候，一辆豪车缓缓。东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下车买点东西，不想被人刮花了我的车。没有抓到刮花你车的人吗？需要我帮你揪出那个人吗？不用，我要了他的号码，等我的车修好了再找他索要赔偿，在管城，让他也逃不出我陆东明的手掌心。蘸水桶听他这样说，开车扬长而去。转眼又是傍晚，海童接到了姐姐。彤彤，姐想了一天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跟你说了。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上午去逛街的时候，推着杨洋坐的童车不小心刮花了一辆迈巴赫，我所有私房钱估计都不够赔，我也不敢跟你姐夫说，即使说了，他也不会帮我收拾残局的。姐，你先别急，那车要修多少钱？现在还不知道，车主索要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说等修好了车再向我索赔。姐，你和杨洋没事就好，不管修车要多少钱，我们都赔，我借给你，你别担心。彤彤，姐太没用了，竟然闯下这等祸事。姐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别难过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小军，我有急事，我得回家一趟。行，你也别着急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海豚赶忙去了姐姐家，安慰了姐姐一个晚上，直到深夜才回到家。怎么回来得这么晚？我姐出了点事。你姐出什么事了？她上午逛街时推着杨洋的童车不小心刮碰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豪车，刮花了车身，修车钱估计要不少。我姐这几年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她担心赔不起对方的修车钱。该不会是大姨姐撞上了陆东明的车子吧？她撞到的是什么车？修车费要很多吗？我姐说是迈巴赫，刮花了车身，应该要不少钱吧。战先生，很晚了，我先回房休息了。海童，你姐的事能解决的，要是你们的钱不够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可以借一点给你姐。战先生，谢谢你，等对方的维修费用出来了，看看我们凑的钱够不够赔吧。要是不够，我再替我姐向你借一点。很晚了，你去休息吧，别想那么多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你也是。东明，没打扰到你休息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基本上要凌晨2、3点才会睡的。怎么了？想请我喝酒？来我家，我收藏的那些美酒拿出来给你喝了。你那车补漆花了多少钱？刮花的不算严重，也就花个100把块钱就可以了。你没有报保险？一点小问题就懒得报保险了。水桶，你怎么忽然问这个问题？上午刮花你车身的那个女士是我奶奶救命恩人的亲姐姐，姐妹俩相依为命的。那个女人现在是个家庭主妇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刮花你的车后，担心赔偿赔到破产。这么巧呀，居然是你奶奶救命恩人的姐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奶奶很喜欢她的救命恩人，经常去找人家聊天，见她的恩人心情低落，我奶奶就关心地问了原因。那个姓海的女人就说了，
还真是姓海的呢。乱花我车身的那个女人叫海玲，你奶奶的救命恩人叫什么？海童。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亲姐妹了。既然是你奶奶救命恩人的姐姐，那我就不跟她计较了。那点小钱我也看不上，就是我是受害者，要是摆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，让她1分钱都不用出，她不会吸取教训，说不定下次还会不小心撞上别人的车呢。既说要给她的教训，钱不是很多的话，就让她赔偿吧。我想着，要是花了很多钱，就让你看在我奶奶救命恩人的薄面上打个折，让她少赔一点的。没花多少，就是万把块钱，那我让她赔偿1半钱吧。像她那种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主妇，让她赔个几千块钱也是割她的肉。她能记住这一次的教训，以后在路上行走就会注意安全，不会乱撞别人的车。东明，谢谢。一点小事情，谢什么呀？话说你奶奶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叫海什么来着的女孩子，虽说她救了你奶奶，那可以给她一大笔报酬，用不着经常来往的。战奶奶却是经常去找人家聊天，还为了她让你来找我说情。我奶奶就是在变相指责我们这些当孙子的不孝，个个都没有时间陪她老人家。老人家都是这样，我奶奶在的时候也天天催婚，那会儿我们兄弟几个都觉得烦透了，连家都不想回。可当我奶奶走了后，我们倒怀念起她老人家的催婚了。你被催婚很正常，35岁了，四舍五入的话就是40岁，再不结婚，等你孩子出生，你都老了，别人看到你们父子一起，会以为你在带孙子呢。哈哈哈，那我就把儿子当孙子来养吧。战先生，你找的这些花都太漂亮了，你办事真的非常好。以后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就跟我说一声。好的，你在哪家花店买的这些花卉养得很好。我跑了很多家花店，不记得那些花店的名字了。对了，海童，你姐的事不用过于担心，你姐刮花的车子是我们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的车，我昨晚想起来就跟陆总联系了一下，他说他那车的维修费也就是万把块钱。你是怎么确定是你们公司客户的车？昨天上午陆总去我们公司是我接待的，陆总当时看到他的车身被刮花了，我问了几句，陆总告诉我说是给一个带娃的女人用小孩手推车刮花的。昨晚你跟我说起的时候，我想着会不会那样凑巧，便打电话问了陆总，你姐是不是叫海玲？陆总说他要了你姐的电话，等维修费出来了再联系你姐，让你姐赔偿。我姐是叫海林，这么说是真的，那么凑巧，战先生，陆总真的说维修费只要万把块钱。我问他，他是这样说的。这时海童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姐，我正想打电话给你，你的事我昨晚告诉你妹夫了。很凑巧的是，那位车主是战水桶公司里的一位客户，你妹夫帮我们问过了，维修费1万多元。姐，你能拿出来吗？1万多块我还是能拿出来的。你平时给我的生活费，你让我存了1半，起来不告诉你姐夫，足够赔对方的维修费用了。我打电话给你也是说这件事的。那位车主今早凌晨2点多给我发的信息是给我一个账号，让我往那个账号里打9000块钱。我起来看到后就赶紧跟你说，免得你担心。现在看来，那位先生没有让我全都赔了，估计就是看在妹夫面子上了。海童，既然姐姐的事情解决了，那我就先去上班了。好，对了，昨天晚上奶奶和我打电话说明天来的人不少，所以买的菜会很多，我一个人去怕是提不回来。明天早上你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去买菜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像那天一样，我明早给你打电话。清晨6点，战水桶就被海童的语音来电吵醒。给我10分钟的时间。好，我做了早餐，你等会儿出来就吃，吃完了咱们再出门买菜。你几点起来的？5点多吧，你快点，别一会回来迟了，让奶奶他们等就不好了。见家长，海童非常重视，这让战水桶很是满意。尝尝我做的早餐，我姐说我做的早餐很好吃。卖相不错，看着挺有食欲的。战先生，你穿多大码的衣服？改天我去逛街，给你买几身其他颜色的衣服。你本就长着一张严肃的脸，老是穿这个颜色的，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。我的穿衣打扮你别管。对不起，我越轨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，我不该因为自己的不喜欢让你改掉你的喜好。我吃饱了，走吧。海童做事细心，他早就把今天要做的菜式定好，拿着列好的购物清单，买起来便快速很多。
海童在生活上的一言一行，蘸水桶还是打了高分的。海童，你们在家里吗？我们到楼下了。奶奶，我们去市场，刚回来，你在楼下等等我们，我们很快就过去的。你和水桶去了市场？去买了点菜。水桶平时忙于工作，长这么大都没有逛过菜市场，是该带他去逛逛的。海童，你要让水桶帮你拿东西，他力气大，你别累着自己。奶奶，谁才是你的亲孙？奶奶放心，我不会累着自己的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好，等会儿见。战先生，走吧。在我奶奶他们面前，你别叫我战先生，叫我水桶吧。行。很快，老太太他们便看到了小夫妻俩回来，夫妻俩并肩走着，那画面还挺和谐的。嘿嘿，老九，奶奶，我忍不住了，让了我再笑一回。大嫂应该让我大哥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背后再背一个胖娃娃的。你们都给我记住一点，别暴露了咱们的真正身份。海童，不知道的，特别是你们。老大，你们夫妻俩等会儿就说，你们没有退休金的，就在家里种点菜养点花，偶尔能赚点生活费。来时说好的都给我记住了。要是穿帮了水桶，要找你们算账，别向我求救。奶奶。小夫妻俩走了过来，海童含笑着和众人打招呼。海童，你该改口叫你丽荣伯做爸，叫你唐姨做妈了。爸妈，奶奶，我们先上楼去吧，外面热。海童，来，让水桶帮你介绍一下。你们几个向你大嫂自我介绍便是。由战二少开始，一直到战九少，个个都恭敬地叫了海童一声大嫂。海玲和周红玲比战家人稍晚到。战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海童的姐夫。姐夫、姐，你们来了。好，很好，海童找了个好人家。姐姐与姐夫到了后，海童便开始忙着中午饭。战先生，我自己来就行，你去外面和他们说说话。在我家，奶奶他们自在得很，不用我陪着。那你跟我姐夫聊聊呀。我跟姐夫话不投机。既然话不投机，那就算了。老三能说会道，有老三和姐夫聊天，姐夫不会觉得被我们冷落的。战家三少是个笑面虎，跟谁都能聊得来，算计人也在谈笑之间。那你就给我打下手吧。大家尝过海童的厨艺后，都赞不绝口。热闹了一整天，两家家人都走后，这个小家才得以恢复安静。我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下次聚餐就去酒店吃，省事。这样不好吧？虽然累了点，但在家里吃开心。放心。奶奶跟你说了什么？奶奶问我们俩是不是分房睡，说我们俩领了结婚证的，让我大胆点，主动点。奶奶还说希望明年能抱到曾孙女，特意强调的要曾孙女，说我们俩要是生不出女儿来，就一直生，直到生有女儿为止。奶奶更说生女儿重重有奖，她老人家会把她毕生的积蓄奖给我呢。你爷爷那一辈有没有女儿？我太爷爷那一辈只有个女儿，就是我太爷爷的妹妹，但却短命，不到5岁便意外夭折了，往下几代都没有女儿。怪不得奶奶那样大方，说要把她毕生的积蓄都给我呢，原来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。海童这句话却让战水桶想多了，认为他是冲着奶奶的资产而来的，绷着脸回自己房间去了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莫名其妙的，是你要问的，我回答了，又给我脸色看，冷冰冰的，真被你冻成了冰雕。海童也懒得理他，去了阳台。很快，战水桶也出现在阳台上，把2张纸递给他。什么呀？战水桶不说话，拿过那2张纸。海童看了看内容，赫然是一份协议。海童只记住主要的几点：夫妻不同房，不会做名副其实的夫妻，还有就是尚若半年内2个人还是无法培养出感情，就离婚。他愿意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转让给海童，那辆商务车也一并转给他，还特意强调不许他打老太太私产的主意。海童，我们虽是夫妻，但我们是没有感情基础，我觉得我们该签份协议。你放心，除了协议上的这些，其他的都不变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奶奶的积蓄，我有手有脚，能养活我自己，不必啃老。战先生真的是老天爷的亲儿子，你这样的外在条件认第2都没有人敢称第1了。五官帅气，身材也爆，这份冷冽的气质，有些人见了会怕，但有些人见了却会心生征服欲。不过战先生不是人民币，不会人人都爱你，放心吧，我不会爱上战先生，
也不会想着占你便宜的。你这份协议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。今天你也累了一天，早点休息。你也是，我在这里坐一会儿赏赏花。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，拥有一个小花园式的大阳台，如今实现了。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。他一点也没有把协议的事情放在心上，嫁给我难道他真的没有企图？一切都是我多心了吗？我出去一趟，不必等我，给我留门便可。我也没有等过战先生。战水桶感觉他的回话就是在打他一巴掌。我出去一趟，不必等我，给我留门便可。我也没有等过战先生。战水桶感觉他的回话就是在打他一巴掌。战水桶晚上与海童吵了几句嘴，随后去了陆家找陆东明喝酒。战水桶最后是被保镖接走。你好，我是代驾的，你家先生喝醉酒了，我送他上来。先生，谢谢你。你咋喝了那么多酒，满身的酒气？你的协议里有提及，你的房间是我的禁地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自己进去，先别洗澡，明天起来再洗。现在你醉成这样，我怕你洗澡能把自己淹嘎在浴缸里。隔天战水桶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，走到了餐桌，以为等待他的会是热气腾腾的家常便饭，谁知道海童只在餐桌上给他留了一张纸条，告诉战水桶他回店里了，让战水桶自己解决一日三餐。周末店里其实很闲，海童去店里是因为安静，能够把自己往店里的手工做好。彤彤，今天周日你怎么也过来了？平时你不都是带你外甥去公园玩吗？我的网店该上些新货了，你呢？怎么也过来了？别说了，被我妈一顿唠叨，我受不了就跑来店里了。阿姨又怎么唠叨你了？还不是怪我们那个晚上参加宴会不知道钓个金龟婿回来，现在我妈又让我姨给我介绍男朋友了，说什么让我今晚去什么咖啡屋相亲，大晚上的跑去咖啡屋相亲，要是喝一杯咖啡能香到天亮。彤彤，你今晚陪我去相亲怎么样？不去。我的好彤彤，答应我好不好？咱们是好闺蜜好朋友呀，你最讲义气的了，为了好友能两肋插刀的。我不讲义气的，你找能为你两肋插刀的人去。跟男方见面后，我请你吃宵夜。我自己有钱，我能自己吃宵夜，不用你请。彤彤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想跟你说说话，就来了。去了你们小家，水桶说你不在家，我便过来找你。以前听你说周末可以不开店的。奶奶，我网店有段时间没有上新货了，库存的都卖得差不多了，我得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做点新货出来。彤彤，你真的是心灵手巧。战奶奶，您喝水。谢谢君丫头，你今天也在店里呀？哎，还不是被我妈催婚，我躲到店里来静一静的。老师给我安排相亲，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消品一样。这不今晚又叫我去游艺咖啡屋相亲，我正求着彤彤陪我去呢。我能理解你妈妈的，我现在也头痛着我其他孙子的婚事呢，催还催不动的那种，让他们去相亲，没有一个人肯去的。彤彤，要不你晚上就陪君丫头跑一趟吧？啊？你和君丫头是好友，她去相亲你陪着她，帮长长眼也是好的，毕竟你已经是过来人。彤彤，你就陪我去吗？你不陪我去也行，帮我劝劝我妈，别老是安排我相亲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好，就知道彤彤最好的了。战奶奶，你和彤彤聊吧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。沈小军走后，老太太便摸出了一张纸递给海童。奶奶，这是什么？写给我的情书吗？贫嘴，这是水桶的生活习惯以及他的喜好，你看一下，有助于你们增加感情。彤彤，虽然你和水桶没有感情基础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，你们俩都卸下心防，用心去理解对方，相信你们会相互吸引的。海童心里想着，战水桶都让他签了协议了，半年后就离婚的了，他才懒得浪费时间去培养感情。水桶就是起床气重一点，有点小洁癖，其他方面挺好的。他起床气很重？除非他自然醒，要是谁打电话或者敲门把他吵醒，那人肯定要倒霉的，连我都不敢去撸老虎须。奶奶说的是真的吗？还是战水桶看在我们处于新婚阶段，隐忍着不发脾气？彤彤，昨晚你们俩有没有？奶奶，我是个女孩子，你让我去主动，我真做不出来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是夫妻，领了结婚证的合法夫妻，水桶不主动，你主动一点，奶奶想抱曾孙女呢。奶奶，我也不怕你生气，对着你孙子那张严肃的脸，
我啃它的话，就像啃着一根放在极冻里冻了1年的骨头，又冷又硬，不得把我的牙齿都啃掉了。奶奶，我和蘸水桶的事您老别操心，顺其自然吧。行，顺其自然。奶奶在你这转转，你忙你的。老太太在一旁看着海童，忽然觉得专心做着一件事的海童迷人至极，她便掏出手机来偷偷的拍着海童，拍好后便发给她的宝贝大孙子。当然蘸水桶不可能回应奶奶，专心做着一件事时，就会发现时间过得特别快。等海童把客人提前订的货都做出来后，已经是傍晚6点多。沈小军骑着一辆摩托车过来接水。君丫头，你怎么不开车去呢？我就喜欢骑摩托车兜风的感觉。现在这个点，各大主干道都是堵车的，我这样的出行方式堵车影响不到我。蘸奶奶，你吃过饭了吗？要不我也带上你，你老吃过的盐都比我吃过的饭多，帮我长长眼吧。我一说对方是在商事集团上班的呢。我和彤彤吃过外卖了，我二孙子马上就要来接我回家，就不跟着去当老电灯泡了，不够光不够亮，还会一闪一闪的，万一漏电就不好了。说曹操到，刚说大嫂，我来接奶奶回家。好，路上小心点，奶奶到家后给我发信息。说完，海童还把自己今天编织出来的2件工艺品送给了婆孙俩。你去哪里弄来的这辆车？王伯平时用来拉化肥花盆的，我跟他借来用，这样大嫂就不会起疑心了。我就说这辆车挺眼熟的，原来是小王的呀。水桶，奶奶嘴馋了，你现在去优异咖啡屋帮我买几样点心回来，那里的点心也是一绝，奶奶就喜欢他们家的。家里那么多人，奶奶让他们给你买就行了。咋地？奶奶还使不动你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等会儿吃不到优异咖啡屋的点心，我明天就去战氏集团当清洁工，捡垃圾收废品。蘸水桶满脸黑线。自从爷爷去世后，奶奶就像脱了缰的老野马一样，经常打扮得朴朴素素的在外面浪。这不给他浪回来了一个老婆。好，我去买。奶奶，你想吃优异咖啡屋的点心，我们可以拐道过去买的，不用让大哥跑一趟。你懂啥？奶奶，你又要整我哥了。再多问一句就整你。请问是蓝先生吗？你是沈小姐？我是。我在这里定好了位置，请进。沈小姐，我是在商事集团上班的，在公司里大小也是个领导，算是事业有成的精英人士。我希望婚后 AA 制。蓝先生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妈，以后再让我跟什么阿猫阿狗的相亲，我就剪了头发出家当尼姑去。不就是在商事集团上班吗？就那般高高在上了，又不是商事的总裁。海童对蓝先生也没有好感，反倒是他在那自说自夸。战英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了，没想到看到他的老婆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起喝咖啡呢。战英正想走过去，沈小军从洗手间出来了，然后他看到沈小军对那个男人说了什么。沈小姐，多坐一会吗？蓝先生，对不起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，以后都不要再见了。沈小军很直接的说了出来，拉着海童就走。走着走着，海童忽然停下来，不走了。彤彤，怎么了？我老公啊，在哪？詹先生，你别误会，我朋友小军来相亲，我陪他过来的。对，你别误会啊，都怪我，非让彤彤跟我过来的。早点回家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奶奶让我来这里买点心，她喜欢吃这里的点心。哦，那我回去了，你给奶奶送了点心后再回家吧，我给你留门。好。彤彤，你老公好酷好帅啊！冷酷还差不多，整天像个冰雕似的。别提他了，说好的，你请我去吃饭，走。奶奶，说好的，婚后你不能再插手我和海童的生活。我没有插手呀。奶奶特意让我去优异咖啡屋买点心，不就是让我目睹海童和其他男人喝咖啡，然后觉得我会吃醋。奶奶，我从不知道醋是什么味道，也不会去吃的。怎么都这么晚了，不留在家里过夜？我老婆给我留门呢。不知道醋的味道，还说没吃醋，我就等着你以后被打脸。这一定是奶奶出的主意，但奶奶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蘸水桶误会我吗？就算蘸水桶看到了也……不对，他的神情明显是吃醋了。蘸水桶是深夜才回来的，他回来的时候，海童已经在阳台睡着了。这时手机响了起来。奕晨，哥，你还好吧？你早知道奶奶要整我。哥，奶奶怎么整你了？我只知道奶奶打电话叫你去优异咖啡屋买点心，奶奶喜欢吃那里的点心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
你大嫂恰好就在优异咖啡屋相亲。什么？我大嫂去相亲？她这是给大哥你戴有那种颜色的帽子呀？你们俩才领证多久？昨天两家家长刚见面，一起吃饭，谈论着你们俩以后举行婚礼的事。转过身去，他就去相亲了。是陪他好友去相亲？哥，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一点？害我误会我大嫂。我就说嘛，我大嫂一看就是个很规矩的人，绝对不可能乱来的。我到的时候很凑巧，他的好友刚好去上洗手间，就他和他好友的相亲对象坐在一起。这还真是凑巧呀。奶奶就算是使唤你过去，也不能凑巧让你看到这一幕吧？我后来查了，友谊咖啡屋前不久被奶奶买了，现在奶奶才是那里真正的老板。哥，你的意思是说那里的店员盯着大嫂，恰好在大嫂的好友上洗手间，你刚好到了，然后让你误会大嫂在找下家。哥，你既然和我大嫂领了结婚证，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奶奶着急也是正常的事。奶奶就是想刺激你，让你吃醋。哥，你吃醋了吗？我从来不知道醋是什么滋味。那改天叫大嫂给你吃醋，尝尝醋的滋味。奶奶那样喜欢大嫂，哥，我觉得你早晚会沦陷的。大嫂除了出身，其他方面都很优秀，用铜丝编织的工艺品真的是一绝，太好看了。蘸水桶想起奶奶发给他的视频，海童专心的编织着工艺品，特别的迷人。他不承认自己反复的看了数遍，内心也得承认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不知道醋的味道，以后也不会知道。你还没睡？我准备睡的了，睡前想起大哥，就给大哥打个电话的，等会儿就睡了。我在阳台上坐着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你打电话说话把我吵醒了。夜凉如水，小心受凉。谢谢关心，战先生，我先去睡了。战水桶没有说话，看着他回房，心里不确定他有没有听到他和战一晨说的话，又听了多少。隔天吃早餐的时候，战水桶便知道海童听了多少话。要不要加一点辣椒，这样早餐会好吃点？不用，谢谢。我吃早餐的时候除了放点辣椒，还喜欢放点醋，酸酸的，挺好吃的。战先生昨晚跟谁说不知道醋的味道？现在尝尝吧，我帮你加一点。海童也不等他答应，就往他那早餐里倒了醋。吃吧。战水桶愣了一下，才拿起筷子吃了起来。味道怎么样？酸，好酸。这就是醋的味道，酸。战先生尝过了，以后不要对人说长这么大不知道醋的味道，人家会怀疑你的智商，连3岁孩童都不如。我一会去趟我姐家。对了，家里的水果我拿一点过去给我姐吃，可以吗？姐姐又不是外人，你想拿就拿，不用特意问我的意思。在这个家里，除非是大事情，否则你都可以自己做主。咱们不太熟，我都是住在你的房里，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是对你这个丈夫的尊重。我也不是伏解魔，什么好东西都往娘家搬的人，只是那天买的水果多了点，咱们夫妻俩又吃不了那么多，分一点给我姐吃，不然坏了反倒浪费掉。你做主就是。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往姐姐这里搬，姐要是想吃就会自己去买。家里就我和水桶2个人，我偶尔吃点，水桶不喜欢吃水果，放着也是坏掉，反而浪费了。他叫我给姐送过来的，还说姐不是外人。妹夫虽然话不多，但人很体贴，彤彤跟他好好的过日子。商小飞，给你2分钟时间，把你的车开走。战水桶，你等等。商小飞像是记起了什么似的，扭身就跑回他的跑车，从跑车上捧下了一大束鲜艳的玫瑰花。战水桶，送你1束花，你和我大哥是不对盘，但我就是爱你，我觉得我该向你表白，让你知道我对你是真爱。战水桶一手夺过那束花扔了出去，然后上了车。开车。战水桶，战水桶，我爱你，我要追求你。大少爷，张小姐的车。直接对过去。一倒是没有对过去，而是由后面的一辆保镖车对开了商小飞的豪车。把商小飞的车子对开后，战印的劳斯莱斯很快被战水桶，你把我的车对坏了，你得送我1辆新车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我会天天来找你讨要新车的。哟，今天的太阳是打西边升起来的不成？战总居然打电话给我，有什么好关照呀？商无痕，管好你妹妹。小飞怎么了？她纠缠我，现在还在我的公司外面，是你过来把她带走，还是我让人把她轰走？我马上让他大嫂去带她回家，就不麻烦战总了。战总，你忙。老婆，你现在哪里？
我在陪妈逛街，怎么了？你现在就去战士集团把小飞带走。这死丫头还真是跑去找战水桶，纠缠战水桶。战水桶什么脾性，能容忍他的纠缠？我现在就过去，你也别生气了。小飞就是想努力一把，要是失败了也能死心了，要是什么都不做，他会后悔的。战水桶不是他能掌控的，你多劝劝他，叫他死心吧。战水桶身边除了亲人就没有出现过年轻的女性，他就是个无情人，没心没肺的，怎么说小飞都听不进去。老婆，小飞就拜托你了。你忙吧，我现在去接小飞，带着她一起陪妈逛街吧。妈最近情绪很低落。商无痕忽然沉默了，他知道母亲情绪低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亲小姨至今没有半点消息。母亲这辈子最念叨着的便是他的小姨了。老婆跟妈说，只要小姨还活着，我们总会找到小姨的，就算小姨不在了，我们也会找到小姨的儿女的，让妈放宽心点，将来找到了小姨还得妈去辨认呢。我会的，你忙吧，我去接小飞了。无痕要是小飞不听劝，要不就让他试试吧。战水桶虽然冷了点，却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战水桶撞坏了我的车，正好给我赖上他的借口。大嫂，我既然迈出了这一步，就要坚定地走下去，不花上3-5年时间来追求战水桶，我都不甘心。大嫂，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大哥又是最听你的话，你帮我跟大哥说说情吗？不要干涉我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小飞，大嫂是很支持你追求你自己幸福的，但那是战水桶，战水桶在咱们管城是什么名声？出了名的不近女色的，你看过他身边有年轻的女性吗？况且我们商氏与战士也不对盘，你大哥和战水桶不能说是仇家，但也是对手，你见不得我好，我见不得你好的那种，这种关系的对手，大嫂怕你被战水桶利用，也怕你被战水桶虐待了。他不会虐待老婆吧？他们战家的家风那么好，战家的男儿宠老婆也是出了名的呢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大哥也是为了你好。小飞，现在不说这些，妈还在等着我们呢，先陪妈妈逛逛街，散散心。为了小姨的事，妈这几天都心情低落得很。妈和小姨都分开几十年了，小姨又不知道被人转送了多少手，那张相片说不定也无法保留下来，想找小姨如同大海捞针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找找的。海彤姐，真是你啊！我刚才看着你的背影很像，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念生，我这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然就不动了，电量还是满格的呢。海彤姐，我不懂修车，也不知道你这车是什么问题，要不我帮你打电话叫人来拖去修一修，你先坐我的车回家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大少爷，那个女的好像大少奶奶。张念生，海彤怎么和他在一起？送我去明苑花园。念生，今晚谢谢你。小事一桩，海彤姐已经说了好几次谢谢我了，真要谢谢我，改天有空请我吃饭如何？行，改天和你表姐一起请你吃饭。就不能只有咱们2个吗？也行，你怕你姐唠叨你是吧？张念生笑了笑，算是默认了。门被反锁了，战役是不是以为我在家？海彤语音电话打了半天，战役才接听。战先生，你睡了吗？有事。你把门反锁了，我进不去。我以为你今晚去住高级酒店。啥？战先生，你能先开一下门吗？不说话是吧？战先生想让我去住高级酒店也行，反正我随时都带着你给我家用的那张卡，我就去住关城大酒店刷家用卡。等着。战先生，你今晚说话阴阳怪气，夹枪带棍的，我想知道我哪里又得罪了你。有问题当面谈，别带着问题过夜，每天给我脸色看。要是天天把我挡在门外，我可以搬出去住。这房子是战先生的，你的房子你做主。你今晚是怎么回来的？什么？谁送你回来的？海彤，我们已经签了协议，只需要半年时间，我们便能离婚。你等我们离了婚再找下家不行吗？非要提前找？现在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你找下家就是给我戴那种颜色的帽子。虽然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可能爱上你，但是男人，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不喜欢戴那种颜色的帽子。郑先生长着一张喜欢胡说八道的嘴，该砸缘由不问，就靠你那脑瓜子胡思乱想，瞪什么瞪？比眼睛大，我也不见得输给你。我的车骑到半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动了，恰巧遇到了张念生，他是我好友沈小军的亲表弟，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比你长，可以说他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他帮我请人来拖车去修，再送我回来，我们行得正坐得正，光明正大的，怎么在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们俩反倒像是见不得光的那种。
都说自己内心黑暗的人，看别人也是黑暗的。战先生是不是在外面彩旗飘飘，让我头顶上变成大草原，所以就这样看我？战水统一时竟然无从反驳。战先生，当初领证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又不逼婚，用在这里为证后一副我占了你大便宜的样子吗？协议是你写的，我半句不提意见，你让我签我就签了。你愿意在离婚后分房子和车子给我，那也是你的事。既然你把我想成了心机女图你的钱，我不收下你的房子和车子，我还亏了呢。战先生总以为我想找好下家，婚内另找，给你戴那种颜色的帽子。上次我陪小军去相亲，你看到我和蓝先生坐在一起，也是那样想的吧？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在吃醋呢。放心，我不会吃醋。你刚刚那样子挺像吃醋的，浑身都冒着酸气，酸溜溜的，早餐里加醋的味道都不够酸。这是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，我又不喜欢你，更不爱你，怎么可能吃醋？你只要不是婚内另找，我管你和谁在一起。要说企图的话，这就是我对你的企图，图你有套房，可以让我免费入住，省下一笔房租，更能让我姐放心。我也不会婚内另找，用你刚才的话说，半年后咱俩离婚，你真要赔我房子车子的话，我就住着你给我的房子，开着你给我车子，光明正大的再去找，他不香吗？何苦被你说我婚内另找？海童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以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说，别像刚才那样反锁着门把我拒于门外。像你这种性格呀，以后娶了老婆是很容易闹矛盾的。要是你老婆也像你一样的性格，你们夫妻俩分分钟陷入冷战期，早晚得离婚。我娶的老婆，那你的性格为何与我不一样？你以后的老婆不会是我，我是说你以后的老婆。我没有喜欢的女人。正常，就你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看谁都在算计你的心态。你能娶到我为妻，那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娶了你，我家祖坟都起了大火，快要炸裂了。没见过这般自恋的女人。行了，解释清楚，咱们误会澄清，睡觉。海童，早上好。早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你要是实在觉得无聊，就去扫扫地吧，一会儿吃早餐。好。你不吃饭看我干啥？想看我就光明正大的看，不用偷看的。我知道我长得很漂亮，去选美至少能得个亚军。我以为你会说你能得冠军呢。为人要谦虚，就算有拿冠军的本领，也不能明说。等会儿我送你去店里。我到外面去蓝亮计程车就行。又不是很远，我送你到店里再回公司也不碍事。我在公司里是很自由的，晚点到早点走都可以。那行，吃完了就出门。上班高峰期容易堵车。就在这时，海童的手机响了。海童姐，早安！这么早就给姐打电话，有事吗？海童姐，你吃早餐了吗？我去接送你到店里吧，顺便请你吃早餐，要不你请我也可以。不用了，我快吃饱了，我自己做的早餐，等会我老公送我回店里，你不用大老远的跑过来。那好，海童姐的车子修好后，我让人给你送到店里去。海童刚放下手机，铃声又响起。海童，我是你大哥。海童，我是你大哥。你是我哪门子的哥？我没有哥。我是海志明，你大堂哥。有事？奶奶生病了，肝癌，所幸是早期，医生建议去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。你们姐妹俩都在市中心安了家，你清楚市里的情况，你去帮奶奶挂个号，安排安排。我们等会儿就出发，送奶奶去市里的医院。这样奶奶到了就可以马上入院治疗。听说要预交定金的，你记得把定金也交了。虽说你爸妈不在了，爷奶你们也有份儿的，多年来你们也没有给过赡养费，现在奶奶病了，你们姐妹俩就包了你奶奶的医药费，算是补上多年来的赡养费吧。海先生，我记得你比我大了12岁，15年前我爸妈车祸去世时，你已经22岁。当年爷奶分配偿款的时候，你可积极了，难道不记得我姐妹俩给爷爷奶奶的赡养费是一笔结清的吗？你们用爷爷奶奶分给你们的15万块钱建了一栋新房子，那10万块钱可是爷爷奶奶的赡养费，我爸妈用命换来的钱，你们享受了，还好意思指责我不给赡养费，好意思让我补上，也是，你们脸皮堪比城墙厚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呀？海志明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不管。别说我现在没有钱，就算有钱，我也不可能为那个老太婆垫上医药费。彤彤，你不要再接他们的电话，赶紧把他们拉黑了。这些人就是吸血鬼，你一旦妥协一次，就别想甩掉他们。姐，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彤彤，晚上叫上妹夫一起过来吃饭。战先生，
我姐说晚上去她那边吃饭，你有空吗？姐叫我们过去吃饭，总要给姐面子的，你答应姐姐就行。你和你老家的人关系很不好。是不好。我10岁的时候，我父母便出了车祸，双双身亡。我爸家的亲戚以及我妈那边的亲戚都没有人想着照顾我姐妹俩，但我父母的赔偿款拿到了，又一个个来分钱，兄弟叔侄这些是没有资格来分的，便去唆使老人家出头。我爸是排行第4的，我爷爷奶奶本就不太疼他，更偏爱着我叔叔伯伯，他们眼见赔了一大笔钱，为了多分点钱，他们当年说出的，以后他们养老送终都不需要我姐妹俩出钱出力，分走了60万，也签好了协议的。我父母离世前刚建好的2层楼房，爷爷奶奶也住了进去，说什么我父母不在了，那房子就是他们的了，说我姐妹俩都是女孩子，长大是会嫁人的，不能分房子地基什么的。当时我们年幼，没人帮，我们的房子就这样被爷爷奶奶住着了。我姐妹俩在学校放长假时才回去住一住，却要挨白眼看脸色，好像我们是回去跟他们抢房子似的。我姐说那房子的房产证是我爸妈的名字，等2位老人家100年后再回去打官司要回房子，绝不便宜叔叔伯伯他们。到时候打官司要是有用的找我，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一声，我认识很多当律师的人。谢谢，到时候真有需要再找你帮忙。你母亲的娘家就没有为你们出过头吗？我妈命苦，是被人收养的，还是被转手无数次，最后才被我外公外婆收养的，不是亲生的。想他们多尽心尽力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觉得把我妈养大了，还没有享受到我妈的福，我妈就嘎了，他们太亏了，赔偿款他们也要走了40万，我姐妹俩只余下20万，谁会替我们姐妹俩考虑，谁会替我们撑腰，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，一个个都生怕自己吃亏了，要不是村干部还有点良知，死活不同意，那一笔赔偿款我姐妹俩可能1分都拿不到。想起往事，2行泪从海彤的眼角滑落。如今我奶奶病了，说是肝癌早期，要来市里的医院住院，我那个大堂哥还好意思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安排，还叫我出医药费。治癌症的钱谁都知道，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就算我有我也不会出，凭他们当年那样对待我姐妹俩，我就不愿意出这笔钱，顶多就是给他1000块钱买点好吃的，多1毛都不会再给。要是不甘心，就1分钱都不要给，你给了钱，他们不会感激你，只会说你小气，说你不孝，给多了你自己又难受。明知道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就不要做了，管他们怎么说，当年他们不仁不义在先，别被他们道德绑架了。战先生，你说的对，我就听你的，1分钱都不出了，管他们怎么说我。你先去上班吧，到公司了给我发个信息。好。你的电瓶车呢？还是以后都由你老公来接送你？看得出来你们夫妻俩相处的还算融洽。还算融洽。我的电瓶车昨晚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半路上突然就跑不动了，好在遇到你表弟，念声叫人帮我拉去修了，他又送我回家，下次有空叫他出来，我请他吃饭，你作陪。一点小事情不用那么客气，小事情也是他帮了我，得请他吃饭，不用欠人情。那行，你什么时候安排好，我一定作陪，不用我出钱的事儿，我是最乐意去做的了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有急事吗？苏南，你能帮我调查一件事吗？瞧你说的，我都不知道帮你调查了多少件事，多一件不多，少一件也不少。想让我帮你调查什么事，尽管说吧。我奶奶整天唠叨我娶她救命恩人的事，我跟你说过的。怎么，你对你老婆感兴趣了？想我帮你调查一下她的过去？也不能说是感兴趣，就是觉得既然是夫妻了，总要知道她的一些事情的。你帮我把她的家庭背景查清楚就行。其实你可以通过相处，慢慢从她嘴里问到她的家庭情况。她近期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，我提前弄清楚前因后果，便可以帮到她。哈哈哈，这还是大名鼎鼎的战少吗？这么快爱上了，这么快就知道护着了。不管我爱没爱上，她现在是我太太，哪怕是名义上的也是我蘸水桶的女人。有人欺负她，我自然要护着她，不是护她，是护着我蘸水桶的颜面。自欺欺人的说法。苏南，好，不笑你了。你是为了你的尊严，为了你的面子，请我帮你查查，你老婆叫海彤是吧？其实你可以让陆东明帮你的，我是你的总特助，主要负责公司的事情，平时忙得像拉磨的驴，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。这种小事情还让我去做？那你现在先喝杯水吧，免得说你忙得连杯水都没时间喝。我进来都做这么久了，才想到让我喝水。我以为你不渴，你要是渴了自己会倒水。咱俩是什么关系？你在我面前客气过吗？东明嘴巴没你那么牢。那倒是，
陆东明有时候嘴巴太多。他喵的，谁又在说老子坏话？记得帮我把海家所有人的资料都查清楚。还有其他事吗？苏南，你要是误会了一个女孩子，怎样道歉？你的嘴巴生来干嘛的？用嘴巴说对不起，这样道歉还要我教你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问我要不要送点礼物什么的吧？女孩子嘛，喜欢的无非是花呀、珠宝呀、香水、护肤品什么的，你随便送一样给她，她心里就有数了。没你啥事了，回去干活吧。晚上你去和军总谈一下合作的事，我晚上没空。你怎么又没空呢？干啥去？你该知道，成了家的男人不能一心扑在公司上，那样很容易被戴那种颜色的帽子。老公，怎么啦？我正想出门买菜呢，你今晚想吃什么菜？多买点好吃的回来。我爸妈、我姐他们要进城，我姐喜欢吃海鲜，你多买点海鲜。我妈喜欢吃牛肉，你也买点。海鲜很贵，你姐来了都要吃大虾、面包蟹，一次性还要吃好几只。牛肉也贵，现在都要60元1斤了。我平时买点牛肉给杨洋吃都舍不得多买。我叫你买你就买，哪来那么多的废话？还有，你上次买衣服花了我给你的生活费1000多元，今天买菜的钱你不能再刷那张卡 AA 制，你得补回给我才算公平。周红林，我现在虽然不上班，但我在家里照顾你儿子，打理这个家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在工作上才能奋斗出成绩，升职加薪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唉，我现在不能去上班，你要坚持跟我 AA 制，你是想逼嘎我，还是逼着我出去上班？行，你让你爸妈带孙子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哼，孩子是你生的，凭什么让我爸妈带孩子？我意思是说，孩子是咱们夫妻的责任，得我们负责。我爸妈好不容易把我姐弟俩养大，正是该享清福的时候，别麻烦老人家。你又不是没有钱，上次你刮花别人的豪车都有钱赔给人家，少跟我喊穷了。你没钱就跟海童拿点，等杨洋上幼儿园了，你再去上班赚钱还给海童。海玲被丈夫的话气得半死，她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AA 制是吧？那以后就明算。不认识了。是太意外了，你怎么会过来的？你吃过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再帮你叫一份。我吃过了，以后按时吃饭，别饿坏了胃，调养起来很麻烦。你快吃，吃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这么急的吗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先去车上等你。买车？我的电瓶车修好了，念生已经安排人把我的车送了回来，就是一条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断了，才会开不动。我3点要开会，你速战速决。看好了，我付了钱就要先回公司。我要是看中一辆好几10万的呢，贵的车首付都贵。你平时开的那辆多少钱？我买和你那种一样的牌子吧。你喜欢红色还是白色？黑色的吧，白色的不耐脏。好。不是说只给首付吗？你挑的车不贵，可以全款就全款。等回家我转钱给你。不用。无功不受禄，战先生，你能告诉我忽然送我一辆车的原因吗？你不说清楚，我用着都不能安心，怕自己欠你天大的人情。昨晚，我误会了你。你觉得误会了我，对不起我，然后就突然送我一辆车，当做赔礼道歉。昨晚咱们都说开了，你也向我道了歉。虽说我当时是真的很生气，后来也好了，你不用大手笔的送我一辆车赔礼道歉的。你有了车也方便些。这车真要买下来，钱我还给你，否则我不买了。更何况战先生说过半年后离婚，不必如此。我要开会，先回公司了。你开车回去注意安全。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气我跟他分得那么清吗？明明是他说过半年后就离婚的，当然得分清楚一点，免得离婚时还要我赔偿这赔偿那的，破坏心情。你们夫妻俩刚才是去买车呀？我还以为是去酒店了。你小说看多了吧？我也没想到他是带我去买车，而且还是全款。海童可以呀，这么快就拿下了战先生的心，让他大手笔的送你一辆车，我就知道你哪怕是闪婚也能迅速的拿下对方的。咱们的彤彤这么优秀，要是战先生不动心，他就是睁眼瞎。你想多了，昨晚我让念生送我回家，被他知道了，他误会我给他戴那种颜色的帽子呢，我们差点吵架了。解释清楚后，他觉得误会我了，才会想着送辆车给我赔礼道歉的。小军，我们这么说我和战水桶的事，也就是跟你说了实话，我姐我都没有说，也不瞒你，周6那天见了家长后，当晚战水桶就拿了一份协议让我签。海童随即把协议内容大致和小军说了一遍。海童，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？战先生也说了，半年时间，你们要是不会爱上彼此，
才会离婚，你就不能努力吧？你也别怪战先生撇下你就走了。他虽说是送一辆车给你，当做是赔礼道歉，对你也是有点改变的。否则他一句对不起了事，或者送你一束不值钱的花也可以解决问题，何必大手笔送你一辆车？在没有感情的前提下，就算是夫妻，我也不想欠他太多。不过他比我姐夫好一点，家里的生活费用都是他出的，并没有与我 AA 制。买车我自己也买得起，这买车的钱我晚上再转还给他，否则我开着都不安心，总觉得这辆车是一枚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哪天就爆炸了，把我炸得粉身碎骨的。也好，你是个独立自强的人，战先生那样质疑你，先入为主的把你当成心机女，你这样做也能用事实证明你并不图他什么，不是个心机女。我是第一次去姐姐家里吃饭，该买点东西过去。你姐姐姐夫都喜欢什么？给洋洋买一些玩具，我姐夫抽烟的，给他买2包烟，然后买点水果就行了。去哪里买？附近有个大商场，咱们进去逛一下就能买到。战先生，在我搬进来之前，你是不是一直没有住进里面？我发现你对周围的环境一点也不熟悉。这套房子我是早就买下来了，不过放着通风透气，所以我之前并没有住在这里，而是和父母一起住。咱们领证后不好再和我爸妈弟弟们挤在一起，就搬进来住了。你们家房子很大吗？我们一大家子都还住在爷爷奶奶名下的房子，过段时间我再带你回去看看。要回去的时候你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得做好准备。好。可能是我那些极品亲戚。接一下便知道是谁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犯不着怕他们，有我呢。一句有我呢，顿时让海童心里生出了暖意。他在心里给战水桶加了几分，便接听了陌生的来电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犯不着怕他们，有我呢。一句有我呢，顿时让海童心里生出了暖意。他在心里给战水桶加了几分，便接听了陌生的来电。海童，是我爷爷。你哥上午不是打电话告诉你，你奶奶生病了，要来市区的医院住院吗？让你帮忙挂个号，也不挂。我们大老远赶过来，还不能住进医院里去，还得重新做一番检查，说什么确诊了才能住院。你和你姐现在住在哪里？我们去你们以前住的地方也找不到人，说你们早就搬走了，搬走也不跟家里人说一声。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长辈亲人吗？我们来了不少人，现在都没地方住，你赶紧的把你现在的住址发过来，我们过去住上2晚，给我们准备好晚餐，我们都还没有吃饭呢。你要是嫌弃我们人多吵着你们了，你就给我转钱，让我们去住酒店。你们是怎么来的？坐公交车还是开私家车？你几个兄弟各开一辆车载着我们过来的。对了，你记得帮义兄弟们报销一下油钱路费啥的，这来一趟得花不少钱呢。你和我奶奶还有那一群孝子贤孙近年来是不是穷的揭不开锅了呀？海童那个不孝丫头居然敢挂我电话，她估计把我的电话都拉黑了。以为挂电话就能1分钱不出了吗？志明，你知道海童姐妹俩在哪里上班不？能不能想办法把他们逼出来，然后让他们出你奶奶的医药费？还有咱们一大帮人在市里住着，照顾你奶奶也需要不少钱，这些钱都让他们姐妹俩出了。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有办法，逼得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动来找我们并给钱。姐，彤彤，你们来了，又不是外人，叫你们来吃饭，还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，多破费啊。姐，一点水果而已。姐夫还没有回来吗？你姐夫还在回来的路上，应该快到了。我公婆和大姑姐一家子都在，我刚下楼扔垃圾，走，上楼吧。海童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你先生吧？周姐姐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我的先生，姓战，长得真是俊呀，气宇轩昂的。战水桶并不说话，把买来的东西放在茶几上。周姐姐眼尖的看到了有新玩具，手快的去打开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套新的玩具，然后对着她老公说：老公，海童他们带了好多玩具过来，我们拿一套回去给小宝玩。战水桶眼神阴沉的看着周姐姐，俊脸也绷得紧紧的，那严肃冷冽的气息散发出来，一下子就让屋里的气氛凝固起来。这不好吧？这是海童2口子买来给洋洋的，回去时再到外面买回去给小宝吧。我买了很多新的玩具过来给洋洋的，洋洋也不缺这一套。周红林很快就回来了，他回来后，海玲便招呼着大家吃饭。姐，我和战水桶都不是外人，吃个家常便饭，不必买那么多海鲜的。你姐夫让我多买点的，你也知道，他姐姐一家子都爱吃海鲜，他们在自家里舍不得吃，
每次来这里就点名要吃海鲜，还专挑贵的。我那婆婆又要吃牛肉，凭什么我出钱买的都让他们吃了？我中午愣是不做给他们吃，放在冰箱里，今晚才做的，等着你和妹夫过来了一起吃。饭后，蘸水桶便想离开，海童只得陪着丈夫一起回家。海玲，你没看到桌子还没有收拾吗？还不把餐桌收拾干净？你说的以后咱们 AA 制，今天买菜买水果花的钱算是补回了我上次用生活费买衣服的钱，但家里的事情咱们就各干各的，以示公平。我已经收拾了我和彤彤夫妻俩的碗筷，余下的是你和你家人的，你爱收拾就收拾，不收拾明天你继续用，我也管不着。海玲呀，红玲每天都要上班，工作又忙又累，赚钱养着家，养你和杨洋，你是他的妻子，理应把他照顾好，家务是怎能让红玲去做？就是你又不上班，不过在家里带杨洋，吃穿用住花的都是红玲的钱，你还好意思让红玲做事？我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在家里全职带娃，靠着红玲养着，他却要与我 AA 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行， AA 制就 AA 制，不管是家用还是家务事，都得 AA 制，各做各的。你们不是说我在家里带娃很清闲吗？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做吗？那我就不做了，让红玲知道这个家不是自己变得干净整齐的，她的脏衣服脏鞋袜也不是自动变干净的。说完，海玲提起妹妹夫妻俩送来的东西，径直回房里去。反了天了！红玲，你想做什么？杨洋还在里面呢，别吓着杨洋，要教训他，等杨洋睡着了再说。还有，你下手的时候别往明面上下手，让海童看到了，那丫头肯定会来找你算账的。她那个丈夫一瞧，这就不是好惹的主。我夫妻俩的事要他们管，海童敢打我不成？她那个老公不好惹，我周红玲就好惹了。红玲，妈说的对，你就算要教训海玲，也别吓着杨洋了。海玲真是的，你好吃好喝的供着她，她不知足，还好意思让你做家务事。你姐夫下班回家后，连洗脚水还是我给你姐夫准备的呢。这男人在外面拼事业赚钱，我们做女人的就要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再让老公干家务活，这种妻子就是不贤。等杨洋睡着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，竟然给我脸色看，敢让我洗碗。红玲，你外甥女很快就要小升初了，我是想让他们在市里上初中的，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转到市里的小学，然后住到你这里来，先在市里的小学念上1-2年，这样升初中就容易些。你这里离学校又不远，说是学区房都不为过的。平时就让海玲照顾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洗衣做饭就行。至于伙食费，姐，那是我亲外甥女，外甥不用给伙食费，我找人帮2个孩子办转学手续，转过来读，每天上放学就让海玲去接送，反正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红玲，这件事你还得和海玲好好商量一下。我想靠一靠你的肩膀。蘸水桶犹豫着，就靠一下，又不会占你太多的便宜，有靠山的感觉真好。红玲，这件事你还得和海玲好好商量一下。怎么说，这个家他也有份的，我听说并不是在这里上小学就能过来念初中的，还得户口迁过来。对哦，妈提醒了我。红玲，要不我把2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你们家的户口本上，或者你把房产证先过户到姐的名下，等我2个孩子毕业后再迁出户口，或者再把房产证过户回你的名下。等会儿我跟海玲说一声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不过妈说的话也对，她也有点份儿。再说了，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做饭给孩子们吃，还得她去做，总要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。姐，到时候我夫妻俩商量好了就给你电话，放心，不会让我外甥没好学校读书的。等会儿你还是别和海玲闹了，夫妻之间略有点矛盾很正常，你们又是多年同学，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，看在杨洋的份上，你就别和他计较了。红林，你姐说的对，你别老是说教训海玲的话，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沟通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你看看我和你妈几10年的夫妻了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妈动过拳头的。那是我妈贤惠，海玲怎能和我妈比？她是越来越过分了，1分钱不赚，在家里带个孩子好像就得了天大的功劳似的。我说 A 只不过是想省点钱，她花钱历来大手大脚的，爸是不知道我1个月给她3000生活费，她1天就能花掉1000多，这也是妈和姐让我要与她 A 制的，不这样做她也不会想办法去赚钱，也不知道我赚钱辛苦，她倒好，居然在家务事也要与我 A 制，她就是欠收拾。
人被逼到绝路时，总会想到出路的。他在家里带着孩子，也可以兼职做些事情，赚点生活费。不过，你别老把收拾他的话挂在嘴边，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。你们才结婚几年啊，就开始打架，什么时候能到老？我知道了，今晚不收拾他便是。海童夫妻俩买了很多东西过来，刚才海玲一气之下就把东西都提进房间去了。我看过了，里面都是好东西呢，有好烟好酒，你拿点给你姐夫。海玲又不抽烟不喝酒，你也不缺那点东西，倒是你姐夫平时舍不得抽支好烟，还有爸都没有喝过什么好酒，你把酒给爸。姐，瞧你说的，那点东西你们看上了，尽管拿去，快去睡觉吧。明天晚上我不应酬，开车带你们出去兜风。海玲，有件事跟你谈谈。什么事儿？我姐说要把她大的2个孩子转到市里的小学读书，到时候也在市里上初中，住在我们家里。你以后帮忙接送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做饭吃。反正你每天也要做饭，不过是多添2双碗筷。生活费的话，我可以每个月都给你1000块钱，2个孩子也吃不了多少，每个月多给你1000元也够的了。咱们这房子算得上是学区房，不远处的管城2中是重点中学之一，到时候把孩子的户口也转到咱们家户口本上，要不就把房产证先过户给我姐，等孩子毕业了再拿房产证转回我的名下，那是我亲姐，咱们也信得过，不用担心她以后不还房。周红林，我现在在家里带咱们的孩子，你都嫌我只知道吃，只知道花钱，不会赚钱的没用之人。为了我儿子好过点，我忍了，因为那是我生的。但你姐的2个孩子与我无关，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可能帮她带孩子。还有你让她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影响到的是谁？是咱们杨以后读书的机会。房产证过户给你姐，那证上本没有我的名字，你要过户那也是你的事，将来拿不回房也是你的事。但有一点，你在过户给你姐之前，你必须把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还给我，我怕到时候房子成了你姐的，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1分都拿不回来。我都答应都给你生活费的，还不行吗？你本来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做饭的，带1个也是带，带2个也是带，他们又有10岁了，懂事了，平时不用你怎么带，只要辅导一下功课就行。你要是觉得1000元不够，我再多给你500，1500总行了吧？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怎么影响了咱们杨读书？杨才多大，上小学还早着呢。我亲姐我信得过，她以后不会不还房的。什么装修费？这房子我花钱买下来的，你也住在这里，你花点装修费不是应该吗？你好意思跟我要回装修费？没有。张红林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那不是我的责任。我不帮你姐带孩子，更不可能辅导她孩子做功课。你真要把你外甥接过来又加钱的话，那你把我当成家庭老师来算工资吧。1个孩子每个月给我5000元，2个孩子1万元，钱到账我就给他们做饭，接送上下学，再辅导功课，否则免谈。我这样的收费还是看在她是你亲姐的份上，以我的学历当个家庭教师辅导小学生功课，绝对值这个价。房子过户你不归还我的装修费，我绝不同意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姐。你真要那样做，那咱们离婚，离婚你也要把装修费还给我。1个孩子5000元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？离婚？你以为你现在还是18岁的年轻姑娘，嫁过人，生过孩子，又没有工作，离婚后你能不能养活你自己都是个问题。行了，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，要1万元那是不可能的，我顶多再给你3000块钱。没门！周红林气得想动手，谁知道海玲忽然转过身来，见他高举着拳头，你敢打我，最好就把我打嘎，否则你永远别睡着。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有心事？战先生，还好你没有难缠的姐姐，你的家人修养都很好。上次见面，我知道你妈对我其实不太满意，但她待我依旧温和有礼。你奶奶他们就更不用说了，奶奶是你们家里对我最好的人。都说女人嫁人如同第2次投胎，嫁得好那是幸福一辈子，嫁得不好真的是哭天不应，喊地不灵呀。姐要是受了委屈，你跟我说，我们去替姐出头，让周家人知道咱们的姐不是没有靠山的。这样看着我，是在怀疑我说话的真实性吗？海童，只要咱们姐有理，我们都可以替姐撑腰出头。父亲说，只知道欺负老婆的男人不是好东西。战先生，我想靠一靠你的肩膀。战水桶犹豫着，就靠一下，又不会占你太多的便宜，有靠山的感觉真好。海童忽然就用手摸了一下战水桶的脸，战水桶瞬间就弹跳开来。海童，
请你时刻记住我们的协议内容，不要越界了。战先生30岁了，还没有和女性如此亲密接触过吧？摸一下你的脸而已，反应这么激烈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怎么样你了呢？战先生要是觉得吃亏了，要不我的脸让你摸回来，你摸2下都行。你现在心情好了吧？还不错，比刚才好多了。你这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战先生的夸张手法用得很好，达到了纯火如侵的地步。很晚了，早点回房休息，别又在这里睡着了。晚上挺凉的，感冒了，难受的是你自己。怎么一脸欲求不满的样子？肯定是还没有哄住嫂夫人。就你这性格，必定是没有哄住。我们好得很。那你干嘛一脸的欲求不满？你哪只眼看到我一脸的欲求不满了？我就2只眼，2只眼都看到了。水桶，我让人送早餐过来，你用过了吗？等会儿一起吃吧。我是个有老婆的人，每天起床他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。要回公司才能叫人送早餐过来的，那是单身狗。不让你办的事办成什么样了？等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去。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早放你办公室了。好。看完了海家人的资料后，战水桶更觉得他们的无耻可憎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。战总，商小姐又来了，这次请人送来了1车的鲜花，借此向战总以表达她心中的爱意。保安都是吃闲饭的吗？放任着别人在我们公司门口扔垃圾。商小姐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很快，商无痕也来了。大哥，我喜欢战水桶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我都暗恋了好几年，现在鼓起勇气表白了，你总得让我去追求的，万一他也爱上我了呢？给我上车，开车。哥，给我闭嘴！哥跟你说了多少次战水桶不适合你，叫你死了这条心，你是听不进去是吗？我也想死心的，可我花了几年时间都没办法死心，我那是不甘心，爱就爱了，大胆说出来有什么错？你不让我去努力一下，尝试一下，怎么知道最终结果？战水桶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？你连他身边3米以内都进不去。他现在没有爱上我，等他爱上我了，就会为我破例的。小飞，哥认识很多优秀的男儿，听哥的劝，不要再想着战水桶了，他是真的不适合你。那家伙的心是铁打的，不是一般女人能融化的，就算有人能融化他的心，那个人也不会是你。不要再做出这种让人看笑话的举动了，你不怕丢脸？你哥我还要脸呢。丢什么脸？我就是表白而已，这些招数哥应该很熟悉才对。我大嫂当年不就是凭着这些招数最终拿下了大哥吗？看大哥现在把我大嫂宠上天，可见女追男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彤彤，你快看热搜，有什么大新闻？有人向战家大少爷表白了。哇，公开表白大胆追求战少的女人也是来头不小呀。海彤，你猜猜看是谁？反正不是你，也不会是我。天大的八卦新闻，你怎么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是商氏集团老总的亲妹妹，唯一的妹妹呢。商氏在咱们管城那是仅次于战氏的大集团，就是2家关系不太和睦。没想到商小飞居然看上了战少，还大胆的表白，公开的追求，不愧是商氏的千金，就是有底气，有勇气。上次我们还讨论了战少，怀疑他有问题，商小姐追求他不会有结果的，让商总去追求战少，说不定还会有个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战少要是个有问题的，那商小姐一片痴心就要付诸东流了。难得有人敢公开向战少表白的，没个结果，让人好生失望。话说战少真的有问题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小军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吓我一跳！可恶，太可恶了！彤彤，你快看看这条热搜，说的是不是你和海玲姐？他们指名道姓，还放上了一张相片。我看相片上的2个女孩子像你和姐妹俩，她们居然说你姐妹俩不孝，不认亲人，只顾着自己享乐，连奶奶患病也不闻不问，10几年来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，说什么老人家生病就是思念你们这2个孙女的缘故。闻言，海彤迅速的拿过手机，看着好友说的那条新闻。海彤看完后气得掉下了眼泪。彤彤，你还好吗？这时，海彤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彤彤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他们太可恶了。他们又不是现在才这么可恶，以前就是黑心肝的人。我现在就去网上解释。姐，你不用去解释，等这件事闹得再大一点，我们再回复，把他们的脸皮都撕下来。他们把我们姐妹俩的相片以及手机号码都公布了，我们也要做点功课，拿出点证据来，才能狠狠地打他们的脸。好，
彤彤，我就是担心你刚结婚，妹夫那边会乱想。姐，我这边不用担心，这件事你不用出面，我来处理。你有杨洋，他们那些水军丧心病狂的，就怕对你和杨洋造成伤害。这几天你不要上网，你的手机可以先关机，或者你去换一个新的号码，我们用新号码联系。这是咱们姐妹俩的事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面对？姐，我比你更无后顾之忧，你不怕，但杨洋要保护好，他这么小，谁知道那些人会不会祸及家人？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现在就把手机卡取出来，重新买一张新手机卡，再与我联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你的店里。姐妹俩刚结束通话，海玲就接到了丈夫打回来的电话。网上的新闻是你老家的亲戚写的吧？当初不是叫你和那些亲戚断绝往来吗？你自己怎么样我不管，你别连累了我和杨洋。放心，我的事不会连累到你。当初他们那样对我和海彤，就没有想过再与他们联系，是他们厚颜无耻的赖过来，想让我们姐妹俩负责奶奶的医药费。海玲，你也写篇博文澄清一下，我帮你花点钱，请些水军把你的博文也推火，反驳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这般的颠倒黑白。这件事我和彤彤会处理好，你尽管放心，不会牵连到你的。要是他们把你扒出来找你要钱什么的，大不了我们离婚，那样你与我没有关系了，他们就不会抓住你不放。海玲，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离什么婚？我主要是担心杨洋。周红林也想离婚，前提是等儿子杨洋再大点，不需要海玲细心照顾，他才会与海玲离婚再娶佳妮。我先上班，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。咱们都在这里开店那么多年了，彤彤是什么品性的人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那网上是乱写的，颠倒黑白的。海彤没有过多的解释，是沈小军见不得别人误会好友，极力的替好友解释。他把海家人当初是怎么对待海彤姐妹俩的事情说出来，海彤的人品那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但弄清原委后，他们气得骂街，个个都说要马上上网跟广大网友解释。就在这时，蘸水桶走了过来。彤彤，你家那位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，看到你状态很好，我放心很多。你是请假的吧？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奖金？我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大小也是个领导，上班是比较自由的，你不用担心会影响到我的工作，奖金再多都是身外物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走吧，我陪你回老家走一趟。小军，店里就交给你了。还有，我姐过来时，你帮我安慰安慰我姐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让她不用担忧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战先生，你有认识干媒体这一行的朋友吗？当然，你需要他们的帮助吗？我回老家一趟是把我叔伯们的住房都拍下来，要是有第三方见证一下更给力。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那些叔伯堂兄弟们到底在从事什么工作，我让朋友们帮你调查一下你堂兄弟们的工作以及收入情况，等你拍到他们的住房情况后，回城里了你就把当年的事情全都写出来。要是你文笔不够用，我可以找人帮你代笔，你口述就行。还有我爷爷奶奶当初分走我爸妈的赔偿款时跟我们签的协议，一式3份，村委会那里有1份，我姐妹俩这里1份，还有他们那里有1份，把那份协议也发到网上去，谁对谁错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村委会那一份，要是村委会肯帮你发到网上去，更有说服力。我和我姐离村甚久，又不在那里生活，他们不可能帮着我们的。我爷爷说我2堂哥年收入100万，一条村都是一个家族的，他们又混得极好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村委会是偏帮着他们的。蘸水桶没有说话，他决定等会儿到了服务区就停一下车，然后找个机会打电话给苏南，让苏南帮他把这件事办好。詹先生，谢谢你。现在我们还是夫妻，夫妻是一体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多少夫妻大难临头还个自飞呢？咱们是闪婚夫妻，没有感情，婚后也才10天半个月的你都愿意与我一起面对这件事，我就很感激你。我姐和我姐夫是多年同学，又相恋多年才结婚，有了儿子。知道我姐妹俩被人送上热搜后，还是负面的热搜，我姐夫的态度就不是很好。海彤，你不能拿你姐夫来和所有男人对比，那样对其他男人是很不公平的。千人千面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也是。前方有个服务区，你要上洗手间吗？我的车也要加点油。好。苏南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让海家村当年的知情人替海彤说话。放心，这种小事情我打个电话出去就能办妥。嫂夫人打算怎么做？
准备好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都是有能力支付医药费的人，再拿出当年签的协议，以及当年他们是如何对付姐妹俩的证据，有村民替他们说话，这件事便能彻底反转。嫂夫人倒是挺冷静的，思路清晰，有理有据，有你之风。她怎么就有我之风了？她是你老婆呀，你们相处时间长了，她不就受到你的感染，变得成熟沉稳，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。怎么夸她聪明冷静你还不高兴啊？还是你想到其他方面去了？帮我派人去医院看看海家老太太现在什么情况。知道了，我帮了你这么多忙，等你回来后，我能休假1周吗？顶多休假1天。你要是休假1周，外界的人会怀疑你要被我炒鱿鱼了。商无痕还等着撬我墙角呢，怕他撬了个空，恼羞成怒了，所以你只能休假1天。当然，你要是需要去相亲闪婚，我可以多给你1天假。你是海童吗？阿玉婶，是我。你回来了，走，去家里坐坐。听说你奶奶生病了，说要去市里的医院治病，你爷爷他们浩浩荡荡的送着你奶奶去了市里，他们都开着小车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陪着你奶奶去喝喜酒呢。平时不见他们那样积极，你奶奶一生病就积极起来，做样子给我们大家看看而已。阿玉婶，他们平时不理我爷爷奶奶吗？他们也就是逢年过节来看看你爷爷奶奶。你爷爷有退休金，加上当年分走你爸妈的那大笔钱，你爷奶吃穿用都不愁。听说他们存款现在有30-40万呢。村里那几栋小别墅都是你叔叔伯伯的，他们几家是我们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了。你爷爷平时最喜欢吹他的儿孙多么有本事，要不是当年你爸妈的赔偿款，他们会有今天。海童，这位是你男朋友吗？这是我先生，姓战。你嫁人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最近才领的结婚证，还没有举行婚礼。好，你爸妈泉下有知，也能安息了。你爸妈那么好的人，却早早就走了，你们姐妹俩又被他们欺负得太狠。我总想着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什么时候神明替你们姐妹俩出气啊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。蘸水桶不说话，全程手机都在录音。海童，知道你姐妹俩现在过得不错，我也放心了，就是你得小心点，别让你爷奶他们知道你们过得不错。现在你奶奶病了，听说是肝癌早期，要做手术，估计要花上一笔钱。以他们的德行，一旦知道你们过好了，肯定会厚颜无耻的叫你们姐妹俩出钱的。他们哪一家不比你们有钱？就算他们叫你们出钱，你们也不要给。当年他们说过的，只要把你父母死亡赔偿金分给他们1半，他们生不用你们姐妹俩养，死不用你们姐妹俩葬的。再说了，你奶奶儿女还有一大堆呢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姐妹俩来出这个钱。你只要记住，在你父母刚撕尸骨未寒，他们就瓜分你父母的死亡赔偿金，不养你们姐妹俩，霸占你们的房子田地，连上坟都不让你们去给你爸妈上坟，不出钱也不用觉得愧疚。就是他们太过分了。蘸水桶把这些人说的话都录了下来，还把热搜的事告诉了村民们，并告诉他们会把他们刚才说的话当成证据进行反击。村民们得知蘸水桶录了音，想着既然都要得罪海家人了，干脆就做个好人。于是大家又说了很多海家人当年做过对不起海童姐妹俩的事情，都让蘸水桶录下来，当成反击的证据。志明呀，你不是说你的办法很好用的吗？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见海童姐妹俩送钱过来？你奶奶过2天就要做手术了，手术费后续的医药费可得花上10几万甚至好几十万呢。2个死丫头在市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肯定都混得不错，这笔钱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出。爷爷，你放心，已经有效果的了。我请朋友帮我忙，现在还在热搜上热度不退，很多网友都在骂他们不孝，骂他们白眼狼，说爷爷奶奶养条狗都好过养他们。我让老二再写一篇后续博文放上去。他们会不会上网解释？谁信他们呀？我们请了那么多水军，带节奏不停的爆料，他们一冒头就会被愤怒的网友们骂死。志明，你用奶奶的手机再打电话给海童，如果他不想被骂死，就送钱过来。海玲嫁了人，估计没多少钱，就咬死海童，让他出钱，叫他拿60万过来，你就把你写的那篇什么文删了，否则让他身败名裂，嫁都嫁不出去。爷爷，我们不要主动打，等他们主动来联系我们，这样才能达到目的。你们用的相片可能让人无法认出他们来，那是10几年前的相片了。
上次看到海玲的时候，那死丫头是越来越像她妈妈，海童倒是像起他爸。我们唯一的一张相片就是这张了，他们长大后都不与我们联系，哪来的相片？怎么回事？这排名怎么往下掉了？热搜排名掉了，是不是海童他们解释清楚了？不是，是原本就压在我们前面的那条热搜不满我们这一篇博文，分走了网友的注意力，打压我们。那条热搜是管城首富战少与伤势千金的八卦新闻。别想了，先吃饭吧，吃完饭我们再去你姐家。好。这时战水桶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水桶，你和彤彤在一起吧。彤彤手机关机了，你把手机给他，让他听听电话。奶奶，海童呀，奶奶现在才知道你遇到了点麻烦，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尽管跟水桶说，他在职场多年，认识的人很多是大老总，处理这种事情那是得心应手，容易过吃饭，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你们是夫妻，那小子要是连这点小事情都不帮你，等他回来我揍他。奶奶，我没事，你也说这是一点小麻烦，我能处理好。不过战水桶也帮了我不少忙，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我。算那小子有点良心和担当。彤彤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回老家一趟，收集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证据。姐，你还好吧？我这几年在家里带娃，几乎与社会脱了节，没什么交际，倒是影响不大。把手机号码一换便安静了。那些网友骂我们骂得很厉害，说我们是白眼狼，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养大我们，现在我们有出息了就不孝顺老人，连老人家生病住院我们都不去探望，说我们无情无义，对不起老人家，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母。姐，不要去看那些键盘侠说什么，他们不明真相，见风便是雨，被利用了还不自知，以为自己多么的正义，多么的有善心，却不知道他们就是别人手里的棋子，用来伤害无辜的人。我陪你回老家的时候，在服务区打过电话，拜托与我们公司有生意来往的一位苏总帮忙调查了一下。他告诉我，你爷爷奶奶那边好得很，你叔叔伯伯堂兄弟们都住进了离医院不远的酒店里，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想逼着你们出钱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钱。我也认识不少干媒体这一行的，他们怎么对你们，我们就怎么还给他们。很快，不孝孙女回应热议这条新闻，在战水桶的操纵之下冲上了热搜，牢牢地霸占住了八卦热搜榜首。志明，现在怎么办？全是骂我们一家人的，其他的可以不管，但志文的工作一定要保住呀。那些可恶的网友居然还去商事集团官网底下留言说要开除志文。志文的工作最重要，要是因此害得志文丢掉了工作，我跟你没完。二叔，志文在那公司经营那么多年，深得他公司总部的信任，不会因为这一点事情就丢掉工作的。到时候我澄清一下，这件事与志文无关就可以了。那两个死丫头也太狠了点，不给钱就不给钱了，何必对我们赶尽杀绝？现在弄得我们灰头土脸的。你们要那样做的时候，我就不赞成的。10几年前，爸妈和海林他们签了协议的，说好了生不用他们养，死不用他们葬的。现在妈一生病，你们就连成一条心，逼人家拿钱。爸妈又不是没有儿女了，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呢。妈生病了，这本是我们当儿女的责任，非要逼着海林姐妹俩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都还会咬人呢。海林姐妹俩可不是兔子，3年前你们去要彩礼的事不记得了？从我三哥三嫂走后，你们是怎么对海林姐妹俩的？心里没点数吗？以为凭着你们写篇博文颠倒黑白就能道德绑架要到钱了？你们也不想想，他们一旦反击，是你们损失大，还是他们损失大？他们就姐妹俩，我们却是一大群人。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现在怎么办？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海童，让他把博文删了呗，否则影响越来越大，我们所有人都讨不到好处，还会损失惨重。我再写一篇博文，以爷爷奶奶的名义向海童他们道歉，然后打亲情牌，说爷爷奶奶知道当年错了，现在后悔了，年纪又大了，更得了绝症，想见见孙女才会用那种极端偏激的手段。想让我向他们道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当年签了协议，难道我就不是他们的亲奶奶了？亲奶奶生病了，他们不该来看看，不该给点钱给我看病吗？你们不要去看网上的评论不就行了？那些网友还能把我们都吃了。海童，你要请什么人来吃早餐吗？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？没有请客，就咱们俩吃的。今天的太阳莫不是从西边升起来的？对，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。
你起来晚了点，没有看到那天下奇观，太可惜了。战水桶被他俏皮的话语逗了一笑，笑过后马上又绷起了俊脸。战先生，我能不能亲你一下？战先生笑起来很好看，让我心痒痒的，真想搂住战先生狠狠地亲上几口。海童，你的脸呢？我的脸在这儿，咱们是夫妻，我才说这样的话。话说咱们是合法的夫妻，就算我亲你一下也很正常吧。闻言，战水桶本能的后退了几步。他会有这举动，还是上回拜海童所赐？这个举动逗得海童哈哈大笑。见他笑得猖狂，战水桶来了气，直接跨上前去，低头就堵住了他的嘴。在他笑声止住后，战水桶才松开了他。嘚瑟过头了，是要遭报应的。海童没有胆子真的去亲他一口，反被报复回来，只得悻悻地在他的对面坐下来。今天忽然做这么多好吃的，是感谢我昨天帮了你的忙吗？明知故问。其实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怎么说，你都是我妻子，你丢脸了，我的脸也不会好看。当然，你知恩图报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有口福啊，买车的钱不用再转给我了，我不会收的。给你买车也是为了我的面子好看。我平时工作忙，偶尔也需要带着太太去应酬的。要是让人知道我太太还要骑辆随时都会断电跑不动的电瓶车，我的脸不好看。那不是你赔礼道歉的吗？多重意思。既然你送我一辆车，那你不用再给家用了。你奶奶那边暂时不用理他们，等他们撑不住了，自然会向你道歉的。还有你爸妈当年留下来的房子，你们姐妹俩去打官司，即使不能全部要回来，也要让他们折现给你们一半，占着你们的便宜还要咬你们几口。这样的人不必心慈手软。等我奶奶做完手术出院后再打官司要回我爸妈的房子，我一会儿把很多动都没有动过的给你打包好，你带到公司，饿了就吃，免得浪费掉了。我现在已经吃饱了，不用再打包。那我打包带到店里去。小军喜欢吃我做的早餐，还有念生也是，他上班时总会路过那里，等会我就发信息给他，叫他今天顺路过的时候到我的店里帮忙吃一点。给我吧，我二弟和我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我给他带过去，以后就算要感谢我，也不要做这么多吃的，咱俩又不是猪八戒，能吃多少？是一晨吧，那你给他带过去。好。大哥，你这是给小弟我送早餐来的吗？你大嫂知道你和我同一间公司上班，就多做了点早餐，让我给你送一点过来，不要老是在外面吃，不卫生。上次尝过了大嫂的厨艺，我还回味无穷好几天呢。你大嫂感谢我帮了她的大忙，今天起了的大早给我准备了丰富的营养早餐，我吃不完才给你打包了一点带过来让你尝尝。大嫂敢让大哥给我带过来，肯定是没有吃过的吧？哥还有事吗？咋地？哥亲自给你送吃的来，就心急的赶哥走了。你这盆工艺品和奶奶下来的那些，好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呢。大哥好眼光，这是我大嫂亲手编织的工艺品。那天我去大嫂的店里接奶奶，大嫂恰好在赶着货，便送了我一盘发财树。大哥，奶奶喜欢大嫂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大嫂真的心灵手巧。你慢慢吃，吃完了就做事，别偷懒。我听我姑姑说，商小姐看到与你有关的那条热搜分走了网友们的注意力，老大不爽，便暗中使力打压，就把那条热搜压下去了。这么说，商小姐间接的帮了我的忙，我们也就是八卦一下而已。就算战少真有问题，商小姐能知道吗？战少身边从来没有年轻女性，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反正那是别人家的事，我们这些人大概是一辈子都到不了战少跟前的。偶有八卦，听几耳朵便是，不必花心思放在那事上。阿姨最近不逼着你相亲吗？暂时没有了，可能是我姑姑说了什么吧。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又得被我姑叫去参加宴会。海童呀，那种事别再找我，我不感兴趣。那么多美食，咱们就是去吃美食的。我也吃得起。彤彤，咱们是好朋友、好闺蜜，我是但凡有好事都带着你的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过几天我姑姑要是通知我去参加宴会，你就陪着我去，咱们多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，也能开开眼界。海童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在家里无聊便过来看看。都10点多了，姐不用做饭吗？我帮她洗好了米，放好了水，电饭煲的插头也插上了，等她回来自己按下煮饭键便行。菜我也都洗好放在厨房里了，她想水煮也行，爆炒也行，随她。海玲姐，你这是做一半留一半 AA 制吗？自然是什么都要一半一半的，我都做完了，还算什么 AA 制？她想要 AA 就 AA 了，以为 AA 仅是花钱上了，都是我婆婆和大姑姐挑唆的。她又太偏信她的家人。上次海童和妹夫买过去的礼品，我当时因为 A 制的事，就把礼品都拿回我的房间。我隔天起来的时候，礼品全都被他们拿走了。
多数当父母的都喜欢补贴儿子，怎么到了姐夫这里，却是从儿子这里要好处去补贴女儿的呢？女儿要是过得很困难，还说得过去，又不穷，他们也有房有车有存款。姐，你现在就开始去找工作，杨洋可以送到我这里来，我白天帮你照看着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以后你和姐夫真过不下去了，争杨洋的抚养权你也有底气。要是没有收入来源，你拿什么和人家争抚养权？再熬2-3个月吧，很快就过年了。过了年，杨洋又大一点了，把他送到幼儿园去。下午你去幼儿园帮我接一下他就行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也气得半死。我那个大姑姐跟你姐夫说，要把他大的2个孩子转到市里来读书，住在我家里，叫我帮他接送孩子上下学，给孩子做饭，还要辅导功课，这是把我当成免费保姆了。他的态度也让我心凉得很。你姐夫再这样拎不清，我和他的婚姻很快就会走到尽头。这时，海豚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战水桶打来的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战先生，怎么啦？你老家的亲戚有没有联系你？他们给我发了很多信息，我看了几条就没看了。他们要求我删掉回应热议的博文，可以不用我们出钱，话里话外不觉得他们有错，还骂我赶尽杀绝呢。不用删，就让广大网友好好的看看他们的嘴脸。我不删，这一次我非要他们低头公开向我姐妹俩道歉，并保证以后不再拿捏我们，免得以后遇着点什么事又来一次这样的手段。经过这一次，他们应该不敢再折腾。你平时中午去哪里吃饭？你想请我吃饭？你要是有空我就请你吃饭，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感激不尽，无以为报，只能请你吃饭了。不过你别挑太高级的饭店，我怕我请不起。你真想请我吃饭？晚上早点回家亲自下厨给我烧一桌好吃的就行。那行，我今晚早点回家买菜做饭，等你回来吃。辛苦你了。你家那位找你聊这么久，上班时间还给你打电话，想你了吧？他是问我老家那些极品有没有联系我，我姐呢？海玲姐去买菜了，说是中午在店里做给我们吃，她也是把你的事放在心上了。彤彤，你和战先生或许真可以试试的。相处的时间长了，是觉得他不错，顺其自然吧。小军，你说送礼物给男人都送些什么？你想送礼物给你家那位，他帮了我那么多，我心里感激，便想表示表示。你想想他喜欢什么就送什么给他吧。问题是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呢？你问问战奶奶不就知道了。彤彤，水桶特别喜欢的东西不多，你也不用太在意，就随便给他买身衣服就行了。他穿的尺码，奶奶也告诉你。万一我买的衣服他不喜欢呢？你送了就是你的心意，他穿不穿是他的事，不过我觉得他肯定会穿的。姐，你回去后，姐夫可能又会跟你吵架。我敢做出来，就不怕和他吵架。彤彤，要是有一天姐真的跟你姐夫离婚，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可得帮帮姐姐。放心，姐一定能重新站起来的。姐，你说的哪里话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不管你做出任何决定，我都坚决站在你这一边。连战水桶都说过，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尽管开口。战水桶就很不喜欢和姐夫打交道。战水桶很好，你好好珍惜，好好经营你们的小家，别涉上姐的后尘。姐最后悔的就是听了你姐夫的鬼话，信他会养我，离开职场回归家庭，结果男人说我养你都是鬼话。姐，我会的。送姐姐到家后，海豚坚持要送姐姐上楼。你死去哪里了？现在才回来？我以为……彤彤来了呀。姐夫还没有吃饭。彤彤，你看看你姐就是在家里带个孩子，其他事都不做，我上班回来还得自己做饭，这有老婆跟没老婆有什么区别？哼！姐夫要与我姐 AA 制，我姐现在没有工作，在家里带着你们俩的孩子，姐夫都这样做，我姐有老公和没老公又有什么区别？姐夫老是说我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我姐今天不就什么都不做了？哦，我姐还做了一半，至少她买回了菜，洗了米，放好了水，你只需要做余下的那一半就行了。姐夫以为你们家天天都干干净净，是扫把自己长脚自己扫的地吗？洋洋还小，玩玩具的时候喜欢弄得满地都是，他还不会自己收，是姐夫不会以为那些玩具都是自己长脚自己收拾的吧？还有姐夫吃的喝的用的不说别的，仅是你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难道不是我姐洗的？你每天的3餐不是我姐做的，总是嫌我姐现在不赚钱没有收入了。如果不是我姐在家里打理着这个家，姐夫能无后顾之忧在公司认真做事吗？这个家是你和我姐共同经营的，你主外，我姐主内，
你们俩都在为这个家付出，不能说我姐没有工作就没有为这个家付出。事实上，我姐比你上班还累，要不你和我姐调换一下位置，你在家里洗衣做饭、带娃、收拾屋子，我姐去上班。周红林被海童反驳的都说不出话来。海童，我就是说了一句，你就说了那么多句，好像我虐待了你姐似的。你店里不忙，要是生意不好，赚不到钱就别开了，找间公司上班去。妹夫不是在大集团上班吗？叫他帮你安排进他们公司，一个月拿个几千块钱也好过你开店。不用姐夫替我的钱包操心，我的收入够我吃喝，还略有剩余。好吧，你们聊，我去做饭。彤彤，你姐夫他是听不进去那些话的，也别担心姐，姐要是死心了，自会保护好自己。你还要去给妹夫买礼物，快去吧，放心，姐姐没事的。姐，那我先去买东西了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，要是他敢对你动手，告诉我，我绝不许任何人动我姐姐。海童走后，周红林的怒火瞬间飙上来，怒气冲冲地回到房里，然后就朝海玲去。海玲，你松口，快松口，我们都松手。海玲趁他松手时，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戳着周红林，打得他眼冒红星，好好叫。打累了才从周红林身上起来，转身出去，从厨房里拎了一把铅笔刀。此时周红林正在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以及姐姐告状，见到海玲拎着铅笔刀进来，吓得他脸色巨变，顾不得再告状，撒腿就跑。看到父母姐姐时，周红林那个委屈。红林都说了，他下班回来饭都没有得吃，你是怎么当人老婆的？还要红林自己做饭？红林什么时候做过饭了？他有气打你2下，你受着便是，还反抗了，你还有理了？就是，你看看你把我儿子打成了什么样，像你这样的泼妇，信不信我让红林把你休了？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离了红林，你能不能活着都是问题。他不是坚持要 AA 制吗？我不过是按他说的去做，他有气就可以对我动手动脚了。你们看到他这副样子心疼，就没有看到我被他打得也不成样子了。你们的儿子是有父母生养的，难道我就没有父母生养？是我爸妈死了，就算我是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了，我也不是任你们欺负暴打的。你们是一个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，尽管放马过来。我今天就把丑话搁在这里了，不想跟我过了，直接说别跟我整家暴，老娘不是好欺负的。你们再敢欺负我，毒打我，我就算是死也要拉上你们一家子垫底。周红林，我早就说过，你敢打我就别睡着了。泼妇，泼妇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红林走，跟爸妈回家。红林，你就跟他离婚，周阳要过来，不要给他，看他还嚣张不？我要是和他离婚，爸妈你们能帮我带洋洋吗？爸妈还要帮我带宝宝呢。洋洋还小，我和你妈帮你姐照顾宝宝，还要接2个大的上放学，哪还能照顾洋洋？红林，离婚的事不要冲动。你不要给他生活费，乱了他的经济，他就嚣张不起来了。等洋洋可以上幼儿园了，你要离婚就离婚吧。洋洋上幼儿园后，我们只管接送就行。要是不想离婚，以后就不要再动手。海玲够狠，你斗不过他，就老老实实的，别家暴他了。红林，妈之前就提醒过你，不要做得太过分。看在洋洋的份上，你也要有个分寸。你外面的那个女人妈见过了，她怕是没有海玲这般能吃苦的。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前几天晚上，妈看到你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一起，那股亲热劲儿，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佳妮善解人意，又年轻漂亮，我觉得我对佳妮才是真爱。人家看重的是你的身份、地位及收入，你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只是个普通的职员，谁看得上你？娶妻当娶贤，红林，你在外面玩玩，妈不管你。但你要是娶那个女孩子，你一定要慎重，免得将来后悔。红林，这几天你都不要回去，也不要给他钱，不要向他先低头，并要他先向你低头认错道歉，并保证不再犯了，你才回去。海童，战先生想说什么只管说。在阳台那里的几盆发财树，我看你照顾得很好，能不能让我搬到办公室去，摆在我的办公桌子上？那几盆发财树都挺大盆的，你要是摆在办公室里，最好不要放在桌子上，太占地儿了。在办公室里挑个位置摆放就行。我就是想摆在办公桌上的发财树嘛，摆在办公桌上能帮我招来财运。那你还不如买只招财猫摆在办公桌上呢。对了，你要是摆在办公桌上的，我送你一盆发财树的工艺品吧，那不算大，占的地儿不多，又好看，寓意也好。你有现货吗？你的工艺品都编织得很不错，奶奶特别喜欢。
你送给奶奶的，奶奶都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但凡有人问起来，奶奶都会把你夸了又夸。有是有，不过都是客人们预定的，咱们是夫妻，倒是不用太着急。我明天再帮你编织一盆发财树吧。招财猫要吗？你还会编织招财猫吗？会呀。那我就贪心点，你再给我一只招财猫吧。好，战先生，你帮我那么多，仅是请你吃饭，我觉得还不够，就给你买身新衣服。你知道我穿多大的尺码？问奶奶的呀。下次给我买东西的时候，有拿不定主意的就问我。你工作忙，我不好老是打扰你。战先生，现在还早，咱们出去散散步吧。说来我搬到这里住了一段时间，还没有在小区里逛过呢。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看你长得帅，多看两眼，赏心悦目。战先生长得好看，人也优秀，说明你的基因很好，将来你要是有了孩子，肯定是个聪明伶俐的。你想给我生孩子？奶奶老是劝我扑倒你，给他生个曾孙女抱抱。我知道战先生对我无感，事实上我现在对战先生也没有爱，没有感情的夫妻真扑倒了你，感觉那不像是夫妻之间的灵魂交流，倒像是我去嫖了你一样，就差给钱了。咱们俩不会有孩子的，还是让奶奶崔逸晨他们吧。战水桶听着这句话很不舒服，抿唇不语。战先生是不是怀疑我是个心机女？其实我嫁战先生还是带着企图的，图战先生有套房子，我嫁给你，可以搬过来和你一起住，我能省点房租钱。我知道。战先生真的很聪明，你看人的眼神特别锐利，感觉被你看着，内心世界都被你看透了。我现在就没有看透你的内心世界，不知道你说这些的真正目的。没什么目的，就是咱们夫妻俩很少这样聊聊天说说话的，你又不会主动聊天，为了不让咱俩都尴尬，我只好找话题和你说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，免得你浑身不自在，好像我随时会扑倒你似的。海童，你是女孩子。女孩子怎么啦？说说又不会掉块肉。走吧，回家。战先生，你还没有吃早餐。我今天要开早会，不能迟到，怕路上堵车，得早点出门。我都做好了，你不吃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我帮你打包好，到了公司就赶紧吃，别饿着肚子做事。好。另一边，商小飞打算去给战印送早餐，结果堵在路上，于是把车开到商店的门口，就在路边拦车，这一拦到了刚好路过的海。美女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能送我一程吗？这堵车堵得厉害，我赶时间。你要去哪里？战氏集团。你上来吧，我送你过去。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小事情一桩，不用道谢。能问一下你贵姓吗？我怎么总觉得你有点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？我姓海，我对美女很有好感，遗憾的是我以前真没有见过你。你姓海呀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条热搜说不孝孙女的事，被指责是不孝孙女的主人公就是姓海的，当时还配有一张相片，我看你和相片上的其中一个小女孩有点像，是不是你？美女好眼神好记性，我想不记住你都不行。你们的那条热搜可是分走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力，反转后的热搜现在都还在热搜榜上呢。美女，你该不会是商氏集团的千金吧？你真聪明，一猜就中。那真是太巧了，我还得谢谢商小姐的出手，压下了热搜，我姐妹俩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商小姐这是来给战大少爷送早餐的吧？嘿嘿，是的。那商小姐快进去吧，都8点多了，商小姐再不送去，战大少爷就要饿肚子了。他估计还没有到，路上堵车呢。我是想抢在他进公司之前赶到的，幸好你送我一程。没事，我那件事有商小姐出手，我对商小姐是感激的。你也不用谢我，我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海小姐，今天你帮了我，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给我打电话，我能帮的一定帮你。商小姐先忙，我预祝商小姐心想事成。谢谢。大少爷，刚刚离开的那个人好像是大少奶奶。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？战印。商小姐，麻烦你叫我战水桶，我在这里已经改名了，请记住。战印，你叫我小飞，我就叫你战水桶。这个我特意给你送来了早餐，你趁热吃了，还有这束花送给你。堵车堵得那么厉害，你是怎么这么快飞到这里来的？我聪明呀，把车停在人家商店的门口，再通知我家保镖过来帮我开车回去，然后我再拦了辆电瓶车，就一路畅通无阻的赶过来了。说来真是神奇，我随手一拦，居然就拦到了热搜人物，就是那条不孝孙女热搜的主人公海童。他人挺好的，
我们俩竟然一见如故。原来如此。蘸水桶这花，这早餐你收下呀，我特意赶过来送给你的。蘸水桶。商总，你再管不好你妹妹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战总，小飞也没有做太出格的事，她就是喜欢你，在追求你。我劝过她无数次了，总不能把她双腿都打断吧？看在我妹妹是第一个追求你的人，你就多忍耐忍耐吧。你用来追求战役的心思，花在陪爸妈的身上，妈还能开心点。我也陪着妈呀，妈那是心病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我是妈的心肝宝贝不假，可真不是她的心药啊。对了，哥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顺手帮帮呗。什么事？如果是有关蘸水桶的，我可没办法。我刚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就是那个叫海彤的，我对她印象很好，也聊得来。网上的事情我也跟哥说过了，海彤的那些极品亲戚太过分了，你顺手就把那个叫什么海什么的解雇了吧，别被他影响了咱们公司的名声。这种小事情还不用你哥处理。动他了？我没有动手，应该被停职了吧？那就好，最好他们都失去工作，再被大家骂死，尝尝被人网暴的滋味，简直太没有人性了。哥，我回家陪妈啦，你忙你的。妈，你放开心点，别老是忧虑、郁郁寡欢的。小姨要是还活着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她的。老婆，小飞说的对，我们已经安排很多人去寻找了，相信总会有结果的。我就是最近总做着噩梦，梦到妹妹被人打、被人骂，过得很惨。妈，天气还热，我想去海边度假，你陪我去吗？咱们出海捕鱼吃海鲜。怎么，你不用天天去堵你的蘸水桶了？我以为你饭不吃觉不睡，天天堵着战氏集团的门口呢。追求真爱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成的，我总要孝顺我妈妈。妈，好不好吗？陪我去海边度假。老婆，出去散散心吧，别老是闷在家里了。好吧，我们去度假。妈，我结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叫海彤，我跟他那是一见如故。很奇怪，我看到他就有一股亲近之感。今天堵车，他还送了我就给他留了名片。就是那个被极品亲戚道德绑架的可怜妹妹。对，就是他。你们俩还真有缘分呀，热搜都挨在一起，万千人之中，你拦车居然都能拦到他的车子，他竟也乐意送你去战氏集团追夫。更难得的是，你竟然把他当成朋友了。老商，等会儿咱们盯紧天空，看看会不会下红雨，你的宝贝女儿也能交到朋友了。妈，你女儿就不能有朋友吗？我就是觉得海彤很合我眼缘，她给我一股亲切之感，她还支持鼓励我追求蘸水桶，给我喊加油呢。你呀，一扯到蘸水桶，怕是连你姓什么都忘记了。改天有空把海彤带回来让妈见见，看看她会不会和我联系。等我们很熟悉了，就带回来让妈看看。不是，妈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是给你带儿媳妇回来一样，我可是你女儿。你自己想歪的，还怪妈了。二哥，不用跟他多说，他不去就把他的店都砸了。面生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昨晚加班太晚，今天可以迟一点回公司。海彤姐，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？路上遇到个美女求助，帮了她一把。海彤姐，你什么时候有空请我吃饭？这个周六吧，小军也一起。反正周末咱们的店也没什么生意，不开门也无妨。你在家里待着，阿姨还会催婚，不如出来一起吃饭。好。海彤。哟，今天吹什么风呀？居然把你们都给吹来了。我店里没有那么多凳子给你们坐，就不请你们坐下了。有事就说吧。海彤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你不愿意出钱给奶奶治病就算了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每人掏一点，也够奶奶治病的了。你好歹去医院看看奶奶呀！你在网上那样说我们，奶奶特别难过，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那样不利她的病情。海彤，把你的那篇博文删了，这件事就当结束了。一笔写不出2个海字，我们不好过。你难道就能安心？我有什么不能安心的？我又不是胡编乱造，给你们乱扣屎盆子。我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。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过去看他的，但被你们这样道德绑架、颠倒黑白、乱扣不孝的屎盆子，我就不去看他老人家了。你们都骂我了，还想让我送上门给你们骂？海彤，那是我们的爷爷奶奶，就算奶奶骂你2句，又不会少块肉。虽说不用你们养2位老人家，但凡有点孝心的人，都会给点生活费的。我们写的博文已经删除，你也该把你的博文删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对我们影响很大？你这是在网暴我们，我们可以告你的。不过是看在兄妹一场的份上，私下协商，不想上升到官司层面。吃绝户，吃得爽，吃得香，还想继续吃下去是吧？海志文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删。你有种的就去告我，
我还要请媒体全程直播咱们打官司，我爸妈名下的房产地基，就借着这次打官司一起分清楚吧。别跟我说你是我爸妈过继来的儿子哈，我爸妈死的时候是没有儿子的，你这个过继不过是借口，好霸占我爸妈留下来的房产。海童，刚刚是二哥说错话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我们计较。二哥，不用跟他多说，他不去就把他的店都砸了。你敢砸个试试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海童，别跟老爸一般见识，这小子说话就是这样。海童，刚才你二哥也说了那么多，我们怎么说都是亲戚的堂兄妹，血缘关系还很近的。这件事是我们错了，我们向你说声对不起，就此结束，好不好？海童，我们都不是圣人，都会犯错的，知错改了就好。老人家一把年纪了，知道错了，你就给他们改错道歉的机会吧。我听说爷爷奶奶在医院里，只要不是睡着，不是在吃饭，他们都在骂我呢，半点都不觉得他们错了。真是想向我们道歉吗？没其他事，请你们离开，别一窝蜂似的挤在我这里，影响我做生意。海童姐，他们那么过分，你不要轻易和他们和解，先让他们急上几天，损失惨重再考虑和解，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很好欺负，哪怕道德绑架了你，只要假惺惺的和你道歉，说句对不起，就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再有下次，他们依旧会想办法拿捏你的。我不会轻易和解的，他们也不是真心想和解，不过是迫于网上的压力而已，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，不得已来找我。要是对他们没有造成影响及损失，打死他们，他们都不会主动低头。说实话，要不是真眼所见，亲耳所听，我都不敢相信世间上还有这么极品的人，还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一大家子。海童，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录了下来，防着他们又在网上胡说八道，乱编乱造的。太好了，小军，被他们气得我都忘记偷偷录音这件事了。战总，我收到消息，嫂夫人老家那些人去了嫂夫人的店里。海童是个自强自立的人，他占理，就算那些人都去了，也拿他没法子。还是战总明智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和你一起，我吃不下。八卦的像个女人，我喜欢清静。哇，你今晚不用加班吗？怎么有空在这个时候过来？前段时间的那个项目已经忙完，进来可以不用加班。海童，你和战先生回家吧，店里有我看着，晚上也没什么事儿。那行，我们先回去，路过我姐那里，我们去看看我姐再回家。好。海童，你来看你姐了。周姨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来看看我姐。海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姐和你姐夫打架了，你姐拎着铅笔刀追着你姐夫满小区跑。我姐和我姐夫打架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架的，你姐夫被他家里人接走了，你姐没有告诉你，大概是怕你担心吧。周姨，谢谢你。彤彤，你又不用看店吗？姐，你和我姐夫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因为 AA 制，他坚持要那样做，我也坚持我的 AA 制，就打起来了。我去找周红林算账。彤彤，算了，别去，姐也就是一点皮外伤，她也讨不到好处。姐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他敢对你动手，不去找他算账，他不知道怕，以后还会对你动粗的。姐知道，所以姐姐不认输，也把他暴揍了一顿。你是不知道的，他当时被你姐吓得胆都要破了，2条腿都在抖。都说夫妻第一次打架一定要赢，你姐我赢了，他以后就算想对我动粗，都要想一想后果。你和妹夫还没有吃饭吧？一起吃吧，姐再炒几个菜。姐，我来吧。战先生，明天我要去找周红林算账。啊，海童，你做什么？海童，你今天暂时不要去找你姐夫算账。为什么？你得问清楚你姐她到底还要不要和你姐夫过下去。要是他们夫妻俩还要过下去的，你当小姨子的就不要带着教训的目的去找你姐夫，当然也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总要问一问的。我也不是说不让你替你姐出气，要是你姐和姐夫撕破了脸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我肯定支持你去找你姐夫算账的。你说的也有点道理，我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不出手教训人便是，不过警告一番还是要的，免得周家人以为我姐没有娘家人，任他们作践欺负。你的发财树还在车上，一会儿回公司后就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彤彤，你姐夫的母亲和姐姐在店里等你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女人之间一般也不会动手，顶多就是吵架。你一个大男人的，没必要和那些泼妇争吵掉了身份。放心，不管是吵架还是打架，我都不会输的。周姐姐、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海童，你现在不忙吧？
不忙，阿姨有什么事？我们过来找你，当然是有事儿。你姐姐把我们家红玲打了，你看这事儿怎么说？周大姐，你说我姐把我姐夫打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是我姐先动手的，姐夫不曾还过手吗？还是姐夫被打成了什么样，住院了？就算是红玲先动手的又怎么样？你姐姐就是该教训教训。那天红玲都想教训她的了，考虑到你带着你丈夫过去给你姐一点面子，我们也劝着她，她才没有动手。就你姐姐做的那些事，哪个男人遇着了不会大耳光抽过去？你姐做错了事被丈夫打，那是她活该，她好意思还手，还把红玲打得脸青鼻子肿的，几天都不敢回家。海彤，你是比你姐姐小几岁，但你现在已经嫁人，就是独当一面的了。你是你姐的娘家人，这件事我们只能来找你谈谈怎么处理。你必须让你姐买上厚礼，去我们家向红玲赔礼道歉，并写下保证书，以后再也不和红玲动手，把红玲接回家去。海彤，你周姐姐说的在理，那家当老婆的不上班，在家里不做饭的，红玲要上班，工作又忙，忙了一上午，回到家连午饭都没有得吃，还要她自己动手烧菜做饭。她这样跟没有老婆的单身汉有什么区别？也就是我们周家厚道，忍了你姐，换成其他人家看看，人家会忍你姐吗？早就离婚，把你姐扫地出门了。阿姨，你是帮周姐带孩子的，你觉得带的孩子容易吗？你觉得你带着一个2岁大的孩子能赚钱吗？周姐是有3个的孩子，但她的孩子都是你和叔在照顾，她只管生而已。我姐生的是你们周家的亲孙子，但你们当亲爷爷奶奶的从来没有搭把手，你也好意思拿周姐和我姐比？要是你能帮我姐带孩子，我姐也能出去上班，也能赚到钱。在我姐结婚前，她的收入是比姐夫高的。孩子是自己生自己负责的，公婆没有义务带孙子。是呀，孩子自己生自己负责，周姐怎么不自己负责？我爸妈愿意帮我带孩子，你有本事的叫你姐去找你爸妈帮她带孩子呀！啊，海彤，你做什么啊？嘴巴那么臭，那么毒，帮你洗洗。你弟妹的爸妈早就死了10几年，你说这话也是诛心，怨不得海彤生气。可他也不能泼我一脸水，把我衣服都弄湿了。海彤，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你这套衣服要是正品，倒是值千把块钱，可惜你穿的是西贝货，不值钱。你要是花了1000多买它，那就是被骗了。要是没有花那么多钱，顶多就是100几十块钱。你懂什么啊？你才穿西贝货呢，我这是正品1000多一件，你穿得起吗？穿不起就嫉妒我，说我的是西贝货。嘿，姐的衣服随便一套都好几千元，名牌的都要几万元，就你这件衣服在我家就是抹桌子用的抹桌布而已。海彤，你请的是什么员工？这样的态度，你赶紧把他给开了。对不起，那不是我的员工，这是我店里的股东。周姐，咱们先不说衣服的事，我姐夫妻俩的事，我把我身为娘家人的态度摆出来。周红林既然要 AA 制，我姐做的就是 AA 制，这没错，她提出来的后果她得承担。别想她自己 AA， 却要我姐全部付出，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？打架的事是周红林先动的手，他把我姐往死里打，我姐是为了活命才反抗的。他那是正当防卫，想让我姐赔礼道歉不可能，倒是你们回去劝劝周红林，向我姐赔礼道歉才是正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要是嫌弃我姐了，可以把我姐送回来，我能养得起她，但你们不能对我姐动手。这一次看在我姐还手了，我就不跟你们算账，但再有下次休怪我不客气。对了，你们该知道我是学过散打的，我打起人来比我姐厉害多了。你们要是觉得周红林承受得起，就当我没有说过这些话。就你姐离了红林，还有谁要她？红林看到她都倒胃口。哼，离婚，要是离了婚，她嫁个70、80岁的老头子都没有人要。周红英，你给我住口！海彤，你周姐说话就是不经大脑。俗话都说劝和不劝离，别说离不离婚的事，那样太伤咱们亲家感情了。洋洋还小呢，可不能在破碎的家庭成长。让你姐去把红林接回来吧。周红林是断了2条腿，还是不认识回家的路，需要我姐去接她。你这丫头怎么油盐不进？反正红林不回家也不会给你姐生活费，你姐要是能自己养活自己，就让她一辈子别登我周家门。哼！海彤，你也太好脾气了，换作是我，早就大扫把打过去了，太气人了。我没见过这般极品的人，和你老家的那些亲戚有的一拼。他们不动手，我也不好动手，耍嘴皮子，我也不会输给他们。
让海玲姐现在就去找工作，找个自由一点的工作，有工作有收入有底气，稳定下来了就离婚吧。像你姐夫那样的男人还留着做什么？我会跟我姐好好说说，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海玲姐以前是干财务这一行的，我问问念生他们张氏集团要不要人，把海玲姐安排进去。我姑丈家里的公司虽不如战氏集团，也不如商氏集团，但也是大集团，福利待遇都很不错的。能行吗？我姐离开职场3年多，这几年都与社会脱节，重回职场等于重新开始的。念生现在在他们家公司也还在历练期，怕是不好安排我姐进去吧。你周末不是要请念生吃饭吗？到时候问问他，看看他能不能安排。他要是没这个权利，我亲自去找我姑丈。那行，为了我姐就去问问念生吧。小军，谢谢你。周家人走了吗？他们没有做出过分的事吧？我自是把他们对得无话可说，落荒而逃了。我想着我们是文明人，忍住没有用扫把轰走他们。你姐夫在哪家公司上班？威浩电子公司，规模挺大的。我姐和周红林都是毕业后就进了那间公司工作。我姐原本是财务的，结婚前都干到了财务总监。她天真太相信周红林了，婚后就辞掉了工作，在家里备孕。后来怀孕生子，又带娃离开职场3年多了。周红林倒是一路往上爬，现在已经是公司经理了，还配有小秘书。战先生，你认识威浩公司的人？不认识，不过听说过这家公司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。我能解决的都会自己解决的。战先生，问你件事，你们公司财务还需要人吗？我姐得重回职场，那样才有底气想以后的事情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帮到你，我们公司财务部不需要人。就算需要，他也不会安排大姨姐进战氏集团，那样他战家大少爷的身份就会穿帮。没事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我姐有经验，只要她决定重回职场，相信她能找到工作，重拾自信的。你去上班吧，你先忙。夫妻俩结束通话后，海童又打电话给姐姐，跟姐姐好好的计划着未来，一直聊到姐姐说要做饭了，海童才结束通話。請問那位是海棠小姐？我是。你好，海小姐，我是觀城大酒店的經理。不久前我接到了一位戰先生的電話，是他吩咐我給海小姐送來2份午餐。戰先生已經支付了餐費，海小姐請慢用。要是覺得我們酒店的飯菜好吃，記得給個5星好評，多謝。我算是沾了你的福，想不到战先生会这么体贴，帮你买好午餐让人送过来。他肯定是看到过你吃外卖，心疼你呢。海童，战先生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，虽说他也防着你，还跟你签了半年协议，相处时间长了，说不定他就会主动销毁协议，要与你做一对真正的长久夫妻呢。你可得好好的考虑考虑。不过是请你吃一顿饭，你就成了他的说客了。我和他相处的还可，目前来看，我们都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意思。我岂是一顿饭就能收买的？再说了，你才是我的好闺蜜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任何情况下我都站在你这一边的。战先生，谢谢你让人给我送来的午餐，饭菜都很好吃。我中午有个饭局是在管城大酒店，想到你每天叫外卖，吃多了也不好，就帮你点了几个菜，让经理安排人给你送过去，以后尽量少吃外卖。你要是喜欢，我每天让酒店的人帮你送过去。有空的时候，我和小军也会自己买菜做饭，忙的时候才会叫外卖。你别每天送，管城大酒店那是咱们管城最高级的酒店了，饭菜好吃是好吃，肯定很贵吧？偶尔吃一餐还无所谓，天天吃咱们吃不起的。那你尽量自己买菜做饭，不要吃外卖了。你要是老吃外卖，我就天天叫人给你送饭过去，大不了1个月的收入都用在吃饭上。行，我以后在我们家附近的超市买好了菜，带到店里来，自己动手做饭，不吃外卖了。你也别叫酒店天天送，太贵了，咱们真的吃不起。虽说人的嘴巴生来就是为了吃的，可是1个月的收入都花在了吃的上面，就太那啥了。我今天发工资了，一会儿我给你转生活费，该吃就吃，该花的就花，不用太省的。不用了，你上次给我的生活费还有很多呢，咱们家的开支也不大，用不了多少钱的，没有花完你就存着吧。男人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把钱转给你，你存起来，以后遇着急事也有钱拿出来，否则我都花光了。也行，战先生，那你忙，我不打扰你了。晚上我可能会很晚才能回家，你给我留门就行，不用等我的。总算找到你了。商小姐，我等着你联系我都没有等到，只能通过你那般极品亲戚找到这里来，这是给你的小礼物。哇，商小姐太客气了，来就来了，还给我送小礼物。海童，你还会编织这些小玩意儿，好漂亮呀。商小姐若喜欢，我
我送给你，不过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我喜欢，很喜欢。海童，你这些小玩意是编织来卖的吗？卖的。我在网上也开有一间店，就是专卖些小玩意儿，平时销量也不错，这个月特别好一些。你等会把你的网店网址发给我，我帮你推销推销，是真的挺漂亮的。太感谢商小姐了。商小姐忽然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来找你确实是有事。海童，咱们俩都是上过热搜的，你那点事儿我知道，我的事情你也清楚，我就直接说了哈，你别笑。我来找你其实是与战少有关的，你也知道我很喜欢他，暗恋他好几年了，也曾经想过放弃的，发现自己无法放下，干脆就公开表白，大胆追求。反正我未嫁他未娶，彼此都是单身的，我追求他也没有错，不犯法，也不犯道德层面上的事。可是没有人支持我，本来我大嫂是支持我的，被我大哥一说，他就墙头草两边倒了。咱们虽然初相识，却给我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了，只能来找你诉诉苦。我爱一个人有什么错？我追求他有什么错吗？要是战少有妻子或者有女朋友，哪怕他再优秀，我也不会去追求他。我商小飞这么优秀，用不着和别人抢男人，可他明明是单身的。我爱了就要付之行动，努力过，哪怕没有结果，我将来也不后悔呀。商小姐没错，谁都有追求真爱的权利。用商小姐的话说，战大少爷未娶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你未婚，也没有男朋友，你追求他不违法，也没有违反伦理道德，正常的很。海童，你是第一个认可我追求战少的人。要说追求男人，其实和男人追求女人也差不多的，投其所好，坚持下去，水滴石穿，总会有回应的。我知道要坚持，执着点。不瞒你说，我大嫂当初也是主动追求我大哥的，我全程看着呢。那时候呀，我大哥也像战少那样高傲冷冽，不为所动。我大嫂天天来缠着我大哥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我大哥就被我大嫂拿下了。有段时间，我大嫂也想放弃的，她不再出现在我大哥面前。没想到我大哥被他缠习惯了，他不再露面，有放弃之意，我大哥反而主动了。现在呀，在管城，谁不知道我大哥是个宠妻狂魔？他喜欢什么你就天天送给他。还有，抓住一个男人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，你再天天给他送好吃的，哪怕一开始他很不给面子，让你下不了台，坚持下去，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接受了呢。你也说你大哥当初是习惯了你大嫂的存在，当你大嫂想抽身离去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时，不就成了？还有，你可以制造一些小意外，例如在他必经之路等着他，向他求助什么的，我想他只要不是铁石心肠，总会帮你的，然后你们俩便有机会相处了。海童，谢谢你给我支招，要是有一天我真能嫁入战家，成为大少奶奶，我一定重谢你。到时候请我喝杯喜酒就行。那是一定的，我要是能成功拿下战少，我请你当我的伴娘。那你加油，我等着给你当伴娘。哎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他。彤彤，小军，你醒了。商小姐，这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也是我店里的合伙人沈小军。你好，海童，我先走了。下午我要陪着我妈去海边度假，我们家在那里有栋海景别墅，有很多新鲜的海鲜吃。回来时我给你带点海鲜。那我就等着了。彤彤，你是怎么认识商小姐的？她还主动来找你。海童把商小飞拦他的车，然后送商小飞去战氏集团的事情告诉了沈小军。这样也行。那个彤彤，这次的宴会是在段家的别墅里举行，段家和我姑姑家是邻居，生意上也有来往，所以关系很好，否则我姑姑也不敢带着我过去。你陪我去吧，我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和段家的大少爷谈场恋爱。我不去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去帮我长长眼呀。有你姑姑在，不用我帮你长眼。沈姑姑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，她才是过来人，你又是她的亲侄女，她自是想你好的。她既然想撮合你和段大少爷，你去试试呗，总比阿姨让人帮你介绍的那些所谓的优质男好吧。段大少爷长得一点都不好看，又矮又胖，他就是长得不好看，才35了，还没有结婚。段太太着急放弃了门当户对，想挑个家庭条件一般的。你是嫌段大少丑吧？彤彤，你再陪我去一趟吗？不去，我要和我家那位去约会，增加感情。我的招财猫好了吗？本来做好了，商小姐忽然来找我，
他很喜欢，我便先送给他了，想着咱们住在一起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补上给你，所以就……战先生，你生气了？你把给我的东西未经我的同意就送给了别人，我难道不能生气？战先生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明天就补回来给你，别生气了。这样吧，我多送你2样，一个招财猫，一条金丝编织的金龙，行不行？下不为例。绝对不会再有下次。商小姐是商氏集团的千金吗？她怎么会去找你？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商小姐来找我是向我倾诉她对战大少爷的痴情，她追求战大少爷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，心里郁闷，还向我请求怎么追求战大少爷。你有法子，还是你以前也追求过男人？我哪有经验呀？我的初恋都是刚开始就结束的，可以说在感情上我和一张白纸差不多，当然我比你好一点，你才是一张白纸，摸一下你的脸你都能跳起来防色狼似的防着我。你给商小姐支了招？算是吧，我教她使出18般武艺缠着战大少爷，在战大少爷每天的必经之路制造点意外，战大少爷总不能是铁石心肠，见死不救吧？只要战大少爷伸出援手，他们就有机会相处了。你在战氏集团上班都见不到你们老板，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老板就是太过高傲，不肯与商小姐相处，相处过的话，他肯定会爱上商小姐的。我们老板绝不会爱上商小姐。海童，你最好别管这种闲事，若是哪一天被我们老板知道你给商小姐支招追求她，老板一怒之下报复于你，你这书店都开不下去，还有你老公，我也可能会失业。你们老板怎么这么小心眼的？谁都有爱人的权利，商小姐爱他有什么错？我听说他长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都是个老男人了，也没有人追求过他，他也没有女友，难得有商小姐追求他，证明他还是有点魅力的，他该感激商小姐才对。我们老板年纪不大，不是老男人。你不是没有见过你们老板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老男人？年纪不大，能掌管庞大的战氏集团吗？要是你们老板还很年轻的话，他能压制住底下那一帮老臣吗？所以他必定是有一把年纪的了，否则他没有资历，没有魄力，根本压制不住老臣。我与商小姐很投缘，她勇敢地追求真爱，战大少爷又是个单身的，我支持他追求真爱。商小姐说，要是战大少爷有家室或者有女友，他绝对会放手的，他有他的傲气，绝不会插足别人的婚姻感情。我觉得商小姐的三观挺正的，不会打着追求真爱的旗号插足别人的婚姻感情。商小姐真的那样说过？今天找我聊天时候说的。我们老板被商小姐纠缠的烦透了，我倒是可以把商小姐的话转告我们老板，说不定我们老板为了摆脱商小姐的纠缠，火急火燎的结婚呢。蘸水桶，以你对你们老板的了解，他是那种人吗？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和谁结婚？我倒是有个建议，不过我是站在商小姐那边，真的，所以我的建议不能告诉你。你和商小姐不过是初相识，怎么就站在她那边了？我跟商小姐是初相识，但我跟你们老板是连相识都没有相识。你说我站谁那一边？商小姐的性格我喜欢，我就支持她追求战大少爷，怎么了？我们老板不会被商小姐征服的，我站我老板这边。要不咱俩打个赌，就赌一下商小姐能不能追到你们老板，如何？你赢了，你可以让我给你做3件事，不过要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你输了，你要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反正就是把家里的家务都承包，干上2个月。可以，我去写一份赌约。等等，战先生，你们老板身边的人都是男性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老板的秘书是不是男的？秘书长得帅吗？用男秘书怎么了？公司里很多高管都用男秘书，男女秘书的比例是差不多的。那个战先生，这赌约还是算了吧。怎么赌不起啊？对，我赌不起，我这心里不踏实呀。万一你们老板喜欢帅哥或者是不行的话，我这是稳输无疑呀。这赌约咱不能签了。老半晌，蘸水桶黑着脸起身扭头回了他的房间。嘿嘿，还好我想着周全，否则就要输给他了。你起这么早？咱们家里的冰箱没存货了，我去市场转一圈，买点菜回来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早上要开个早会，不可以迟到。你可以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的，没必要非得去菜市场。老兄，你就知足吧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多买点菜带到你店里去，中午自己烧菜做饭，别吃外卖。知道了。让我知道你在叫外卖，我就天天让管城大酒店的人给你送饭。败家爷们，我先走了。不识好歹的丫头。
老板，嫂夫人老家的那帮极品亲戚找了调解员，准备去找嫂夫人调解。还没有把他们压到底吗？那倒没有，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死了，太便宜他们了。咱们就慢慢的和他们玩，让他们一点点的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，这样的报复才够狠。现在他们不管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，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，比嫂夫人着急多了。他们也主动找过嫂夫人想和解的，但嫂夫人拒绝了。现在他们找到什么节目组的调解员，请调解员帮忙调解嫂夫人与他们的矛盾。不管是什么节目组，你帮我解决了，别让那帮极品去打扰我老婆。你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我让人去解决，再放出风声去，哪个节目组的调解员敢去打扰嫂夫人，就让他们节目组都被取消。老板，今天嫂夫人有没有打包早餐给你带到公司吃？让嫂夫人多打包一点，让我也尝尝嫂夫人的厨艺。滚！呵呵，这酸味都可比酸菜了。这才多少天呀，交的钱又快花光了，你们商量一下，每人出多少钱，凑上一笔钱，明天去把钱交了，免得医院催。爸，你和我妈的钱都掏完了？怎么叫你们掏钱不乐意了？我和你妈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烧？从你妈生病到现在，你们有谁给过多少钱？我和你妈把你们养到这么大，帮你们成家立业的，现在你妈病了，你们交点医药费不是应该的事？爸，我们没有说不给，也不知道妈这一次一共要花多少钱，这几天花钱真如流水。谁叫你们没本事，拿捏不到那两个死丫头？要是能拿捏到他们，也用不着你们出这些钱。要怨的话，就怨那两个死丫头。你们要是不想掏这个钱，甭管你们用什么法子，能让海童掏这笔钱就行。对了，志文还是不能回公司上班吗？还没呢，志文请上司吃过饭，打探到是商事集团的老总妹妹要求把志文停职，赶出公司的。好在志文还有点能力，现在只是停了职，还没有把他解雇，还有点回旋的余地。那什么老总的妹妹干嘛针对着志文？该不会是那死丫头找的靠山吧？那倒不是，人家可是千金小姐，商家在管城那是第2大豪门，家产都近1000亿，直追第1豪门战家呢，怎么可能是海童的靠山？听说是热搜分走了商小姐热搜的热度，商小姐一怒之下才找志文的麻烦呢。都是那死丫头害得我们损失惨重，不是说找了什么节目组的调解员出面帮忙调解吗？就算是演戏也要演着，不能再让这件事影响了小辈们的工作。我问问志文，爸，我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们，不用做好准备了，调解不成，本来说的好好的，结果今天就不去了，也不说原因，可把我气死了。试试换一个节目组也不行吗？我朋友说，没有一个调解员愿意接咱们这个事，给钱人家都不干。我朋友还说，可能是海童那死丫头找了什么靠山，那靠山很厉害，导致那些调解员都不敢接这个事。志文说什么了？调解员不肯帮忙？没有调解员出面，我们只能厚着脸皮多去几次了。上次由志明带着弟弟们去，年轻人可能冲动了点，老八还说要砸了海童的店，那不是去和解，是去点火的，得跟大家商量一下。我们这些当长辈的亲自出面去找海童道歉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他删了，再发新的文章说与我们和解了，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个漩涡里解救出来。也只能这样了。海童姐，你什么时候买了车的？已经买了一段时间的，一直没有开上路。今天下雨，骑电瓶车不太安全，我便开着这辆车过来。念生，你不用上班吗？要呀，我给我姐送点厨师新做的点心过来，让你们尝尝鲜。等会儿我就回公司了。海童姐，明天吃饭的事，放心吧，说过要请你吃饭就一定请的，明天中午不见不散。彤彤，你还没有上班吧？在店里呀。怎么啦？你开车过来帮我拉点东西放你店里吧。我今天就开始去找工作。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姐，姐夫还没有回来过吗？没有，倒是发信息叫我退还生活费，说他最近不在家里吃饭，他提前支付的生活费就要退还给他。姐，你退给他了？退了，严格执行 AA 制，我不占他一分便宜。姐，那你还有钱用吗？我还有钱，你以前给我的钱，我每个月都存了点。姐，中午你去我店里吃饭，我从家里带了肉和菜去店里做饭的。行，我要是走得太远，就在外面随便对付一顿，要是走得不远，就去你店里吃饭。海玲姐总算迈出了第一步，我跟念生说了，念生他现在还是在历练阶段，无法安排人进财务部。我也问过我的姑丈了，姑丈说公司的财务部不缺人。
没事，相信我姐能找到工作的。海玲姐以前就是在财务部上班的，她有经验，找工作不难的。念生，你赶紧去上班吧，天天迟到，小心姑丈扣你工资。是啊，念生，你快去上班，别老是迟到早退的。你们公司上下所有人都看着你呢。彤彤，你姐是不是又和你姐夫吵架了？周红林还住在他父母家里没有回来，还叫我姐把他余下的生活费退回给他，说他现在不在家里吃饭，用不到生活费。这样的男人还留着做什么？总要等我姐稳定后才能想以后的事。你参加段太太的宴会怎么样？跟段少爷来电吗？我现在头还有点痛。你该不会是故意在宴会上喝醉发酒疯吧？发疯倒是没有发疯，就是喝了不少酒后装醉，然后往地上一躺装睡。我姑姑就火急火燎的把我拖走了。我想以后我姑再也不会带我去参加各种宴会的了。你倒也豁得出去，想耳根清净就不能要脸皮。我想我妈和我姑能消停一段时间的了。你姑姑估计是恨不得和你划清界限，装着不认识你。哎，难得商小姐喜欢我的这些小玩意儿，我就把招财猫送给了商小姐，想着再补做一个给我家那位，结果她知道了跟我生气呢。我又是道歉，又是认错，又是哄的，还要多送了一样给她才算把她哄住。我争取今天就把要给她的礼物准备好，免得晚上回到家里又绷着一张棺材脸给我看。你那只招财猫既然说好了送给战先生的，那就是他的东西了。你未经他同意先送给了商小姐，他会生气也很正常。就在这时，海豚的手机又响了起来。海豚，你忙吗？奶奶有什么事尽管说，我再忙也会帮你解决的。也没什么事，明天不是周末吗？你们店里周末不是没什么生意的，休假不？奶奶想去你们家里过周末，你跟水桶提一提，同不同意？奶奶，你想过来，随时都可以过来，不用经过我们同意的，那是你亲孙子的家，也等于是你老人家的家。总要问过水桶的，万一水桶怪我去当电灯泡，破坏了你们过两人世界呢？奶奶，不会的，我今晚跟他说一声便行。你明天是让奕晨送你过来，还是我们过去接你？我下午再过去。行，奶奶想吃什么菜，我晚上烧给奶奶吃。你做的饭菜都好吃，奶奶都爱吃。彤彤，你先忙，奶奶约了老友，快到时间见面了，不和你聊了，记得问过水桶，免得他怪你。小军，我去接我家那位过来吃饭，你看着店，我姐回来后跟他说一声。有好吃的会想到战先生了。你们夫妻俩感情是越来越好了吗？谁叫我现在是他养着呢？生活费是他一个人出的，做了一桌子好菜，总要叫他过来尝尝的。我打车过去，等会坐他的车回来。快去吧，店里有我呢。战先生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，你还没有下班吧？我来接你去我店里吃饭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战先生，我已经下班，不过客户还没有离开，我还在和客户谈着生意上的事情，估计要等一会儿才能出去。要不你先回去，我等会儿再去你店里吃饭。需要多久？我没有开车过来，坐的计程车。没事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一等，你忙完了，咱们再一起回去。公司斜对面有一家奶茶点心店，你在那里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去那里接你。战总，不一起去吧吗？我有点急事，不能陪军总吃饭了，改天有空我一定请军总吃饭。你要喝奶茶吗？我给你买了一杯的，我先喝，喝完了换我开车，你就可以喝了。谢谢，我不喝。那我带回去给小军喝。今天怎么会想到来接我下班？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给我，万一我不在公司里，你岂不是白跑一趟？你们到了吃饭的时间也要谈生意的吗？很多时候谈成生意都是在饭局上。下次我提前给你打电话吧，我就是想着给你一个惊喜，现在看来惊喜倒没有给到，给你的可能是惊吓了。我姐去找工作，中午会去我的店里吃饭，我就多做了点菜。你往常对我既照顾也很大方，总要回报你一二嘛，便过来接你下班一起吃饭了。海童，我们是签了协议，不过你也不用时刻记着期限一到就离婚的，我们可以像普通夫妻那样相处着，你不用凡事都讲究回报我。就算是夫妻也要相互付出的呀，你要是不喜欢我来接你下班，不喜欢和我一起吃饭，我以后不来便是。战水桶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海童便当他是默认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奶奶说想来咱们家住上2天过周末假，她让我一定要跟你说说，怕你会不同意，你是奶奶的亲孙子，怎会不同意呀？我们周末也各自有事情要忙的，没什么时间陪伴奶奶老人家，她来我们小家还不如留在老家呢，好歹她老人家的儿子儿媳都是退休了的了，可以陪她老人家。
你是不想让奶奶过来住2天吗？又不是住很长时间，就住2天而已。奶奶说她就算过来都是下午才会到，就算奶奶在咱们家住下来也没事。奶奶以前就喜欢去我店里待着，她要是住在咱们家，可以跟着我去店里。战先生，那是你的奶奶呢，亲奶奶。我不是说不让奶奶过来。行了，这件事我会打电话跟奶奶说的。战先生，你和奶奶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？咱们那个小家你不觉得太安静了吗？多一个人能热闹些。我就是喜欢安静，才一直住在外面的。好吧，你跟奶奶说吧。你决定，我还是觉得咱们家太安静了。奶奶就算过来也是住上1-2天。战先生，我能不能养宠物？他们又不会说话，况且会拆家，会掉毛，会到处大小便，我讨厌。当然，你要是把他们时刻关在你住的房间里，不让他们在我面前混，你要养一屋子的猫猫狗狗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你和水桶去哪里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我叫他过来吃饭，去他公司等着他。姐，怎么样？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有找到，简历投了一堆都还没有回音，要不就是直接回绝。知道我有个孩子才2岁大，竟然说我孩子这么小，事情多，我容易分心，不能专心工作，把我气得够呛的。谁说有了孩子的妈妈就不会专心工作？我跟他们说，孩子有人照顾，我上班时间绝对能专心工作。人家就像没长耳朵似的，听不进去。什么时候开始当妈妈的女人找工作还受到歧视了？姐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慢慢找，总会找到合适的工作的。先吃饭，休息休息，下午再去找找看，或者网上投简历，等通知面试再出门。我网上也投了简历的，来电话通知面试的并不多。战先生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多吃点。海童，你叫妹夫战先生叫得太陌生了。没事，我对他的称呼时时变的，反正叫的都是他，他也习惯了。姐，我和海童都这样想，怎么称呼对方就怎么称呼，有时候我也会叫她海小姐的。行行行，这是你们夫妻俩的闺房乐趣，你们习惯就好。中午的时候，嫂夫人来了吧？苏南，你是不是很闲，一天天的就知道八卦？给你做事太闷了，难得有点消遣，就忍不住八卦一下。你这盆发财树比一晨办公桌上的那盆要大一点，嫂夫人那双手真是巧呀，这些玩意儿编得像真的一样。一晨能和我比吗？等会儿也让秘书给我下单，买一盆更大盆的回来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，看看我能不能发大财。最好把他店里的工艺品都买了个遍。我给你打工，你给我发工资，又叫我去你老婆的店里消费，然后你发给我的工资进了你老婆的钱包，水桶，你还能更奸诈一点吗？下次挖个大坑坑死你，让你知道我能有多奸诈。行行行，我不调侃你了。军武少走了。走了，合同已签。吃完饭他便回 A 市去了。军武少那些保镖真是寸步不离。军武少拳脚功夫不怎么样，他们军家在 A 市和我战家一样，都是第一豪门。为求安全，武少便只能多带点保镖了。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，何必大惊小怪？你要是羡慕吴少的排场，你也可以每天带上10个8个的保镖。战总，你要的咖啡。秘书把刚煮好的咖啡端过来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中午跑去和老婆亲亲我我了，下午就没有精神上班了吧？多喝2杯咖啡哈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该不会是夫妻吵架了吧？我看嫂夫人脾气挺好的呀。我似乎有点伤了她的心。怎么伤的？说来听听。你别管我怎么伤的，你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最直接的方法也最有效，你把他扑倒，狠狠地爱他一回，保证他什么气都消了。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，夫妻总要那啥的。你们夫妻俩总不会是什么都不做吧？不过这也是你的正常处理方式，毕竟是被你奶奶逼着娶了她的，说不定你们很快就会离婚了。你盼着我离婚？我盼着你离婚干嘛？对我又没有好处。以你的脾气，你是不打算和海童做一辈子夫妻的，不过是应付你奶奶罢了，否则你不会隐婚。隐婚对你的妻子来说是不公平的，是让她受委屈的。你不在乎她受不受委屈，就说明你不打算与她过一辈子。这样的话，你与她隐婚反而就成了对她的保护。等你们分开后，她再嫁不受影响。不知为何，听苏南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提及海童再嫁，他心里的不是滋味更加强烈了。东明约咱们明天去老地方吃饭，那家伙每次请咱们吃饭都是去石的师傅那里，我承认那里的饭菜很不错，要不是旁边便是战奶奶的游艺咖啡厅，可以去那里坐坐，放松放松神经，我都懒得去了。那是咱们以前常去的地方，东明是个怀旧重情的人。你去吗？有人请吃饭，我当然要去。那我也去吧，难得周末总要放松放松的，吃过饭后再去你奶奶的咖啡厅坐坐，晚上去海边烧烤如何？不去，你自己去吧，晚上我还要回家陪老婆。水桶，海童跟你说了吧？说了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，我再提醒奶奶一次。我已经满足了你的愿望，娶了海童，其他事情奶奶别插手。这死孩子脾气又臭又硬，
我不插手，什么时候才能抱上曾孙？明天去我姐家，中午不回来吃饭了，你自己解决吧。好的。水桶，你点菜。咱们常来，跟老板说老几样吧。不换换新鲜的，他嘴巴刁，换了未必能吃得下。我也是，老几样吧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面生多吃点，吃饱一点。从洗手间里出来，蘸水桶忽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他说去他姐姐家里是骗我的。水桶，你今天有点怪了，怎么老是吃，一句话都不说的？我饿了。你不是有老婆的人吗？还能让你饿着？早餐没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和他不过是挂名夫妻，偶尔做做样子给我奶奶看看的。平时装的也太像了吧，简直就像模范夫妻，我差点都信了，还想着要不要也去闪婚一个老婆回来呢。东尼，你是不知道的，在公司里他经常在我面前秀恩爱，喂我满嘴的狗粮。我本来觉得单身挺好的，被他喂狗粮喂得多了，都差点要去征婚结束单身了。那你赶紧去，以你的条件征婚启事一出，多的是女人来应征。我去我奶奶的咖啡厅里坐坐，你们慢慢吃。我们那也吃饱了，陪你一起过去。东明，你有没有觉得水桶今天怪怪的？来的时候他还是很正常的，表情是没有那么冷漠的。我觉得他是去了洗手间后就变了。你真想知道原因，何不直接问水桶？算了，不问了。看他现在心情不好的样子，我怎么问也问不出来。要我说，就是你多心了。水桶的脾气一向如此，咱们跟他那是多少年的老友了，你也还不知道他。好，我马上就回公司。海彤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公司有事，我得提前回去了。没事，面生，你有事情要去处理，赶紧去。我和你姐去旁边的咖啡厅坐坐。少爷，大少奶奶也来了。水桶，需要我和苏南避开吗？他又不认识你们俩，你不去跟他打声招呼？他有他的朋友圈子，他的朋友我也不熟，没必要去打招呼。小军，都3点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得去我姐家里看看。行，等会儿咱们去超市一趟，我买点水果，再买2样玩具，我跟你一起去你姐家里。不想回家，看到我妈那张后娘脸，我就不想回去。谁叫你在段家宴会上往地上一躺的，把你自己的脸都丢了，还丢了你姑姑的脸，阿姨不生气才怪呢。丢脸就丢脸呗，省得我妈和我姑总以为我国色天香，绝代风华，能当皇后娘娘呢。现在他们死了这条心，我耳根子才能清净。咦，海彤，你看看那张桌子前坐着的3个人，有一个人是不是你家战先生？真是他，要不要过去打声招呼？他和朋友在一起，我和他的朋友都不熟，就这样过去打招呼不太好吧？那咱们悄悄的溜了。看到海彤装着没有看到他的样子，招呼都不打，蘸水桶在心里冷哼起来。就算过来打招呼，我也不会搭理你的。我怎么有一种做贼的感觉？谁叫你不过去和战先生打招呼？偷溜不就像做贼？他那表情冷冰冰的，我怕我过去打招呼，他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，我就尴尬了。我们快走吧。怎么了？我姐那个大姑姐的车子停在这里，准是她又来找我姐的麻烦了。她那个大姑姐绝对是个极品中的极品，跟我老家那些亲戚有的一拼。咱们赶紧上去，要是她欺负海玲姐，咱俩联手把她轰出来。海玲，你要是一直这样和红玲冷战下去，小心有其他女人趁虚而入。我们家红玲年轻有为，长相呢也不差，看上去就像个未婚的帅小伙，外头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就喜欢他这种成熟、事业也算有成的男人。海玲，你看杨洋几天没有看到爸爸了，都感情淡漠了，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可不好。男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缺失父爱的，很多事情让爸爸来教他怎么做的。就算周红林在家里，你们见过他带孩子吗？孩子是我们2个人的，但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，他不照顾就算了，连陪孩子玩耍都没有。周末闲在家里就是捧着手机在跟人聊天，要不就是在刷视频笑成个傻子，都不想和儿子玩一下。他这样的爸爸杨洋能跟他感情深厚吗？红林平时不是工作忙吗？他周末休息在家也是想放松放松的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是周红林的家，他是断了腿还是不认识路了？自己不会回来，非要我姐去接他，谁给他的脸了？我是不会去接红林回来的，他要回来就回来，不想回来就只能拜托妈和姐继续照顾他了。行，我回去叫红林自己回来。海玲，红林回来了，你们夫妻俩别再吵架，更不要打架了哈。红林在外面有体面的工作，他是要面子的，你把他打成那样，他见不得人，不能上班，工资就少了，吃亏的还是你们这个小家。他以前1个月只给我3000元的生活费，多1分都不愿意再给，现在 AA 制了，他只给我1500，
1500不过是养着杨洋而已，他工资多与少与我真没什么关系了。妈，我们走吧。妈，你说海彤那个闪婚老公在大集团上班，工资是不是很高？海彤自从嫁给他后，每次过来都大包小包的。刚才我瞟了2眼，他买来的那些水果都是很贵的那种呢。你想想你弟的收入，海彤的丈夫还是在战氏集团上班。你弟说了，战氏集团是管城的第1大集团，能进去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你弟还说，以他的能力都未必能进战氏集团上班呢。可见海彤的丈夫是个有本事的，收入只会比你弟弟多，不会少的。他向来对他姐极好，现在红林不给钱让海玲花了，他不就得帮衬着他姐姐了？如今他和那位战先生才新婚，新婚燕尔的对方自然肯为他花钱，但他要是老帮衬着他姐，钱都花到他姐身上，那个姓战的肯定会有意见的。谁乐意看到老婆总帮着娘家人的？等着看吧，海彤很快就会被她老公抛弃的。这样的败家娘们谁家都不乐意啊。回去后跟红林说，千万别再给海玲钱，就让海玲向她妹妹要钱，让海彤失去她丈夫的欢心。看她还嚣张不？就她那店还是与人合伙的，能赚多少钱？海玲现在这般硬气，不就是想到有海彤给她撑腰吗？等她连累了自己妹妹后，有她哭的时候。那天去了书店找海彤，我就想过要不要去战氏集团找一下战先生，跟他说说海彤的事，让他小心点，别被海彤骗光了所有钱。妈当时也是这样想的，考虑到你弟还不打算和海玲离婚，我才忍着没有去找战先生投诉海彤。我看红林对海玲是真的没有感情了，你看他对那个叶小姐好得不得了。叶小姐，我瞧着也很好呀，又是和红林一起做事的。妈，要不就让红林不要海玲了，娶那个叶小姐吧。至于周阳，就让叶小姐照顾他。明知道红林有个孩子的他，愿意跟着红林，就有当后妈的心理准备。叶小姐家里的情况我了解过了，她上面有2个哥哥呢。虽说家里条件不如我们家，但娘家给力，娶进门来，万一我和她合不来，我和你爸的老年生活怎么办？我还担心一点，红玲现在都对叶佳妮千依百顺的，那个丫头也鬼精，始终没有和红玲发生关系。越是得不到的越想得到，她把红玲的胃口吊得高高的。算了，那是红玲和海玲的事，就由着他们夫妻折腾去吧。只要红玲能一直瞒着海玲，不被海玲发现，我也懒得管她的破绽了。男人就是没有一个靠得住的，有点本事了，外面就彩旗飘起来。彤彤、小军，你们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？海玲姐，就是一些水果，一点零食，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姐，周红英说的话，你留意一下。什么话？她说姐要是再和姐夫冷战下去，小心别的女人趁虚而入。她这话里有话，说不定我姐夫在外面真有人了呢。姐，你留意一下，他要是真的出轨了，你收集好证据再向他提出离婚，婚后财产该争的都要争一争，不能便宜了他们。他的事我现在先不管，找到工作再说吧。我就是提醒姐一声，找工作的事姐也别太着急。彤彤，妹夫今天还要上班？不用，他每个周末都双休的，现在应该是和他的朋友们聚会了吧。明天你不用来姐这里，抽点时间陪陪妹夫吧。姐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战家男儿不是不可以离婚吗？我是例外，我和海彤的婚姻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就算我要离婚，我奶奶也不能说我什么，其他人更不会说我。知道我委屈，以后就别叫她总裁夫人，她还不配。前2天还绣着你老婆送给你的发财树，绣了一整天，今天就变脸了。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我没空和他吵架，走吧，去我家酒店喝2杯。行，我们俩今天舍命陪君子，你想喝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俩都奉陪。可曾在咖啡厅里看到过大少奶奶？老夫人，大少爷不是未婚吗？瞧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行，想有孙媳妇想疯了，以为水桶结婚了。你把店里今天的监控视频都发给我看看。海彤，你和战先生的家真心宽敞明亮，采光极好，我最喜欢你们家这个阳台了。闲时坐在阳台看看书，赏赏花，感觉舒心惬意。这些花有一小部分是我买回来的，其余的都是我家那位买的。也不知道他去哪个花店挑的花，养得特别好，开的花又大又好看。你帮我问问他是在哪里买的，我也去那家花店买上10几盆，放到我家2楼的阳台上。那个，你好，我是代驾的，你家先生又喝了酒，我送他回来。又是你啊，
谢谢你送我先生回来。怎么又喝酒啦？喝了多少？要你管。你喝多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回房洗洗睡吧。你今天真去你姐姐家里了？是去我姐姐家里了呀。海童，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。我坦白什么？我又没有做错事。蘸水桶，你今晚发什么神经？有话你就不能直白的说，拐弯抹角的，谁知道你想说什么？我去我姐姐家。怎么想起来了？你和张念生在实德式服餐馆里吃饭，你们俩有说有笑，亲热的比咱们俩还像夫妻。海童，我说过，在我们协议婚姻期内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别给我戴绿帽子。我的忍耐性是有限的，再有下次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我的忍耐性是有限的，再有下次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看到我和张念生吃饭了，就没有看到小军也在场吗？你的思想怎么那样的黑暗？把我和念生想成什么了？他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一直把他当成弟弟来看待。我们的确是有说有笑的，毕竟有10几年的交情在。他从认识我开始就跟着我身后，姐姐长姐姐短的，与他相处比和你在一起时更轻松更欢乐。蘸水桶，我说过我不会找下家，我和张念生也是清清白白的，你爱信不信，我也用不着向你反复解释。你说过的，在我不给你戴绿帽子的前提下，咱们的私生活互不干涉。海童解释完后转身就走，不想再搭理蘸水桶这个自大狂。第二天，蘸水桶饿醒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，走出房间并没有看到海童的身影。大少爷，有话就说。大少奶奶今早很早就出门了，出门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以后她去哪里去做什么都不用跟我说，回豪庭别墅区。老板早呀。不早了，我刚吃完中午饭。有何指示？下午有什么节目吗？水桶，今天的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吗？你居然会主动问我有没有节目？怎么，星期天不用陪你老婆？她只要休息都是去她姐姐家里帮忙带孩子，要不就和她的好闺蜜逛街，不用我陪她。我打电话问一下东尼，看看他有什么计划再通知你。海童一整天都在店里编织工艺品，回到家后把招财猫和那条龙放在了茶几上，便回房睡觉。蘸水桶一夜未归，海童也没有打电话给他。第二天早早就出门了，在楼下的停车位看到了蘸水桶那辆车。半晌，海童掏出手机给蘸水桶发了个信息就走了。海童，你来了。我姐和杨洋起来了吗？你姐在厨房里准备早餐，杨洋还没有起来。亲爱的，不用吃早餐，我等会儿去管城大酒店给你打包美味的早餐，比你平时吃的路边摊好吃。你是不是回家了？回来了，这是我买的房子，我在还的房贷，房子是我的，我凭什么不住？你们住的那套房子，房产证上可有写你老婆的名字？没有，我婚前就买的，没有加她的名字，以后咱们在一起了，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。先不说了，亲爱的，咱们公司见。海玲，我先去上班，不吃饭了，周一容易堵车，我早点出门，中午我有饭局也不能回来吃饭，你和杨洋吃就行。见没人回他，周鸿林尴尬的走了。Hello， 周经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说我给你打包过去吗？在外面叫我鸿林，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。既然你过来了，那咱们就在酒店吃饱了再回公司。怎么样？惊喜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很惊喜，这里就不说这么多入骨的话了，不然水桶大人的帖子通不过。这时候，一群保镖簇拥着一个男人从酒店里出来。那是谁呀？排场好大呀！这是什么地方？管城大酒店。这间酒店是战氏集团旗下的。放眼管城，台上那么大的人也只有战家大少爷了，可惜人太多看不到他本人。战大少爷在咱们管城简直就是神一样的人物，也不知道这样的男人哪家闺秀能征服他。管他呢，走吧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大少爷，刚才在酒店门口我看到了大少奶奶的姐夫，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并不是大少奶奶的姐姐。都说了他的事与我无关。说完拿出手机，还看到了海童发来的信息。蘸水桶手指动了动，并不是回复海童，而是把海童删了。彤彤，今天你还去接你家那位过来吃饭吗？我在家里带了些新鲜的海鲜过来，咱们中午就吃海鲜大餐。蘸先生要是过来吃饭，我多放点米。就算我叫他，他估计也不会过来。小军，我和蘸水桶好像是冷战了。你们俩怎么会冷战的？最近不是处得挺好的吗？蘸先生为了让你吃好，还特意让管城酒店的人给你送饭呢。还不是周六那天中午我请你和念生吃饭，可能被他看到了吧，我都没有看到他，他硬说我是把念生当成了下家，说我给他戴绿帽子，把我气得半死。
他当时没看到我们是3个人一起吃饭的吗？怎么不跟我们打招呼的？还有我这么大个人坐在那里，他也看不到，就只看到你和念生了。我也是那样说的，我说小军还在呢，我是和我朋友一起吃饭。彤彤，战先生会不会怀疑我是牵线的那个人？你可得解释清楚，免得战先生以为我是个拉红线的人，我冤呀。我解释了，他只相信他眼睛看到的。昨晚他一夜未归，今早给他发信息，他也不回复我。我想我们现在就是别人说的冷战吧。可能是他还没有看到你发的信息，你再发一次看看。海童沉默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拿起手机发信息。彤彤，你脸色好难看，是不是战先生回复了？不用管他，你就做我们几个人的饭菜就行了。他吃不吃那是他的事，饿不死他。他删除了我，我一气之下也删了他，还把他的电话都拉黑了。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起他。小军，你还是好好的找个靠谱的男人谈上几年再结婚，别像我这样闪婚的祖宗回来供着敬着，还老是得罪他。我心情不好，我去逛商场，拿他给我的生活费的那张卡去刷爆他。你去吧，我做饭。蘸水桶正在开会，所有人的手机必须是调为静音，唯独他的手机能响。当他收到了消费信息时，拿出手机看了2眼，一下子花了2万多，难道他知道了我删除了他，来了气，故意去买东西气我？不得不说，战印真是会猜，他猜中了。会议结束后，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我与海童闹翻了。为什么？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，从周六中午吃完饭后，你就开始变了。总算承认你和海童吵架了吧？你说出原因来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有什么好分析的？我亲眼看到他和其他男人吃饭，看到他笑着给那个男人夹菜。我是他丈夫，哪怕是名义上的丈夫，他对我都没那么好呢。他出轨，不要乱猜。老板，就算亲眼看到海童和别的男人吃饭，给别的男人夹菜，那个男人是他什么人，你得弄清楚呀。万一是亲戚关系呢？就是张念生。张念生是谁呀？我知道了，张氏集团张总的儿子。现在在张氏集团磨练的他，我先分析分析。张念生的亲妈姓沈，夫人最好的朋友也姓沈。张念生是沈小军的表弟。对，他们俩是表姐弟。夫人跟沈小姐是好姐妹，肯定早就认识张念生的了。他又比张念生大几岁吧，说不定他只是把张念生当成弟弟看待。他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当弟弟也当不成弟弟。张念生暗恋海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男人，男人的直觉告诉我，张念生暗恋海童还不是1天2天的事。周六你看到他和张念生吃饭，就只有他们2个人，还有沈小军。那不就是了？又不是只有2个人，是3个人一起吃饭。至于你说他给张念生夹菜，说不定是那盘菜离张念生有点远，他才给他夹的菜呢。水桶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吃醋？你对你那个闪婚妻是越来越在乎了吧？蘸水桶脸一黑，起身走人。回到办公室，蘸水桶想了很长时间，才拉下脸给海童打电话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哼，还把我拉黑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以为你去接妹夫过来一起吃饭呢。我是去他公司了，他中午没空呀，要和客户一起吃饭。好吧，赶紧吃饭吧。慢点开，别超过前面那辆轿车。前面那辆车是大少奶奶的吧？就你知道的多。大少爷，今晚回哪里？回豪庭别墅区吧。快跟上。我懂。快到一个路口的时候，路边几个青年忽然呼啦啦的冲出来，海童马上来了个紧急刹车。是你想死是吧？知不知道你那样冲出来，我要是刹车不及你就没了。是我怎么样？海童，你有钱买新车，不见你帮奶奶交医药费。你知道奶奶这次住院花了多少钱吗？她花了多少钱与我无关，早在他们用钱买断婆孙情的时候就说过，生不用我们养，死不用我们葬。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记忆呢，不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事。回头看看我发的微博，或者问问你的爸妈。话音刚落，海之青一棍就朝海童敲打过来，但海童都别动，告诉你们，姐可是学过散打的，别自讨苦吃。海童，我要告你故意伤害罪，让叔叔把你抓进去，还要赔偿我医药费。我这是正当防卫，你去告啊，看看到最后是谁进去。你有证据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吗？海之青，你连行车记录仪都不知道吗？你刚才威胁我的嚣张话语都被录下来了，还有你们先向我动手的，这里到处都是监控呢。你想怎么样？报警。姐，海童姐，咱们就是闹着玩的，你别报警，不用报警的，
大不了我们向你道歉。你不是说要报警抓我的吗？不是说要告我的吗？不是说要让我赔偿你医药费吗？我主动帮你报警，你该感谢我。我爸妈说过，你就是个心狠、无情无义的，果然是真的，没有骂错你。对，我就是心狠的，无情无义的。难道你们有情有义吗？当年你爸妈他们是怎么对我了？你以前不知道，现在还不知道吗？别以为过去了我就可以放下，就会不计较他们怎么对我的，我都记着，记一辈子。我劝你们最好老实的待在这里，等着叔叔来解救你们，跑了的话罪加一等。战水桶知道海童学过散打，看到海童完全占了上风，也放心了。大少爷，前面有辆车说是抛锚了，能帮他修就帮他修一修，需要时间太长的话，就叫所有人下车，合力把他的车推到一边去，别阻碍到别人的出行，再叫他打电话叫人来拖车。你这车要修好需要好几个小时，我们赶时间没有办法帮到你，我叫人下车帮你把车推到一边去，免得挡住了后面的来车，你再打电话叫人来拖车。行，那我先谢谢你们，就是我们小姐有急事要先走，不知道你们能否带上我们家小姐一程。大少爷，对方车上还坐着一人，那人说是他家小姐急着出门办事的，现在他的车子需要拖车去修，问能不能带上他家小姐一程。哪家千金？我倒是没有问。不用问了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战水桶，我的车子坏了，你能带我一程吗？掉头回豪庭别墅。商小姐怎么办？你想丢工作？战水桶，笨水桶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在明苑花园住的好好的，怎么又搬回来住了？我还是习惯住在这里。是不是和海童吵架了？我是个有风度的人，不会和他计较。海童做了什么事，让你不回明苑花园？没做什么。水桶，你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，在这个家里，论谁最了解你，非奶奶莫属。你们夫妻俩没闹矛盾，你是不可能跑回来住的。海童到底做了什么事？你不说也无妨，等会儿奶奶去他的店里问问他便知道了。奶奶说过了，你不能插手管我和海童婚后的任何事情。奶奶不插手管，奶奶就是关心，想知道你们俩怎么了。你是个高傲的人，自尊心强，又装穷隐婚。海童压根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就算你错了，你也不会轻易低头道歉。这个时候，你需要奶奶来当个推手，帮你们缓和一下僵冷的关系。也就是一点误会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奶奶不用担心，也不用去问海童，我过几天就回明月花园。真没问题？没问题。行，奶奶相信你，你既然说没问题，那就没问题。奶奶就算去找我孙媳妇，也不会问她的，给你留点面子。我需要奶奶给我留什么面子？水桶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理应能屈能伸。况且你和海童是夫妻俩要过一辈子的，有什么坎是迈不过去的？我和海童签了半年协议，在这半年内彼此间没有爱上对方便离婚。奶奶不用替他不值，我至今没有碰过他，他还是清清白白的。我们一直隐婚，知道我们结了婚的人并没有几个，离婚后对他的伤害也能降到最低。还有，我答应把明苑花园的那套房以及那辆车给他，不会让他净身出户的。这个混小子，奶奶该知道强扭的瓜不会甜，奶奶要报恩，我是奶奶养大的，奶奶让我娶她替你报恩，我都照做了。我跟奶奶说好的，就是奶奶不能插手我们婚后生活。领证那天我也跟奶奶说过，总要考察过她的人品，看她值不值得我付出一生，不值得就半年结束。就你这臭脾气，哪怕你真爱上了海童，也是硬着脖子不承认的。算了，我不气，当初逼着你娶海童是奶奶错了。你说的对，强扭的瓜不会甜，你爱咋样就咋样吧。用你的话说，你们处于隐婚状态，知道你们结婚的人不多，离婚后对海童的伤害能降到最低。但愿你不后悔，但愿你将来不用来求奶奶帮你说情。你帮我叫司机开车出来，我现在就走。奶奶吃过早餐再去吗？奶奶看着你这张脸就吃不下去。我去海童店里吃，对着我孙媳妇的脸，我能吃2碗饭。那我让明叔打包好早餐，奶奶带着过去和海童一起吃。让明叔多装一点，海童胃口好，还有小军丫头也在，有他们俩陪着，我觉得我能吃下满汉全席。行，我还是跟我孙媳妇说一声，免得她自己打包了早餐。奶奶，你还没有起床呀？奶奶以为你起来了。昨晚睡得晚，今天就多睡了会儿。奶奶，你在哪里？奶奶在外面，准备去你店里和你一起吃早餐。对了，彤彤，你不用打包早餐了，奶奶打包了3份早餐带过去，和你还有军丫头一起吃。
行，那奶奶在店里等我，我很快就过去。这样看着奶奶做什么？想让奶奶问海童什么问题？电话都挂断了，我说还有用吗？你刚才怎么不说？看看你就是这样子，死鸭子嘴硬，想说什么想问什么，嘴皮子动一动不就问出来了？非要板着张脸抿紧唇，好像你这张嘴生来是不会说话似的。说吧，你想问海童什么？奶奶等会儿见了他帮你问问。我就是想知道他昨晚几点回来的，他昨晚出了点意外。意外？什么意外？他被几个小混混半路拦车，小混混想打他，不过被他反击了，最后派出所把小混混连同他一起带走了。你看到了是吧？看到还不出手是吧？蘸水桶，就算你不爱海童，看到他遇到危险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呀，哪怕是个陌生人，你也该见义勇为，更不要说那是你的妻子。他身手好得很，我想英雄救美都没机会。嘿嘿，水桶呀，是奶奶错怪你了。海童是学过散打的，身手是挺好的，对付一般的小混混，10个8个都不成问题。奶奶建议你呀，下次看到海童有难时，别看他需不需要帮忙，赶紧去帮忙救事，最好还受点伤，那样海童会愧疚，对你非常好的。追妻总是要耍点小心机的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你的真心。奶奶，我不追妻。行，你不追妻，你就嘴硬吧。有你求奶奶的时候，奶奶先去孙媳妇那了。要是吃早餐时没有胃口，学你奶奶我的方法，还是很管用的。奶奶吃的盐多过你吃饭。那我让明叔打包好早餐，奶奶带着过去和海童一起吃。我就喜欢和你们俩丫头一起吃饭，特别香。战奶奶，你是不是去5星级酒店打包的？我去管城大酒店打包的。奶奶，你又破费了。我和小军都不是挑食的人，随便打包一份白粥过来，我们俩也吃得津津有味。奶奶这个月的退休金到账了，请你们吃餐好的。奶奶的退休金留着养老用。我儿孙一大堆，他们还能不养我老？我不缺钱，就是怕不知道怎么花钱。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一笔零花钱。放心吃吧，就打包3份早餐，花不了多少钱。海童，我吃饱了，得上一趟洗手间，年纪大了，蹲一回得半个小时。海童，快接手，重死了！商小姐，你这是？我去度假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回来时会给你带点海鲜，让你尝尝鲜。这些都是我们出海打鱼时捞起来的真正新鲜的海鲜，我特意让人收拾好，挑了最大只的先养着，回来时就给你带了回来。商小姐，你送的也太多了。不多，你可以养着慢慢吃，或者先处理好再放冰箱冻着，想吃的时候再吃。商小姐，你太客气了，一点小东西不值钱，你不嫌弃就好，咱俩有缘，我是把你当朋友看待，朋友之间没什么客气的。你们才吃早餐吗？刚吃完。4副碗筷，还有人吗？是海童丈夫的奶奶来了，她老人家现在洗手间。商小姐，你去度假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这不是放心不下我的心上人吗？陪了我爸妈在海边玩了2天，昨晚就回市里了。海童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早上我按你教我的办法去堵战少的车子啦，还真让我堵到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你们俩说上话了吗？战大少爷帮了你吧？帮了，但又没有真正的帮。我和他没有说上话，他都不肯下车，好像我会吃了他似的。我的车抛锚了，本想坐他的车，他不让我上车，我就没有坐到他的车。好在他让他的保镖们下车，把我那辆故意整的抛锚的车挪到了一边去，免得挡了别人的路。他这样算是帮了我，但又没有帮到底。我用你的方法算是成功了一半吧。未能坐上他的车与他独处说上几句话，可惜了这个机会。我还想着上了他的车就有借口请他吃饭，谢谢他载我一程的，结果没机会了。谁说你没有机会，没有借口啦？他不是让保镖们帮你挪了车吗？就当是帮了你的忙，你照样用这个借口找上门去请他吃饭，或者送点礼物给他当做报酬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你想一步登天，便没有想到这个细节了。我暗恋他好几年，中间也纠结过，也逼着自己放弃过，但我太喜欢他了，放不下便涌起直追了，爱得太深，便想得到更多。哈哈哈，海童竟然教着商小飞去追求战水桶，这戏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小军，你去问问奶奶，她进洗手间很长时间了。
海童，你真是我的好军师，谢谢你，我现在就去找战少请他吃饭，他不赏脸，我就在他公司门口等着，除非他叫外卖，否则别想摆脱我。对了，海童，你平时会送什么礼物给你丈夫？我只送过他衣服，还有就是我编织的发财树和招财猫了，还有一条金龙，就送了他这么多东西，不值什么钱。我先不送衣服，送了他也不会收的，况且我也不知道他穿多大尺码的衣服，他的衣服都是请高级设计师帮他设计，量身打造的。海童，你现在有成品吗？我觉得你编织的工艺品很好看，像真的一样。你送给我的招财猫，我拿回家里放在大厅上，我妈妈都夸很好看，还说有空的时候光顾一下你的网店，帮衬一下你的生意呢。你卖几样给我，我拿去送给他当礼物。我这些货物不值钱的，你决定要送这样的小东西给他吗？他什么都不缺，送东西给他就要送巧的和他眼缘了，他才会收下来。既然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现在这里倒是有几样成品可以让2样给你，不能让太多，有些是客户预定的货，得交货了。也行，你拿出来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。是2只凤凰，一雄一雌，我去拿。真的栩栩如生，海童，你的手太巧了。这2只凤凰要多少钱？我买下了。咱们这么熟了，还是朋友，谈钱伤感情。哈哈哈，要是战少收下了我的礼物，我就帮你推销产品，保证让你的销量翻几10倍。那我先谢谢你了。海童，我先去送礼啦，等我追到了战少，一定重重的谢你这个军师。哈哈哈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在里面刷了一会水桶大人的视频，很好看，就蹲得久了点儿。刚才谁来了？我好像听到你们在说话。我新交的一位朋友，他去海边度假，回来后给我送来了很多海鲜。奶奶，中午你留在我店里吃饭，给您老做海鲜大餐。好呀，你就算不留我，我也要留下来的了。在家里经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吃饭，再好的菜吃的也不香，你多做点。我打电话给水桶，叫他中午过来一起吃饭。海童想说什么，最终却只是嗯了一声。老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俩脸色这么难看。大哥，知青昨天出去后就没有回来，我们担心他出事了。知青有说去做什么吗？知青说要去找海童算账，要让海童拿钱出来给妈交医药费。昨天出去后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打他手机已经关机了。你们俩怎么能让知青自己去找海童？上次他们那几个一起去，海童都是寸步不让的，他一个人能让海童低头吗？知青非要去找海童算账，我们拦也拦不住呀。他年轻气盛，志明说他上次都想砸了海童的店，坏了，赶紧的，你们去海童那里问问知青有没有去找他麻烦，我陪着你们去。大哥，要不要叫上知明和知文？那就叫上吧。小叔，我刚想打电话给你，知青出事了。知青出什么事了？他说他去找海童要钱，是不是被海童打了？那个死丫头敢动我家知青一根头发，我跟他没完没了，回去就把他老娘的坟都扒了。知青带了几个小混混半夜拦截海童的车，他们还带着铁棍想对海童进行打砸，遭到了海童的反抗。现在他和一般小混混都被拘留了，我也是刚收到消息。拘留了？姐弟之间的矛盾怎么还报警？海童那个死丫头真是心狠，居然报警抓我家知青。知明能把知青赎出来吗？他还小，还是个孩子呢，会被吓坏的。上次去找海童的时候，知青都冲动得很，我们现在处于劣势，不能跟海童来硬的。知青还要去找海童的麻烦，海童背后的靠山是谁，我们还不知道，不宜再轻举妄动。小叔应该劝住知青，我们与海童姐妹俩没有恩，只有过节，他对我们一大家子都是恨之入骨，跟他说什么手足情，那是枉然。我哪劝得住？知明，我们现在是先去把知青赎出来，还是去找海童？先去把知青赎出来吧，问清楚知青有没有伤到海童。要是海童被打伤了，小叔你们还得提着礼物去看看海童，向他道歉，请求他不要追究知青的责任，否则知青后续麻烦不断。海童把我儿子送进去了，还要我去赔礼道歉。做梦，我去找他算账，看我不砸了他的店，撕了他的嘴，我可不怕他背后的靠山，不怕名声受损。奶奶，我让奶奶问的问题没有问到结果吗？什么问题？你有托我问问题吗？他昨晚几点回来的？我让奶奶帮我问一问，一个上午都没有答案给我。大少爷，张小姐又来拦车了。这个问题呀，我真是忘了。不过没事，你可以自己问的。你下班了吧？现在过来吃饭。我还在海童的店里，
他此刻还在厨房里忙活，准备海鲜大餐。我不过去了，我和苏南去咱们家酒店吃饭。不行，奶奶跟海童说了，叫你过来吃饭的，叫他准备了你那一份的。你要是不过来，多出来的饭菜就浪费了。赶紧的过来吃海鲜大餐，都是真正的海产品，商家小妞给海童送来的。他为什么送海鲜给海童？因为你呀，我偷偷跟你说，海童帮着商家小妞追求你呢，哈哈。你说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水桶呀！奶奶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呢。奶奶不跟你废话了，你马上过来吃饭，否则我就告诉海童，你就是战家大少爷。真是的，奶奶给你找了个台阶，你都不想下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件事，商小飞要送给你的礼物是从海童这里拿去的，至于是什么，你收下便知道了。大少爷，商小姐不肯让路。战少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早上帮了我的忙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情，你既然帮了我，我就欠了你的人情。我请你去吃饭，还你人情，好吗？奶奶说这礼物是从海童那里拿来的，该不会是海童答应补给我的招财猫和金龙吧？战少喜欢吗？这两只凤凰我觉得特别漂亮，栩栩如生。还好他没有再把送给我的东西给商小飞。阿七，上车走。苏南，我失约一下，你自己去酒店吃饭。为什么？我去陪我奶奶，她老人家刚才给我来过电话。我可以陪着战奶奶一起吃饭的，我想战奶奶不会嫌弃我不请自去。今天不是很方便。那行，我自己去酒店吧。送我回明苑花园，开那辆车去。你就是这样过来的？奶奶，我该怎么样过来？也不知道买束花，买些礼物过来给海童。他不需要，家里阳台种满了花，他早晚都能赏花。哦，姐，妹夫过来了。水桶，你进厨房看看海童还需不需要帮忙。夫妻俩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洗了手，帮忙把菜端出去，都烧好了的。怎么买了那么多的海鲜？一共花了多少钱？等会儿我转钱给你，说好的生活费我来出。没有花1分钱，是商小姐去海边度假带回来的，她给我送了很多过来。等会儿奶奶要是回家，你送奶奶回去，带些回去给你爸妈们尝尝鲜，都是很新鲜的。无功不受禄，商小姐送了这么多海鲜过来，咱们不好欠她人情。我给你转点钱，你买些东西送给商小姐，算是偿还她送我们海鲜的人情。我和商小姐已经是朋友，不必那样客气。凡事讲钱，商小姐会生气的，觉得我瞧不起她。况且我给商小姐支了招，商小姐给我送海鲜，等于是给我这个爱情顾问的报酬。你赶紧洗手，帮忙端菜出去，海鲜凉了不好吃。水桶，给海童剥虾。海童，你吃，我给你剥虾壳。哦，奶奶说傍晚吃过了晚饭，叫一晨送她回去。我等会儿就要上班了。谁送奶奶回家都是一样，你出去吧，我来洗碗。你早点回公司，在公司里还能略作休息。什么事？算得上是你的小舅子海志清进去了呀。那不是我的小舅子。行，不是你的小舅子。海家那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？他们要把海志清赎出来，就和一群人去拦路打砸。要不是海童会拳脚功夫，他的车子会被砸，人会受伤，说不定钱财也会损失。那如同拦路打劫，拘留已经是很轻的了。真想不到我们总裁夫人身手还不错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还在你太太的店里，你们夫妻俩和好了吗？抓紧时间哄哄她吧，女孩子很好哄的，送她2束花，或者送点她喜欢的东西。实在不知道她喜欢什么，就俗一点，直接给她发红包，多发点，下一场红包雨，保证能把她哄住。周经理，老总跟你说了什么？我看你很开心的样子。佳妮，你猜？给你升职了还是给你加薪了？讨厌，不猜了，你快说嘛，是什么好事？老总不是给我加薪，也不是升职，就是给我了一份邀请函，让我今晚代替他去参加一场商业酒会，说参加酒会的人都是商界的精英，这是老总对我的信任，我还有机会接触到不少老总，对我将来帮助很大。佳妮，晚上你陪我去参加吧，商业酒会是在管城大酒店举办的，今晚管城大酒店都不对外开放。你说的对，这是老总看得起你，信任于你，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你真的要带我去，不带别人吗？佳妮，我现在满心满眼都是，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带。亲爱的，咱们不提别的了，免得破坏了你的好心情。今晚我陪你去。大嫂，这些是什么？海鲜，我一位朋友去海边度假带回来的，他送给我很多，基本上都是新鲜的。我和你哥也吃不了那么多，给你们带一些回去吃。谢谢大嫂。海童，
我刚才给水桶发信息了，叫他过来陪你一起吃饭，之后再回公司加班。他应该在来的路上了。你看奕晨和他同一个公司上班的，奕晨都过来了，你快回去做饭吧，不用送了。奶奶，你不早点说，我打算就把中午没有吃完的饭菜热一热就吃，但只够我一个人吃了。你现在做还来得及，你快去做饭吧。水桶总是加班很晚，你给他多烧几道菜，让他吃饱一点。奶奶，我知道了。晚上是不是有酒会？是呀，你要参加吗？你要是去的话，筹办者能乐上1个月，吹上10年。我不去，就是随口问问。你有想法吧？否则你不会无缘无故问起来。我想喝2杯，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我怕又喝醉。你喝醉了有夫人照顾你，我可是个单身狗，醉死都没有人照顾。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，你也可以去相亲闪婚，找个老婆照顾你。有你这个前车之鉴，我还是老实的等待我的姻缘到来吧。我怎么了？我好得很。是，好得很。这几天你的脸色就没有缓和过，办事效率倒是大大提高了，却苦了底下那些人。这几天公司里自动自觉加班并加班到深夜的人是越来越多。他们向你诉苦了？那倒没有，我有眼睛看的呀。水桶，听我的准没错，今晚就买点礼物回家哄哄嫂夫人去。你那么闲，有件事想拜托你帮忙查一下。我忙得要命，真的一点都不闲。什么事？帮我调查一下威浩电子公司的周红林，他在威浩里是一位经理，深得他老总信任。怎么？你想挖他？不对，这名字很耳熟，好像是。对了，是你那位炼金吧？是他，我怀疑他出轨了。不要惊动周红林，你让人搜集一下他出轨的证据交给我。这件事不要让太多人知道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放心吧，除非我的人想让他们知道，否则把他们的祖宗18代都摸清楚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水桶，你这个办法也不错呀。到时候你把周红林出轨的证据交给嫂夫人，嫂夫人自会感激你，你们俩就能和好如初了。和好如初？我们初相识时，我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。你可以下班了。我也想下班，但晚上还得应酬。刚想打电话给你，叫你不要过来了，我懒得再做饭了，但你都来了，算了，我现在去帮你打包1份白饭回来，中午的菜再热一热，就这样对付一餐吧。你还要吃其他菜吗？想吃什么菜，我帮你打包。打包1份白饭就行，不用再打包其他菜。那行，你急着加班吗？不急的话，先帮我看看店，我去附近的快餐店买饭回来，你帮我把饭菜都热一热。好。海彤姐，海彤姐！外面响起了张念生叫喊的声音，蘸水桶迅速去了洗手间。谁啊？海彤不在店里，有什么事？你是海彤姐的老公吗？海彤姐去哪里了？没什么大事，我打电话给海彤姐吧。她现在应该开着车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，等她回来我帮你转达。姐夫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洗手间，你在外面坐坐，我很快就好了。我还有急事要处理，就不做了。姐夫，我先走。那行，不送了。念生，怎么了？海彤姐，你等会儿有空吗？就是7点半左右。有什么事？我等会儿要去宛城大酒店参加一场商业酒会，需要一个女伴。姐，你知道的，我还没有女朋友，便想着让姐帮个忙，陪我去参加商业酒会。你找小军陪你吧，我没空呢，我老公还在店里等着我一起吃饭。海彤姐，你们吃饭需要吃到7点多吗？姐，帮个忙嘛，我君姐晚上都有节目的，她帮不到我这个忙。你们一定要有女伴吗？我吃饭不用吃到7点多，但我还得看店，况且我是有丈夫的人。念生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看待，可在外人的眼里，我们俩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我要是陪着你去参加酒会，别人怎么看我们俩？海彤姐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管他们说什么，我们问心无愧。念生，我老公很在意我和其他男人单独相处，先不和你聊。你真要找人陪你去的话，找你君姐吧，她晚上能有什么节目？不就是追剧？你跟她说，她肯定会帮你这个忙的。不是说不用打包菜吗？我怕你吃不惯中午的剩菜，特意给你打包了2个菜回来。这家快餐店的饭菜味道挺好的，我平时叫外卖经常是在这家店的。对了，刚才有个男人来找你，他叫我姐夫，说找你有事。我问他是什么事，他又没有说，没等2分钟就走了。他有没有打电话给你？会不会有急事？是念生，没什么大事，我让他找小军帮忙了，他的忙我帮不了。他让你帮什么忙？他等会儿要去关城大酒店参加商业酒会，需要一个女伴，想请我陪他参加酒会，我拒绝了。我现在是有夫之妇。我还以为有什么急事呢。海鲜不经放的，隔餐后都不好吃了，更不要说隔夜了，总要吃完，别浪费了。现在的海鲜挺贵的，虽说你收入不低，咱们也得省一省。养你，我还是养得起的。喜欢吃海鲜，以后我们自己买。
商小姐送来的都是新鲜的海鲜，她特意从海边带回来的呢。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海边过周末假，吃从海里打回来的新鲜海鲜。再说吧，现在我也说不准，万一我周末有其他事情呢？你今晚不用应酬吗？本来是要应酬的，奶奶非要我过来陪你吃饭，我便取消了应酬。不是我叫奶奶那样做的哦。我知道不是你的意思。现在还早，你跟客户原本约好的是几点见，还可以去忙你的事情的。海童，你很不喜欢和我独处吗？你喜欢与我独处吗？战先生，你确实忙的话，尽管去忙你的，我一个人守店也习惯了。老婆，说吧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以后还是叫我的名字吧，我不习惯叫你老公，也不习惯你叫我老婆。我向你道歉，那天晚上我有点冲动，对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，是我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和张念生清清白白的，我对他是真的没有男女之情，请他吃饭是为了感谢他帮过我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话说协议里写明的咱们私生活是互不干涉的，还有小军担心你误会他帮我和念生牵线什么的，拜托我一定要跟你解释清楚，不论是我还是小军，都没有想过撮合我和念生。张念生暗恋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除了那天在外面看到我和念生一起吃饭，还什么时候见过他？怎么知道他暗恋我？他跟你说的？看我的眼神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你的眼珠子。你想让我看什么？看你的眼睛也很大很好看，像你的脸一样好看。战先生，你真的是得天独厚，男人外貌的优点都长在你身上了。你就没有从我眼神里看到情愫吗？张念生看你的时候，就像我刚刚那样看你。我是男人，理解男人，他暗恋你，还暗恋了很长时间。你眼神里有情愫吗？我只感受到肃杀之气，可能是你掩饰的不到位吧。眼神里的情愫都是发自内心的，你又不爱我，看我的眼神自然就不会有情愫。战先生，说，我觉得我很想亲你，你长得太好看了，你不愿意就算了，你赶紧去忙你的，我继续看店。哎呀，你属狗的，咬我！你也咬过我，小气鬼！以后再敢调戏我，后果自负。谁叫你长得那么好看？没事长那么好看干嘛？海童，你个死丫头，给我滚出来！海童的丈夫吗？我是海童的大伯海明成。你们一大家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想下嘎我老婆吗？我警告你们，我老婆胆子小，不惊吓的。我们就是来看看海童。自从我三弟夫妻俩走后，海童姐妹俩就不跟我们亲近了。我们已经很久不见面，现在我们来了市里，又知道了海童在这里，便过来看看她过得好不好。刚才我听到谁在大声吼来着，那音量听着就像是来算账找茬的。怎么会？你可能听错了。说吧，你们来找海童想做什么？仗着人多暴揍他一顿，还是仗着人多对他威逼利诱，逼他拿一大笔钱来给你们家老奶奶付医药费，还要帮你们把房钱、车油费、过桥费都付一付。就他那野蛮劲儿，我们揍得了他吗？海童，我问你，是你把至亲送进去的是不是？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至亲才多大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这是毁了他的一生，他留下了案底就是毁了他。你们是堂姐弟，你当姐姐的不知道让一让弟弟还要报警把他拘留了，你太恶毒了，有什么仇什么怨，你冲着我来呀！滚，吵死人！海童，你别欺人太甚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去把知青给我捞出来，我儿子在里面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没了。别以为你有老公，我就怕了你。海知青在深夜的时候，带领着一帮小混混手持着铁棍拦我的路，威胁我下车。当时我害怕极了，我下车了，他又先向我动手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他一铁棍打到我身上。亲戚们，你说我是什么下场？我不过是正当防卫，我有什么错？海童，我们也知道至亲有错，你不是没事吗？你都会功夫，至亲一行人都打不过你，你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姐弟俩闹点矛盾，打过就算了，何必闹到派出所去？至亲还没有成年呢，他这一进去很影响他的前途。你是他堂姐，这样对自家弟弟不觉得无情了点儿？少跟我扯亲情，我要是真无情，他不仅仅是拘留那么简单。现在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明白他做的事是犯法的，出来后他才知道收敛。我这是救了他。小沈，快谢谢我，最好给我多买点礼品过来，重重的谢谢我救了你儿子一回。海童，都是一家人，闹点矛盾关起门来处理就行了。你只要跟我们说，我们肯定会骂知亲的，实在没必要把他送进派出所去。每次听着你们强调血缘关系，强调我们是一家人，我都想笑。怪不得你们能活得有滋有味，脸皮够厚，够无耻，够贱的。人至贱则无敌，你们都是无敌的。知道我记恨你们，还跑到我面前来端长辈的身份教训，我不觉得丢脸，我是给你们一点脸面，否则我直接抄扫把把你们都打出去。你们算什么长辈？我呸！
你们听听，他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早就说了，不用跟他客气，替三哥把他教训一顿。目无尊长，都丢了三哥的脸。小沈，你快去找我爸告状吧，告诉我爸，我就目无尊长了。有本事你把我爸叫回来教训我呀！我告诉你们，除了我爸妈，你们都没有资格教训我，没有资格再在我面前当长辈。你们都给我滚！别让我拿扫把赶你们走。张先生，谢谢你帮我镇住了他们，让他们只敢动嘴，不敢动手。海童，以后给我一点表现的机会，否则人家会说你嫁了个没用的男人，与你脸上不好看。下次遇到我无法解决的事情，一定给你表现的机会。有什么事情是你无法解决的？很多很多，就是我现在想不到。战先生，你去忙吧。我回公司加班了，你晚上几点关店门？我过来等你一起回家。我怕那些极品又拦你的车。不会的了，也就是海志清年轻气盛，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。吃了一次亏，他们不敢再来第二次。别看那般极品很厉害的样子，其实骨子里头怂得很。我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我晚上很晚才会关门回家的，有可能还会去一趟我姐姐家里。姐找工作的事怎么样了？我姐每天都出去找工作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找工作原来那么难找。慢慢来吧，现在是不好找工作。我想着我姐再找不到工作，就借钱给她自由创业，开家什么店，既能照顾着杨洋，又能赚点小钱，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有什么事？我正想找你呢。你平时是怎么教杨洋的？把杨洋教得目无兄长，不知道团结友爱。今早说给他买玩具，居然说不给哥哥。我怎么教杨洋的？那是杨洋的错吗？你姐家的小宝每次来都抢杨洋的玩具，还打杨洋。你以为杨洋是面团，任人搓揉掐扁？小宝被你姐你爸妈们宠得无法无天了，老欺负杨洋。你们眼睛都是瞎的，看不到吗？周红林，杨洋才是你的儿子，你亲生的儿子。小宝那是你外甥，你连亲疏亲重都分不清吗？我跟你说不清，我在忙。我听着你周围的声音很吵，你在哪里？老是到处乱跑。你又在哪里？你不是在公司里吧？我也听着你周围的声音很吵。杨洋的奶粉没有了，药不湿也快没有了，我出来买奶粉。儿子，你没有和我 AA 制，他的奶粉钱你总得给我吧？现在就给我把奶粉钱转过来。一天天就知道跟我要钱，我又不是开银行的，又没有印钞机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有本事你自己赚钱去。你以为我很轻松？家里什么都靠我，我那点工资自己都舍不得花，你还天天跟我要钱，让我压力山大。奶粉钱现在转过来，我等会儿收不到奶粉钱，就带着杨洋去公司找你要钱。我问问洪总，你的工资是否不够养家？行了，奶粉钱要多少？我一次性买7罐送2罐，一次要2400。怎么那么贵？你给杨洋吃的是什么奶粉？进口的吗？国产的，进口的好奶粉更贵。我给你转1200 AA 制，儿子你也有份，再多我是没有了。这个月的工资交了房贷，车贷我一次性结清了，打算换辆好一点的车，得存点钱当车的首付。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怎么了？是你太太吗？是他要钱的，天天就知道要钱，好像我开银行一样。你们不是 AA 制吗？现在你又不回家吃饭，他还好意思向你要钱？要钱做什么？杨洋没有奶粉了，他问我要钱买奶粉，都不知道吃什么奶粉那么贵，买一次就要2400，我给他转了1200，符合 AA 制，我倒是不会吃亏。怎么说杨洋都是我的儿子，孩子是你们夫妻俩的，本来就该是一人一半，你没有错。莞城大酒店不愧是最高级的酒店，这里面的红酒都比我们平时喝的要高级。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场合，可惜的是今晚来的都是小公司的老总，或者和我们一样的职场精英，像商总、战总那样的大总裁一个都不来。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看到战总和商总那样的人物。红林，希望你以后也能成为大老总。等我积攒到的人脉够多了，本钱也够了，我就自己单干。孙总那位年轻人是什么来头？我看大家都对他客客气气的。周总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酒会，不认识他也很正常。他大概是今晚所有来宾中身份最高贵的主了。张氏集团的接班人张念生，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接管张氏集团，在磨练中。但他是张总的儿子，张家的大少爷，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身份，自然是捧着他。这等于是提前和张氏集团接班人打好关系啊。孙总是不是与张少爷熟识？能否为我牵下线？张氏集团旗下有分公司经营的也是电子产品，与我们公司多的是合作机会，就是差个人牵线。我看张少爷被奉承的快要不耐烦了，很快就会过来找个地方坐的。等他过来了，我再帮你们牵线，介绍你给张少爷认识。孙总，改天我请你。叶秘书，今晚真漂亮。周总，
你是个有艳福的人，年纪轻轻便上了高位，领着高薪，还有个俏佳人陪伴在身侧。周总真的让人羡慕嫉妒恨呀！叶秘书是我的得力助手，我是离不开叶秘书呀。孙总，你把我夸得那么好，我会当真的，我连您那位一半都没有呢。你们都是很好的。张少爷，孙总，叫我念声吧。张少爷，你好，我叫周红林。周总的名字我似乎听过。张少爷听过我的名字？是觉得耳熟，我应该是听人说过周总的名字，就是不曾见过周总本人。今晚算是见到了张少爷，相识便是缘，以后还请张少爷多多关照。彤彤，你留意到你姐的眼睛了吗？感觉肿肿的，她是不是哭过？念生昨晚去参加商业酒会，看到了我姐夫带着一个女人出席了酒会，两个人在酒会上亲亲热热的，说他们没有关系，鬼都不信的。念生昨晚回家后才想起来跟我说了，我也跟我姐说了。我靠，你姐夫竟然出轨了，他提出 AA 制，又家暴海玲姐，原来是他出轨了。果然男人不爱你了是有征兆的，那个渣男太可恨了。小军，一会出去了，你回避一下，我和姐姐说会话。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用你教的去做，先不质问他，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一样，暗中收集他出轨的证据，然后我抓紧时间找工作，等我工作稳定了再向他摊牌。姐，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支持你。彤彤，我好难受。姐，哭吧，哭出来会好一点。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们认识了12年，有10年的感情，他曾经对我那么好，在我们最困难的岁月，他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，支持我，跟我说过天塌下来他都帮我顶着。嫁给他才3年多，他就忘记了他曾经的誓言。彤彤，是姐的错吗？是我没有工作，与他再也没有了共同话题吗？姐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把过错往自己身上揽。不是你的错，是他的错，是他有钱了，变心了，那是很多男人都会走的路。男人有钱就喜欢变坏。姐，你没有错，如果真要说是你的错，你就错在爱上他，错在信了他的鬼话。我想装作不在乎，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。彤彤，他已经变成个渣男了，可我还是无法做到无动于衷。我没有你们想象中那样坚强。姐，我都理解，你们认识了12年，有10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放下？水桶说他有个朋友擅长打探消息，他会请那个朋友帮我们收集周红林出轨的证据。彤彤，你千万别因为姐的婚姻就不相信妹夫。妹夫虽说话不多，但他是个办实事的人。姐，我知道。老板，你要的证据都在这里。周红林的小情人是他的秘书叶佳妮。周红林给老婆的生活费是1个月3000元，那时还没有提出 AA 制的时候给的生活费。AA 之后只肯给1500的生活费，但给叶佳妮买东西，最便宜的一对耳钉都好几千元，带着叶佳妮去吃饭都是去高档次的地方。周红林都变心了，自是舍不得再花钱在你大姨姐身上，他现在正在讨好小情人，也自是千依百顺。你那个大姨姐打算怎么做？需要帮忙的话只管跟我说一声，看在咱们总裁夫人的份上是不会让她吃亏的。要不你向总裁夫人坦诚你的身份，那样就好办事了。我与她有半年之约，海彤姐妹俩都不是委曲求全的人，我大姨姐肯定是会离婚的。她现在就是需要有一份工作，有了工作，有了收入，才能争取儿子的抚养权。这个容易啊，你给她安排一份工作不就行了？海彤问过我，我们公司不需要财务总监，就连财务部都不缺人。况且我隐瞒身份这件事也不好让她姐进咱们公司，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接下这件事，让她自己去找工作。她就不能换一个工作吗？大公司才有财务总监，一般都不缺人。她会换的。你们夫妻俩雨过天晴了吗？我和她彼此间是说话了，但是还没加我好友，可能她心里还有气吧。我得想想该怎么让她完全的消气。哦，对了，她想养宠物。喂，你在想什么？反正不是想你。你要是想着我就得辞职了，我还想结婚生子，我回去做事了。你这几天的办事效率太高，我都跟着累成了狗。现在总算雨过天晴了。海彤，买了点新鲜水果给你和你姐尝尝。你们又来做什么？如果是想让我出钱的话，我劝你们死了这条心。海彤，不行我们坐坐吗？你们要是不介意坐地上的话，可以坐地上。海彤，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向你们姐妹俩道歉的。你姐不在这里吗？我姐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。海彤，不管我们过去闹过多少的矛盾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三叔是不在了，却抹不掉他是我亲叔叔的事实。之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也知道错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肚里能撑船，就原谅我们吧。我们保证以后都不会再那样对你们姐妹俩。我是小人，没有大量，我肚子也小。
撑不了船。你们当初那样对我姐妹俩，那是要把我们姐妹俩往死里逼的。只是事情反转后，你们没有占到便宜，才不得不低头。不，你们也没有低头。你们今天来道歉，也是因为你们被网友骂得厉害，严重影响到你们的利益，你们才会过来。你们是向你们的利益低头，不是为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。海童，你别得寸进尺，给你脸不要脸，别以为我们就真的拿你没办法。我们不过是看在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不想让老人家生气，看在死去的三叔是我亲叔叔的份上，才想着和你们和解。真闹下去，4个鱼死网破。你以为你能得到好处？别到时候你连这间店都开不下去。还有你的网店，信不信我们组团去给你刷差评，让你的网店关门都可以。海童，谁在叫嚣不让你的店开下去？谁叫嚣着要去你网店刷差评了？商小姐，什么风把商小姐吹来了？你谁啊？好狗不挡路，让开！商小姐，我是海志文，是亚伦电路板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原来你就是海志文呀？不对，你不是被解雇了吗？怎么还是亚伦电路板公司的副总经理？怪不得你还敢这么嚣张，果然不要脸的人做不要脸的事。大哥，咱们商氏旗下的亚伦电路板公司的副总经理海志文，你们还留着吗？赶紧炒他的鱿鱼，他得罪了你的妹妹我现在很生气，很生气。你不把他解决了，我就开车去撞树、撞墙，车子撞坏了，就让你们给我买新的。海志文怎么惹你了？海童是我朋友，是我的爱情军师，他针对我的爱情军师，说什么要让海童的店开不下去，要组团去给海童的网店刷差评，让海童的网店都开不下去。他这不就是针对我吗？他们那一大家子干的事情是人干的吗？咱们商氏有这样的管理层，都跟着被人诟病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，看着光鲜亮丽的心却是黑的。商小姐，你闭嘴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黑心肝的人，一大家子靠着海童父母的死亡赔偿金发家了，却欺负海童姐妹俩，你们就不怕海童的爸妈半夜来找你们吗？大哥，你说。知道了，大哥跟张总说一声，再有本事得罪了我妹妹也不用他了，行了吧？你千万别开车去撞树啊，把路边的绿化树撞坏了，怎么还得赔绿化树呢？我今天就把丑话搁在这里了，要是海童的店开不下去，就是你们害的。海童的网店但凡被人刷差评，就是你们干的，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，我能让你们回乡下种田都生存不下去。商小姐，我们赶紧滚，我不想再听到你们说话。志文，你和你2个妹妹的纠纷其实很简单，你很容易解决的，只要你们向他们道个歉，拿足了诚意在网络上公开道个歉，不仅能让你的2个妹妹原谅你，广大网友也会看在你们知错就改的份上，不再咬着你们不放。可是你们都是怎么做的？我给你停职了这么长时间，你竟然没有解决这件事，反而越演越烈，让商小姐生气。总部那边对你也很失望，你抽个空回公司做个交接吧。近段时间你也不用去找工作了，商小姐生气，你想在关城找到好工作很难的。张总，我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让我回公司交接了。张总还建议我最近都不要找工作，商小姐会整治我的。他们把我赶出公司，我就去商氏的对手面试，以我的能力想进战氏集团还不容易，到时候休怪我不念旧情。针对着商氏集团，他们做初1，我就做15，真以为我海之文离了他们商氏集团就活不下去了？大哥，以后我们都不用来道歉了，海童那丫头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她那话无非就是想我们在微博上公开道歉，做梦去吧。等我进了战氏集团，我再到海童丈夫的面前挑拨离间，破坏他夫妻俩的感情，我要让他姐妹俩生不如死，后悔今天这样对我。你以为我们就愿意过来，还不是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？我的生意也很难做，要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，谁想来道歉？海童是怎么和商小姐认识的？什么爱情军师？商小姐痴恋着战家大少爷，大概是海童教她怎么追求战大少爷吧。战大少爷要是知道海童在背后帮着商小姐出谋策划，让商小姐纠缠他，海童倒霉了。我是说他们俩怎么相识的？商小姐那是什么身份？按理说2个8辈子都不可能认识，谁知道他们是怎么相识的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以对付海童的法子了，还能破坏他和商小姐的关系。
你要去战大少爷那里告状，可是你能见得到战大少爷吗？听说想见战大少爷的人都要提前预约，还不一定能预约得到，还要经过层层筛选，得通过那位谁的审核，才有机会见到战大少爷的。我是见不到战大少爷，但我可以用其他方式让战大少爷知道这件事。商小姐天天都会去战氏集团门口等着见战大少爷一面的，我想战大少爷肯定烦透了商小姐，我就拿这件事去作文，只要让战大少爷知道是海童在背后给商小姐支招，战大少爷能饶了他，到时候都不用我们出手，海童姐妹俩就能被战大少爷整得远走他乡，不敢在这管城混下去。商小姐，谢谢你这样替我说话。小事一桩，咱们是朋友啦，不用那么见外。你本来就是我罩着的，连我商小飞罩着的人都敢威胁，不让他尝尝惹毛我的下场，他就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海童，你不用和他和解，他们这些极品奇葩是永远都不会看到自己的错误。他们没有公开道歉，我是不会和解的。商小姐，中午要不要留在这里吃饭？不过是家常便饭，你嘴巴太挑的话，我就不敢留你在这里吃饭。还是下次吧，我早上在路上等着战少，没有等到，等会儿我就去管城大酒店那里等着，他每天都是去那里吃饭。外面快走快走，商家那枚小辣椒在呢。水桶，商家小辣椒在你老婆的店里呢，你中午过去吃饭的时候放聪明点，别一头扎进去被戳穿了身份，那就完了。海童还没有爱上你呢。我会的，谢谢奶奶的提醒。